到哦，那个很符合哦真理，哦，咱安分守己，哦啊，所以笨笨那个不要哦苛责，那个是哦好的哦好事，好的一方面的，就是怕我哦太过哦那个技巧，伤过巧哦，伤过巧哦，他个等伤紧，伤紧哦不肯吃亏啦。他不肯吃亏哦，都是要占便宜。占便宜哦，那个就是了解到哦，那个一定呢会把我们那个浩然正气啊用掉。浩然正气若无去，咱就无人的价值，咱就哦一人的身躯啊，禽兽的心，禽兽的心哦所以哦笨笨的好事。好，请说。刚刚讲课的时候有讲一句那个过的成语，你说心静一如，我接着。心静一如，不患思维，患哦患人一患，不患思维，我们那个思想思维然后但不慈善，积之岁月而不心开，谓之有也。这个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心跟己它是一体的。我们现在把它分开，所以有分别心。那分别心太厚，我们就生活之中取舍的心啊很强烈，就会造业，造业就会受苦。好，刚才后面不是还有一个举手吗？他跑到哪里去了？好，不是你有举手吗？你不是举手。没有无你的手的东西。好，请说。刘讲师好。之后有问过说，佛性在我们身哪里？那刘讲师有跟我们讲，佛性是不即不离。对。是我们在讲三宝的时候，我们常常做一个隐喻，就是说，我们这个肉身就像一部汽车，然后我们的司机就像我们的灵性。然后这个司机进到车子里面有他的位置，所以在我们这个肉身里面有这个阴阳之体。那佛性在我们的阴阳之体的肉身里面，是不是它是充在全身，还是就在玄关的附近？那如果不在玄关附近，我们讲我们的佛光就从玄关就是那个中心点发射出来。那这样又跟不即不离，充在整个宇宙又好像又有点不晓得。就是解决我们中间这块，是我们讲三宝的时候，是以后修正一下呢，还是说这样讲没有错？好，请坐。这个问得很好。因为我们要了解到，我们这个佛性呢是在我们玄关的。所以我们呢玄关呢就是我们佛性的所在地，它就是住在那里。那我们讲到说。这个不即不离尽虚空变法界，那个是修持以后，它整个已经回归到本体以后的事，那个跟刚求道的那个角度完全都同了。那假如说刚求道，你就跟他讲说不即不离，然后在整个宇宙虚，他会不知道要哪走，就没有一个下手的地方。那我们要了解到我们全身哪个地方受伤都不会马上要命，玄关一受伤马上死掉，那个一下子命就消失了。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虽然它是一个门就是我们灵性出入的门，可是佛性呢它就是在那里。所以我们求道以后就鼓励那个先守玄，因为我们六道认为太久，妄想杂念太多，守玄之后就可以摒除所有的妄想杂念，很快妄想杂念就消失了。那我们要延续后面的修持那个我们就讲守玄就是守住玄妙关键。那玄妙的关键就是我们不生不灭佛性本体，那个是修以后要深入的问题。那深入的问题那个时候我们要了解说形象是假，
可是你深入了以后，所有万象都是真的，这样了解吗？所以那个时候完全角度都不同了，所以才有世间相常住。相不是变化无常吗？为什么会常住？那个就是修到最高程度。我们开始不是说见山是山，见水是水，是第一阶段。第二个阶段努力之后，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第三个阶段回来的时候，见山还是山，见水还是水，所不同是心，心已经不同了。那个见是山，见水不水是水的第一个阶段是住相，第二个阶段是破相，是我们努力的方向，把形象都破除，破除以后不住相了，形象都不住了，我们心就已经解脱了。心一解脱了以后，再回过来万象竟然也是我的心。所以万象见山还是山，见水还是水，这个叫世间相常住，这样了解是吗？所以那个没有矛盾冲突的地方只是我们修持过程的不同。我们开始修一定要从首先玄关开始入手，能够意念没有妄想，已经没有杂念，那个时候你才做一个深入的那个功，就是不急不离。这样了解吗？还有问题吗？所以有疑要必问，这个因为很细腻，你不问的话不会去讲。那我们要了解说，那个首先不是错，是对的，只是说我们做入很深功夫的时候，我们和老师来介绍不是讲嘛，守着玄关跟人走，忘了玄关已成佛，是不是这样？因为我们身体会昧你身体只要你一直守在玄关，身体死掉，是不是要去埋葬了？那我们玄关里埋葬了，那玄关的价值呢就不见了，对不对？伊价值就无去就代志还是讲伊会种烧去，就消失所以这样就会丧失它那个那个殊胜的功能。所以我们了解说刚求道的时候一定要强调我们那个很重要，求道很重要。你没有求道，你修得再好，你领悟得再深，那也没有用上天都不承认的不承认你可以成佛。我们求道受记才可以那个才可以成佛所以都是一代祖师来受记的一定要跟人家讲守玄玄关就住在核心就住在玄关，确实的不错。深入了以后才不强调那个了，因为深入了以后不极限，不极限在那个角，它已经宽广了，宽广到整个宇宙虚空了。那个时候再来讲，只有玄关才是佛性，那我们就会走回头路了。所以了解说我们假如说一直强调，一直守到我们一口气断了，那走路那个我们气性不是我们的本性气性就是神不是我们元神你听有无？要了解啦不懂就要问，不知道要问，要把那个疑问搁在心上这个没有冲突矛盾的地方，只是它的程度不同我们修的刚才读幼稚园有幼稚园的课程对不？你读到大学研究所，它有研究所的课程不同，一定是不同努力的方向不一样。还有吗？还有6分钟，好，请说。刚才有讲是讲那个起值或超过期间那个时是哪个时？起时的时，咱在讲。对，食物的时起时那个期就是求了，求，因为佛有定界，不能够自己去煮来吃，但你去煮来吃反觉力，因为你自己去弄来吃你就会骄傲，懂意思吗？不免去人求，我家己煮，我家己吃，那就是骄傲。
啊，那个骄傲很深，连咱的内心深处就不容易垮掉。啊，所以佛就制定戒律，不可以自己去煮来吃。那个是以往他们修道的环境啊，跟我们现在不一样。我们现在是水里的莲花，火里栽。嘿，那底下伫这搬烂，伫这个社会环境内底五颜六色的搬烂，啊，咱出污泥而不染，哎呀无？你对不对？我不相信。好，请说。坐这样。我们一直讲说啊，以前是单传独授嘛，哎对。像那个广成子他们那时候是怎样得到的？广成子怎么样？广成子他是有得到吗？是不是？他们那时候是怎样来得到的？有些是很年轻啊。好，正好我们就是要了解到，当那个七佛治理完成的时候啊，那个时候不用祖师来点道，他们修到程度了，已经证悟本性了，就可以归本位。可是，在三佛收圆的时候，就一定要点道。啊，他还没有三佛收圆的之前啊，你修到程度，你就可以回本位。所以我们这一个圆会过去以后啊，还有下一个圆会，下一个圆会啊，我们一样那个开天辟地人降世，人降世以后啊，一样有七佛来治理完成。啊，在那个治理完成的时候，你是水已经修到功果圆满了，你水回去，不用受记。那时候啊，你什么人得到，什么人等啊？那假如说在三佛收圆的时候，他佛嘛三佛收圆的时候，那个时候你修到程度了，没有受记，你还是上天不承认啦。讲你得到你该讲，上天不承认。你要等到下一个圆会再来，是这样子的。还有吗？还有3分钟。很快3分钟很快就过去了好，请说。请问手钱跟练神通有何差别？你反正就是说练神通。练神通。手弦跟练神通有何差别？手弦跟练神通一个是向内，一个是向外。手弦是向内啦，练神通是向外。向外的话那个就跟凡尘交涉，那个心容易乱。那个手弦是把心收回来，心容易静。容易静就容易回到我们的本来。那个向外的话，越走越远啦，我们就越野，如野如爱气头，那就不好了。还有吗？还有2分钟。好，你说。你说要恢复自主自心那个小孩子，他们刚进小孩子就有那个自主自心，还有呢，他呢嘴巴还没有顶到上颌，我是不是会自然心里就会打坐？好，请说。那个一定是根基很好，累世之中他有修道，所以他一出生以后，他呈现的形象大概就是修道的那个一些构成。所以舌会抵上颚然后有时候所有一些动作还有一些有一些自然而然伊拢会吃受限，你那个骑车伊拢会吐出来。那个是他的根气的，就是他前世有修，他已经带了，伊甲伊修的拢去大来，大来自然呈现。所以我们要了解到，我们在讲根基好就是说累世有修，他因到完成因为有修，所以容易修，因为我们很多都累世没有修了，所以离道很远，走起来就很辛苦。不过我们不管是前世有没有修了，就不要去管它，只要我们把握当下
把握现在的每一个当下，就可以成就了。因为我们之前不是有买那个弥勒रू巴给大家看嘛，那个很多就问弥勒रू巴说，你是不是已经累世修，已经快要成就才出现给我们看？弥勒रू巴说，我是三恶道来的，有没有？他说他是三恶道，他说我们不管哪里来。是什么样的根系缘分都没关系，只要现在你把握，能够把握得住，因为法无定法，我们要自己努力，可以把自己修成佛，也可以把自己落入三恶道，对不对？所以主权都是在自己手上，看咱按哪做，要爱做婚呢，还是要爱做众生？要爱做众生，咱就拢。为非改去做派，都会变成生啊！拢看咱拢要安怎做所以拢是咱家己决定的。各位先生，决定做什么？下课。各位讲师、各位坛子、各位先生，大家好。特别站到天师的老先生大德，以及呢感谢各位先贤给获学机会学讲。我们呢，在这个完成呢都有这个看戏看演戏。各位有没有看过演戏我们在完成这整个就像一个舞台。那我们本身呢也当这个编剧，然后也当导演。然后也当主角，然后我们扮演各种不同的角色，对不对？对。我们这个一个生可以扮很多的角色。那我们回想一下，到现在为止对自己所扮演的角色满不满意？有没有改进的空间？所以呢，我们要知道说，在扮演，自己要怎么样来扮演，要怎么样来过一生这个都在我们自己的这个手上，是我们自己决定的。所以蛮重要的，这个编剧要编得好，这个看的人才会喜欢看。假如说我们这个看过以后都是无精打采，那表示那个编剧编得不好。那我们本身呢就是要了解到说，这个人生很短暂100年一转眼就过去了。那所以呢，这个扮演的角色要非常的有价值，对众生呢都有帮助，然后对我们家人也一样。各位现在这个家里的生活有没有过得很圆满？我们要了解说，能够相处当一家人都不容易。那我们现在是儒家应运讲究5个8德，那所以齐家修道，都是要在家里面修道。那互相之间呢，就一定要照顾，要能够和谐，家庭和乐，这样过的生活才会很充实。所以假如说呢，家里面心里面有意见的不符合的都要沟通，把那个家里的气氛就是培养得非常的美好，然后过生活非常如意。这样呢，我们发挥出来，在这个社会才有力道。一定要先把家里顾好，能够圆满，然后呢，我们亲朋好友也都能够照顾。所以我们因为是讲到这个护命章，恢复我们的本命就是要回到那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那个佛性本体。所以我们在这个自己的生活里面或许都强调，修道不要再找时间，不要再找地点，我们什么时候什么地点都在修道，时时刻刻都在修道。
都跟自己不生不灭的佛性在一起。所以我们要培养，就是时时刻刻呢，都是活在当下，活在每一个当下，每一个当下我们都是佛，所以要到达一种很理想的生活状态。那我们上次有讲那个就是身体的四大假合跟佛性的那个不生不灭各位有没有比较这个深刻的了解？我们一定要把那个前边发号施令的前边交给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这样的话呢，我们佛性就可以恢复它的光明。那我们累世所造的一些那个业就会慢慢的我们可以清除掉。因为养成的那一种这个习惯下，很多呢都跟真理不相符合。那我们检视一下，要说呢不符合的地方我们就把它去掉，然后符合呢把它留下来，然后培养所有的生活全部都是跟真理相合。之前我们就有讲过那一种这个小心的思想，有没有？因为从那个这个思想开始然后我们就会变成行为，然后有行为以后就养成习惯，那养成习惯呢就形成品格，品格形成以后就造就命运。所以从思想到命运它有直接的关系。我们呢就是要研究真理，把真理呢融入这个思想，这样呢就已经真的全部都呈现。我们在自己的本位就是不动了。那我们在凡尘可以说我们都是应运而来，要来度化众生，所以很不容易。那我们又回到这个《道德经》的那个护命章。第16护命恢复我们的本命。各位有拿那个讲义回去看吗？有。回应的人很少，表示说大家都没看看的人没几个。因为或许写那一本那个《道德经》是参考很多那个浅显的注解。很多前人都有写《道德经》然后也看了以后把他们的那好的都收集起来，然后写下来。那有一本是皇帝在看的，那一本比较我们市面上比较少看到。那个书是用有线体的啦，有看过那种书吗？有。那种古书啦，古代册用线，甲片起来安尼基本拢真少看到一款册，所以有一本，或许有一本那个古时候那个皇帝在看的那《道德经》，它里面写的跟我们凡尘现在写的是有点不一样，或许都会这斟酌他们所说的重点，把它们摘录下来。可是我们这一次讲的，各位说有看讲义发现讲的跟讲义又不一样了，对不对？拢无看啦，唔知唔知影讲到底讲义是咧写啥？都没看啊。我们要这个深入我们的法性，就是一定要自己发心，自己发心很重要啦。假如说我们没有发心，努力来修持的话，外缘的帮助都不大。所以我们很重要的就是要自己发心，所以这个发心很重要。那自己发心了以后我们会投入，一投入了以后对我们的佛性那个认识就深刻，对佛性认识深刻我们就会对体的那个注重就减轻了。注重佛性我们就会在不生不灭的本体上努力。
那个方向就很正确。只要我们能够深刻的体会到了我们不生不灭佛性，我们也把它这个启发培养，让它茁壮长大，那么这个身体就可以还给地了。所以各位知道那个神光二祖他怎么死的吗？知不知道？他是被砍头了。那二祖也知道啊，他也知道会被砍头，所以他都讲句啊，说江头临白刃，白刃就是白刀啦，犹如斩春风。斩头就好像在斩春风了。为什么会那样说？就是他已经把整个不生不灭的佛性都已经修出了，跟虚空融汇所以这个身体跟佛性无关，身体要怎么样都没有关系那假如说我们没有启发佛性，我们把佛性局限在身上，这个身体就很重，身体的生死很重要我们到凡尘被业力推到凡尘来现象，然后我们形象没有以后又被业把我们推去受我们果报看是到地狱去，或是到天堂去接受果报那个都是业力在推的，我们自己做不了主那我们先修的时候就是要修到像那个神光二祖一样往后要生死呢江头临白刃，犹如斩春风，无关紧要要占到你占拢无要紧天地的物质都是要还给天地的所以他就有那一种潇洒的那个句讲出来。那我们假如说没有的话没有修持的话，那不行身体很重要生死就很重要。那已经可以了都已经启发佛性的，然后培养的到后来这个身体跟我们那个佛性无关，不关紧要，这样了解吗？所以或许都一直鼓励一定要体会，体会了没？体会了。很容易，对不对？不容易只要我们万年都放下因为我们在研究这个护命章，恢复本命恢复我们那个天之谓性的性，恢复让它恢复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说那个是什么样的东西那个本体本命的本体是什么东西，就是要去体会以后我们还有一个依赖本体，然后发挥出来才有力道所以我们知道那个万年我们在凡尘所接近的万年都是妄，虚幻不实在可是我们都把它当成真那我们在万年放下就是把这一些妄放下来，妄念都放下的时候我们的真它就会呈现所以只要我们放一分的妄，就会呈现一分真真都会呈现全部放到妄都尽整个真都显了那个时候身体就无关了，这样了解吗？所以我们在这个生活中就是要实际的做，然后实际做呢我们就达到了不会很困难，只要我们有心就可以达到所以那个上个礼拜我们讲说自虚己所见度，对不对？或许回去想一想说我今天在讲8字说2个字负面，说6个字自虚己所见度，对不对？因为讲得少所以印象就要深刻
哦，那个自息级呢，我们就是要了解我们做的功夫了，就是气生灭，把所有的生灭都去掉，不要，这个生灭东西虚幻不实在，我们去掉它。那个所见度啊，就是所真常，气生灭所真常，光就会现前。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一定就会现前。那我们追求的这个，所以这一章等于老师告诉我们做功夫的方法，叫我们怎么样做功夫了，自息，息到这个虚就是虚空，就是什么都没有。然后我们努力的方向就是达到虚空。所以只要我们把这个心跟境全部都空了，心跟境全部都空了，那个外欲外的欲望，它就不会内侵了。我们现在受不受外欲望的侵袭？受不受？会不会直接冲击到外面的欲望？我们看到东西想不想要？真的那么理想的吗？看到东西都不想要了吧？那怎么生活啊？我们生活不是要东西吗？所以这个我们要了解掌握那个大的相。我们了解说心跟境，因为心有境心才显现得出来。那心境都虚幻，虚幻不实在，它都在变化，无常变化，不真。可是我们的那个六道轮回太久了，都把这一些虚幻不实在当成真。我们当成真来看待，就是因为这样我们生出喜欢讨厌，喜欢讨厌生出来就有取舍，有取舍我们就有行为动作，行为动作呢业就造下来，就要接受那个果报，就一定的就是这样，恶性行法都这样在过生活，一天过天都是这样。那我们呢了解说心跟境虚幻不在，不住了。那不住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事来则应事去则静，就不会受到外界的影响，那心就很笃定。所以我们要自虚己，把那个虚空虚的全部没有的要记在心上，很努力的去做。然后呢，外面的欲望就不会侵袭了，就不会侵到我们这个里面来。然后我们手见度手见那个具体把它手到很堵成堵的时候那个念头就不会那个离真。我们的念头不会离开真各位浅认识念头吗？我们要知道我们日常生活的起心动念那个都是念的尾巴念的头各位浅念的头就是我们佛性本体，念头我们生发念的那个动机那个是佛性本体认识念头了没？所以我们要了解到我们那个念头一生发了以后它的方向很多。第一个执行的时候是从佛性本体出来的，那个念是从佛性本体出来。那因为我们在凡尘时间久，会遇到很多事情，所以那个念头它很快用到1秒钟就已经转个方向转得很快，而且一念头一转方向以后后面的我们那个行为会跟随所以就是要认识这个念头
念头我们抓得住了，就能够往后的所有行为啊，我们都可以掌握。那假如说我们这个念头让它已经转换了，走入啊我们的自私自利，走入我们的以往性，那一定呢一定有取舍，一定有喜欢讨厌。所以这个念头就很重要。我们一般都不认识，都是知道那个念尾巴，念的内容，已经起心动念以后，那个内容比较明显呈现了。它这个念头那个是一个动机，很不容易去主导。那我们就是要知道，那这个知道就就叫守静。守静体的时候才会呈现说原来我在这个还没有起心动念之前那一种酝酿酝酿之中就已经有了，往后的念头都是从这个酝酿出来。酝酿的时候假如说我们有守静体它会直接从本体生发。那假如说我们没有守静体，静体都不认识那出来念头就不会是从活性出来。刚开始一刹那大概0.1秒那个时候算，可是到0.23的时候变了，很快所以我们就是要守静体守到很笃沉的时候才会发现我原来我们所有的心动念自己都可以去掌握，就可以掌握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自息守戒很重要因为我们要了解这个自息即是天之道，守静笃是地之道那这道呢，假如说不自息的话，我们万物的那个气质它就不实在那地上不守静的话我们这个万物那个生机就不有。所以各位就可以看我们种植咱去种物件，你种的是不是都要安尼点拢袂使甲叮当，对吧？像科学刚来的时候我们那个经过的道路不远的地方有块很大它在种，大概是好像是水果还是什么差不多有几寸2-3寸长那或者就看说这个时候假如手贱再让不挖因为都是很静你现在生长，对不对？我们种也一样咱那种拢不是那个绿化嘛，那个绿化嘛，安尼也有细条条的那个就不守静了所以要守静，守静它才会生长，那个是地之道所以这个虚静天地之间就是因为有虚静之妙所以日月星辰成像一片，然后水土石成体于地然后象动以上，万物生，然后体交于地，然后万物成所以因为就是有这个虚静才会有我们的生生不息的这一些万象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一章就是告诉我们要自息守戒，学着天地，然后我们也回归到我们的本命。所以我们只有能够自息守戒到十分笃沉的时候就可以见观万物那一种循环往复一直生生不息的那一种情形，可以知道它还没有这个生发之前的前态，以及生发之后的后果前态是什么样子，后果是什么样子我们都可以见观得出来就是因为自息守戒所以我们看那个种子也就是还没有生发之前的前态
然后种子啊，我们一种了以后啊，它是不是会有这个整个成果呈现？整个成果呈现呢，我们也会看到。所以我们要了解说那个种子，然后呢，我们经过人工拿去土里面把它埋起来，然后有水有阳光，它就发芽然后就生长。然后生长啊，不管它生长的多么茂盛啊、美观，结果也要开花结果的，一定开花结果以后啊，把所有那个色的精华，又融入在那个果实那个种子里面，跟原来的种子是一样的。我们就是了解观察到只要有一物啊。它不开花结果，没有根复灭了，那个东西它就会消失，就不见了啦。所以我们就说万物这个并作，万物并作呢，就是生生不息呀。那么无以观其复，我们来观察它的那个往复循环往复的那个情形。所以我们只要是在这个下长大的我们比较会接近这一些那个植物的生长，没有？都会区就比较不容易去接近。那我们乡下地方呢，都会把这一些看成很自然，对不对？农民主人都安呢从来没有去研究它的构成那个道理没有，唔要去改研究所以我们从这一些我们看到植物的生长变化，我们就是了解到这个是整个天地在运作。那为什么有办法生长变化？就是因为有虚境因为天地之间有虚境，所以才有万物的生长变化。所以我们了解说咱来咧食水果的时阵水内底一定有籽迄个籽就是归根复灭，伊要个恢复伊的本面，跟原来的种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这个台湾的技术很好，都可以改良把那个生长那个果实水果改得很好吃那都是经过我们人的那个智慧，所以才列为三海之一天地人人跟天地是一样大的天生地养，然后我们人呢来辅助没有经过我们人辅助的话，这一些它没有办法生不息，它没有办法到达那个真善美最美好的那个状态。那我们都在这个生活环境之下在台湾都很理想有办法呢就是研究让我们更能够呢享福吃起来呢都不同。只要是像或许这种年纪知道那个芭乐芭乐都是那个脱芭乐的好不好吃？就不好吃了，对不对？现在改良的就很好吃了很甜又很大颗那个都是经过改良，所有的水果我们都经过改良一改良以后或许因为有经过那个老一代的那一辈那一种那个清闲那个都是比较原始状态它都比较不那么理想吃嘛不想要去吃那个刚改良出来的芭乐那个刚改良好了以后很大颗出来卖的时候各位知道它一颗多少钱吗？非常贵就贵。普通咱吃拢想吃一粒对吧那个时候一家人吃一粒用切的分割一人吃一粒就好因为太贵了现在因为又是多了，生产的很多了又便宜了然后像那个园林那个葡萄大村那个葡萄，大村的葡萄非常甜，可是我们现在市面上
都买不到，都被那个林口长庚医院全部都订走了，不管他是多少全部都运到那个林口长庚医院，所有的医生、护士、行政人员，因拢未前卖拢已经好了。你生产我得上外地去呀，所以外面没得买。那真的我们没有吃过的话不知道说它可以改良到那么好吃的程度吧。因为或许有一个妹妹在那个长庚医院停车场收贿所以她也拿到一箱，她拿给或许吃。我说还不是一样，葡萄就是葡萄嘛，也不贵一箱250，寒咱咧寒的葡萄迄款一箱25，贵是无贵啦。吃才知道，哎呦，哪拢无共，怎么跟外面买的都不同啊？或许人们才跟或许说就是因为他们所生产的已经都被长庚长期定下来了，所以外面卖的都不是那一家的啦，就是他附近的那个种的拿出来卖，可是附近拿出来卖的也不错可是跟那个比起来还是有差。各位假如想吃要怎么拿到？还真的没有门路嘞，但很有意思而且妹妹跟我讲，说那个就是知道的人他会送到那个就是地下停车场，把那个葡萄送到那个地下停车场。知道的人他就什么时候送去的时候他就什么时候去买，然后钱花的东西就拿走了。那个停车场管理说没事，通常电梯他就不管，钱我都给你然后东西就拿走，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就可以了解到只要我们用心在生活之中过都不困难像我们假如说这个用那个美食吃的方面假如说呢能够这个调配的很合呢这个大众口味大家都很喜欢吃，那生意一定很好一定能看到那个大排长龙的很多人的，你跟着去就没错，很好吃。那说那一家都没人，你也不要去了，那个不好吃都是这个样子。我们还可以很容易了解到我们人的那一种习惯性，所以也会看那个口福之欲。既然要吃嘛，就是要吃好吃的啦所以我们既然要做嘛，就要做最好的一样能够呢把这个自虚守静发挥到淋漓尽致沉浸在完成就是很理想的状态。所以我们了解说老子告诉我们自虚守静恢复到我们的本命这个很重要我们要能够恢复自己的不生不灭的那个佛性本体回来所以那个底下那个万物并作无以观其夫那个就是万物并作就是万物生生不息然后我们来观察它的循环往复能够观察到循环往复，然后我们可以学到就是我们也要跟天地一样自虚然后守静。自虚极各位姐姐，就是我们那个万年放下，那个就是自虚极万年放下是不是全部已经到空了虚了，对不对？我们让它到极点到顶点自虚极然后守静笃就把那个佛性整个跟我们那个外界虚空融成一体所以自虚守静
都有那个已经修正的这一些仙佛菩萨，都有跟我们讲方法，看我们要不要做，要做的话，我们就可以恢复，恢复我们的本命，护命，恢复本命，所以那恢复本命啊很重要，因为我们之前都一直在讲，无极啊，然后生太极，生两仪，生四象，生八卦，然后相冲相凑，8864。各位邓理有较博看嘛？不过我得跟各位讲，里面有一卦或许写错了，那个同人跟家人那两个卦竟然一样。是有钱人拨出来讲，这两个那也赶快，然后或许说写稿的时候啊是没有写错了，结果要语音的时候把那个写错了，把那个家人上卦不是钱呐，它是序，各位还在身上啊，你就可以把个家人上卦不是钱嘛钱就三位嘛，伊个迄位是坤呐，下面那一横啊，是坤，加，那个上卦不是乾呐，是巽，巽下断，就下面那一横上面两个乾，底下一个坤，安尼啦，这样懂吗？下面那一横不能乾是坤，这样跟同人就不同了，同人跟家人，各位看了两个卦，同人跟家人两个都在最上面的，有无？同人跟家人，两个卦讲哇下个卦，它是不同的啦，或者在写稿是对，可是呢要拿出来影音的时候啊，竟然把它写错了，就是那个卦不同的，我们可以借着那个来帮助我们了解一些现象，这个属于易经部分的所以呢，我们了解说万物运作啊物以观其复，那个复就是呢恢复我们本命所以我们每个万物啊具备一个太极，就像我们身体也一样，也具备了一个太极，全部呢都有都具备，一直呢它在呢这个变化在呢循环往复，那我们呢就要了解到让它呢运转到呢最理想的那个状态，所以在生活之中啊，我们就可以体验了真正的呼吸手劲啊，很堵城的时候啊，我们来见观，然后万物的那一种这个循环，万物的那一种生生不息啊，体会，然后体会了以后啊，我们也可以了解说，原来现象之中现象之中的这些，都是我们佛性那个本体里面的东西啊。那我们一般就称为含藏如来，叫如来藏，如来含藏万事万物。那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就是不能心中有万事万物要让心中整个都清净。所以要把它万事万物啊，从心中已经都怎么样把它清除了，不在我心中所以那个大学的那个最后一个格物，就是革除物欲我们把那个物欲都革除，心不要有东西心也不要有事情，那我们这样心就时时刻刻清净。那一清净就容易回到我们不生不灭的那个佛本体回来。那假如说我们这个生活之中都没有使它清净都是纷纷扰扰那就不容易要回到佛性本体回来就不容易
所以这个要自己做功夫，我们呢这个有些修持者之前他也会讲说，这个春有百花，然后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的好时节，所以我们就是了解说，这个呢告诉我们说，万事见观皆自得，只要你静静的去观，里面呢都有道理在，都有真理在，那我们能够观察这个真理出来，我们可以回归呢到我们的这个佛性本体回来，这样的我们知道万象万事都一直在无常变化，我们就让它自然的去变化，都不会搁在心上不攀缘。所以我们现在大概最大的毛病就是攀缘。各位不攀缘？不但攀还攀得很厉害。我们攀得很厉害一点还都安尼，你无安尼袂使啦，攀不了。人要安怎做是人的代志，咱一定好，拢甲人抓骹抓手，这样可以吗？不可以这样叫做不尊重人。我们要了解要尊重，我们尊重所有的人，叫做供养之佛。我们不尊重他，看轻他，叫做毁谤之佛。大概我没有听过那这样讲对因为众生都是佛了，然后我们对他瞧不起，就是毁谤他，所以就是要尊重。他尊重的时候就是不要攀缘，袂使讲你对安那，你安尼唔对，伊要安那做是伊的代志。所以我们修道就是要知道，他行功一定不分给我们，不分啊。那他遭罪，我们不要去担。这样要不要去检讨别人？都唔免啦所以我们就顾家己，顾好那个独立体顾好，卖攀缘，让他呢没有物也没有事，这样呢万年就在当下，不是当下一念就具备万年吗？我们这个全部都不攀缘，全部呢都没有物没有事，就是显现在我们当下，一念就万年，它没有过去心，也没有未来心，也没有现在心，都没有。三心没有四相，三身四相没有，就是佛性本体我们差别就是有三心四相，所以要学的不攀缘，人要安怎做是人的代志，我们尊重他，这样了解吧？不易尤其我们都是50生的，为什么呢？好管闲事。之前不是拿给各位一张那个357谱有没有？那个好管闲事是什么时生的？就是50生的，咱拢50生，所以拢好管闲事。什么时辰生的最厉害？好像没有一个你想的不是好吃就好穿，好饮好贪好后，没一样好的所以我们要有主宰的，一落入到现象之中没一样好。我们要了解说这一些现象不虚幻不实在都给我们做一个参考这样就可以了，都不出相就行了。所以我们了解说呢，这个自虚守静能够呢观察到恢复我们的那个本命真正的恢复到真不灭的佛性本体，这个是最理想。那么底下呢夫物芸芸各归其根，
这个忽雾云云就是非常多啦，云云就是众多的意思。雾啊非常的众多，可是众多的这一些云云的雾啊，各归其根，都呢归根啦，归根复灭。就是呢每个植物啊，它都会开花结果，结果以后里面都有种子，那个种子跟原来的种子一样，那个归根啊，归根以后啊，就可以复灭。各位有种过那个水仙花吗？有。那个很有意思一粒跟那长桃的对吧？做大粒它开出的很漂亮可是就是不能每年呐你袂使每年拢给它开啦。各位有没有种过？有。要隔多久？有种过怎么不知道呢？有种过一定知道啊。要再隔1年，对，你得一个坑几年甲坑咧，莫互伊开啦开花，这么过来开伊才会大蕊才会水的。你若互伊当开，伊愈开愈细，就不漂亮不好看。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它的精华，它有一段那个酝酿的那个期间，酝酿一段期间以后啊，过了量过了然后再开。像说我们假如说这个半年都下一年不生了那我们大概也会累积能量会把那个吃下来的养分就在体内，然后在体内以后一段时间我们那个下丹田会温温的热热的，然后就开始会帮助我们把那个身体的脉络打通那个时候假如说我是做的，那做的时候因为我们脉络它是横冲直撞看冲哪个方向我们就动哪个方向，它会动。所以有的是左右晃，有的是前后晃，有的是沿晃，有没有？那个都让它自然没关系的。那个它在打通脉络，只要通了它就停下来了，就不会动。有时候这个身体全部都不动剩下一个头在动。这个头动一样有规律是左右晃呢，还是前后晃，还是圆圆的，还是上下晃，都一样很有意思也不要管它通了又整个又一下所以在这一些过程中，假如说你觉得你的身体负荷很不舒服，你就可以用意念把这一些动作停下来用你的意念就可以把动作停下来，让它酝酿，各位能量较济再过来动再让它动只要全部都通了你的身体脉络全部都通了，它就停止了它停止了以后它就回归回归我们那个佛性回来这个动时候它是现象，是我们身体的现象所以我们要了解说那个身体的现象可能也就是我们累世的经过，然后我们有一些障碍都没有清除现在我们在修的时候就利用这段时间，心里面不要有物，不要有事什么都没有让它跟整个宇宙虚空合在一起，让它回归到整个清净的状态，然后呢整个清净的状态恢复了以后很容易就可以回归佛性本体了，可以复命归根复命这个是我们要了解到所以假如说我们说这个以前我们有看过某某那个名字他没有经过一代祖师受记呢，为什么他还得到他也成就了？那我们就要了解到，我们一个研会不是109600年嘛
然后呢，129600年有10位佛了，7位是自理完成，3位是收圆。那自理完成的时候啊，这时候假如说我们已经修到本位了，已经修到功果圆满，都不缺欠了，佛性的这个已经全部都记住了，那就可以直接你归位，就不用子嗣受记了。可是，一进入到那个三佛前啊，就一定要这个上天指派的祖师来受记，没有受记都不承认，上天都不承认，就是你还没有成就了，还要再修。那你假如说，安尼我不等好到下一个圆会，到下一个圆会这个七佛注释的时候啊，我才来成就。所以要不要等啊？我们不用了，我们都受记了。我们都已经可以，只要我们努力啊，修正都可以回归本位。回归本位了以后，可以千百亿化身，可以度化呢无量无边的众生。所以这个是我们殊胜的地方，就是沾到上天大开普度，所以一定要把握了。那我们来看一看啊，我们很多这个求道的前贤啊，他有没有努力在修？有没有？没有努力修的话，能不能够回归本位？没有办法，对不对？所以我们要了解说那个红旗都要坐一条，完了爱有7倍功夫，就是要努力我们努力把佛性没有的那一种贪嗔痴啊，那个不良习那个习气啊，都去掉，都没有了。佛性本来有的光明，都全部回来，这样呢才可以。那做的事啊，还是我们自己得到利益，对不对？那我们为什么不做呢？所以我们就想说，都求道你那拢不做，做的为你自己好啊，绝对是为自己好了。那我们度化众生是众生的增上缘，自己不花心来修那个外人再怎么度啊？众人是先我来度也没办法。自己不花心修的话，先都丢未行呢。各位有没有感觉我们假如说不修的话，佛菩萨有没有办法？真的是没办法一定要自己努力修了。南佛菩萨他才可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把那一些冤亲债主啊阻挡一下，卖偷要紧啊，你感觉紧也惊。越努力修的人啊，挫折越多，对不对？那个就是冤亲债主心急了，心很急啊，所以我们佛老师都会说，我的徒弟跟努力在做，一定会还得债，不用担心所以缓一缓，一缓留下来，我们日子就好过了，就不会很紧急了，所以我们要了解说，我们的这个6万年来经过太久了，造的业太多了，而且很多都是不知不觉，无明就是不知不觉。各位有没有无明我们不但有，还蛮深的不知不觉的无明都会呈现。所以我们了解说以往所造业是蛮多。那我们现在呢利用这个上天大开普度的时间呢赶快修正把这些呢无明去掉让我们时时刻刻都明，时时刻刻都明容不容易？是很不容易做得到吗？是做得到或者都讲要我们去挑那个60公斤就是100斤的米一袋都大斤，我没法，那个真的是没办法。可是要我们不起心动念，这个可以。不起心动念有真重有真艰苦好做不要随口应那个才不好做
我们不起心动念是很困难，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这个佛度众生最重要的就是要度我们念头，念头没有了，就不会落入凡尘了。我们念头有了，就在凡尘受苦，所以念头就是业呀，念头就是业，念头拢无就是无业。因为我们念头就是众缘际会才有，就是众生众缘而生，对不对？要不要度它？要。所以我们的念头来了，你就说给你躲起来。念头来了，给你躲起来。我们就学那个周礼盘头起呀，听过他的故事？那怎么摇头啊？可能有的听过，有的有听没有到了有听无记也是关。这个周礼盘头起他是很努力在修道，可是他这个对那个比丘寄语啊，那个身语意业啊，莫作恶，莫恼世间之有情，那个正观之意尽空，无因苦当远离。这个是比丘的寄语。他们当比丘一定要还要做。这个周礼盘头且他很努力背这个比丘记，那前面那2句记下来了，后面2句忘了，很努力的把后面2句背下来了，前面2句忘了。所以永远都是这样很努力的在背这个记。看到师兄弟有500个。他一看到就赶快问这个记忆这个师兄弟开始的时候不是不告诉他，都告诉他，可是每一次都问一样的，每一次都相同的问题。以后你看到他会怎么样？赶快避开，对不对？我又底了，那现在都没完没了又教不来，所以大家都不愿意教他。这个周礼盘头且他自己就产生自卑了，就想说我这久来修人拢不爱甲我教我活伫凡世间无路用，他就想上吊。结果那个释迦牟尼佛就现身了，跟他讲说前世的时候你知道修持的法门非常多。可是师兄弟问你你都不说，机密生活，知道吗？有好法拢不爱人教，我家己好就好。所以那个周礼盘头且就是这样。佛跟他讲那个因果，说现在他们看到你就快抖起来，就是之前他们向你问你不说，现在你问他们不说，这个就是因果。跟那个周礼盘头且讲，那你现在不要伤心我教你修方法，你就不用到讲堂去听课，你就打扫讲堂的内外，里面外面都归你打扫，你把这个工作做好就好了，拿一支扫把给他跟一个本机，说你记得吗？这个是扫把这个是本机。他说有东西我记得。不会记说好，我就做这个工作。然后我们一天全部都一直在打扫请问有那么多色吗？一定是扫到都没有，对不对？没有的时候，因为佛又交代他扫垃圾了，没使无法，就坐咧扫啥？扫两头来，垃圾扫掉，两头过来，垃圾扫掉。跟两头来，这个色都烧掉，这样他竟然比那个500个师兄弟早领悟到无生法忍，还哪样的？会不会？念头来，垃圾烧掉；念头来了，垃圾烧掉，还哪样的？不简单就是因为太容易了，我们不肯做啦。简单到咱无想要做，
咱若听者吼，像做哩盘头车，啊，都规工营营地咧，垃圾拢无好，即摆扫两头都是垃圾，扫到啊，规个无声华人拢呈现，哦，不生灭的那个真理啊，整个呈现，就是安尼啦。所以你看吼，领悟论免真巧，真悟嘛，我都领悟吼，所以只要专一专注，就会让我们领悟了。所以我们在凡尘就是要了解到，那个社会人士啊，最大的毛病啊，就是神散，我们的精神啊分散，最大的毛病。咱会安尼吼，伫安尼受苦，都是咱的精神拢散，没有集中。所以那个标语啊，不是有些精神集中、力量集中，有没有？你甲咱修道人讲的，然后争自由、争民，有没有？迄嘛咧甲咱修道人讲的，你看卖，迄要互伊自由自在啊，是一无性本体。咱有身躯哪有自由自在？你看迄民主啊，你看咱迄个民主伫咱的身躯内迄个主人啥物人？佛性啊，对不对？咱的民咱的民迄个是不是民主？要不要争啊？迄拢咧甲咱讲，那个都是告诉我们修道，要力量集中，精神集中，我们都分散啊，都没有集中啊，所以告诉我们要修道就安，简不简单？不相应。很困难的所以归根呢也静也护灭我们能够归根恢复呢到我们的根本那我们呢的佛性本体能够呢恢复到我们的这个根本呢就是静归根也静已经到达清净。能够清净的时候就可以能够了解到所有万物万事它的整个生长变化。所以呢，我们就是要知道说这个老子他有讲一部那个清净经清净。我们从2个字就可以得到答案。清呢就是一尘不染，净呢就是一念不生。安得过来，一尘不染又一念不生就清净了啦。我们心一清净就回到原本体。所以这个净就很重要。对我们来讲，能够一念不生，一念不生一个业都不造，业不造我们不用受苦，就可以解脱了。真的所有世上的众生都度了。不过外面的众生还要度啦，不是说只有把心里面的那个众生度完就好。外面的众生都是虚幻不实在，所以那个呢度尽所有众生已经度尽了，还无量无边无数的，全部都度尽，让他们灭掉所有相，恢复所有的灭度，有没有？灭掉妄想。度就是恢复佛性，灭度所有众生，没有一个众生是我度的，这个才是真理啊。那我们我们现在这个度人来求道都会哭记一算，都会记得牢牢的，我度几个带几个人求道，带几个人求道，那一些带来求道成果了没？还没那算不算度啊？还不算所以要努力我们自己本身知道道路怎么走，然后我们把那一些带来求道的人，我们要让他一样走入修道的轨道真正的可以成就，而不是说那个走马看花。我们现在很多呢都不踏实那个实际的走入修道的轨道不会成就的。我们
问一问哦，要说没有研究心理心法，问一问说，你有信心可以成佛吗？我们怎么回答？那个有哦，有，那个是希望可以成佛。可是我们研究心理心法以后，我再问说有没有信心成佛，我们那个答案定了，对不对？因为知道啊，这个成佛是什么样的东西成佛，他已经摸到了，就是那个佛，就自己呀、从心里面产生100%信心。他既然从自己的心里面产生了，那个力道就大，发挥出来就很有力道，要做就有力量去做，所以这个很重要，跟希望的不同，这个是自己呀、切实可以达到的，可以做到，所以我们在这个生活之中呢，就真的很踏实的走入啊那个修道的轨道，所以归根也净，然后呢净了以后啊，就复命了，就已经啊恢复啊，我们的那个不生不灭的那个本命的，所以不管是万物不管是我们人，那个复命呢，都是一样的，万物的那个复命啊，使万物啊不再凡尘消失。那我们复命啊，是使我们可以回归本位，回归本位了以后啊，我们的天地啊更宽广，不只有这个娑婆世界，娑婆世界啊，是不大，很小，一个太阳系而已，那我们呢，要了解说无量无个太阳系啊，在这个虚空之间，有无量无边的佛世界。所以我们假如说看到不同那个形象的那个人类啊，我们会说外星人有没有外星人？用那个佛学来讲不只有地球有人类啦，外面的星球啊也一样有生物有那个生长的东西，只是它的形象跟我们不同。这样子而已啦，这样的差别，所以我们恢复这个本命，而且呢，我们要了解说，我们那个佛性它超越所有的因缘跟所有的自然，它不落入因缘，也不落入自然，它都是超越的，所以呢，没有一个开始，也没有一个结束，它都长存，永远都在，所以呢，我们能够呢，这个净啊。就净业护命，能够恢复啊，我们的本命。那么护命呢，曰常，恢复本命了以后，就叫常，常住，常住不迁，不会变化，就是永远都在，这个很重要。我们从第1章开始那个常有跟常无啊，常有欲观其小。常无亦观其妙，常有跟常无，常有跟常无合起来，就是咱不生不灭佛性啦。咱的佛性就是常无常有，说它有，没有形象；说它无，更开始存在。所以它是常的、常住的，不属于有，也不属于无，就是不可思议。我们之前都有讲啊，那个不可思议啊，怎么体会？还记得吗？不着有，也不着空，不着亦有亦空，不着非有非空，这个状态，这个状态讲不出来，是有啊无，有就着有啊。我们都在凡尘习惯了，不先污，所以讲污，污的都有啊，然后有就形象了，知道吗？形象一落入形象就有美了，一落入生美就不是我们追求的了，它就已经在变化之中，那变化的我们没有办法去掌握，
我们要掌握那个常住不变的。常住不变的那个活性本理我们就是要掌握。我们不要呢去追那个变化的，追变化的我们会很累会很快苍老，会不会？那我全部都追都没变化，人就很笃定都容貌都不会变得很快。所以得失心很浓的他的苍老那个程度就会很快一段时间不快，哎呦你念的那比较老各位有没有那个体会？那个就是他的那个得失得失的心太浓厚，遇到的环境坎坷所以苍老的很快就变得那老默默。我们那个台湾话很传统，这个老还没有怎么样，默默。那还有一句扣扣，老扣。有一些那一些我们的台湾俚语都还蛮有意思的，让我们也知道说这个时间是过得很快每一个人都会很快就老了，就会一生过去了，所以我们在这一生之中就一定要把握时间然后尽量扮演就是最好的角色最好的能够呢这个利益众生的利益自己的对大家都有帮助的所以我们要了解说我们整个这个地球假如说负面的能量太多，我们灾难都频传很多灾难。那假如说我们都善良都很这个锐气冲天，那所有这一些那一些灾难就会消失于无形所以我们要了解我们那一股那个气很重要那个善气能够冲晒整个这个宇宙虚空就可以来扶持整个地球的运转就是很顺假如说是整个都是负面的，那个灾难就很多。那我们不管好与坏，同时要接受灾难。那好的话可以事先呢把这些灾难消弭掉让它不见了所以我们要了解说我们这个心念还蛮重要的我们不用等到说以后成仙之后才来扶持这个地球我们现在就可以扶持只要我们都付出正面都是利益众生的都是辅助天地的不足跟天地呢站在同一个角度，这样的话呢就已经能够使这个整个众生呢都得到那个利益。这个我们想象不到可是确实是这个样子所以那个老前人才立那个顶节救世那个时候其实都一直会问老前人说，那为什么立那个顶节救世？不是个人造业个人担吗？那老前就会讲说我们众生很愚昧都会造了业，而且又不知道造业不知道造业然后受的时候那个就已经太慢了所以先把那个灾难顶下来，顶下来以后让人有短期反省的空间。那有这个反省的空间我们就会改过，那改变了就好了就已经整个都不同了老天是这样讲然后也都一直在思索老前所讲的确实也就是这样因为我们这个现实环境就是
一般的被现象过的，一定呢他会做一些违反良心的事啊。那违反良心的事啊，就已经是黑气了。那个我们形成的就是黑气。然后我们都很善良。看看那个前天报纸不是登一个失业的那个女孩子捡10万块，一叠钱怎么？然后他就赶快拿进派出所，交给检查。他说那个撕掉的一定很心急，你看将心比心啊，那个就是整个他良知良能都呈现了，然后那个隔壁的篇幅啊就记载，有一个工人啊，他骑脚踏车啊，里面有6万多块一直掉了，后面人一直捡了，有没有？所以我们就了解到人心嘛你看有那个良知良能呈现10万块，伊个无投入无趁钱呢，迄10万真好用呢，竟然摕去搞检查，迄叫钱敢咧袂得过日啦，拢真好过日呢，好看到钱就要爱，对无？好这人外天上的，紧扣就地啊。然后那个现在不是马路都有监视器嘛？红屁股前停车，那个不要灯拍到你了，赶快拿出来还，不然你也犯罪。所以我们就是了解我们发挥出来，或者就讲那个念头，你一想到说这个丢掉的人一定很心急。跟这个想说我不用去赚就有钱可以拿，念头是不是差一点点？我们做法是不是差很多？所以那个念头就很重要我们那个开始要发挥的时候你就是要从那头去抓到说一定要从佛理出来不要变成人心血心人心血心那个就造业了。所以我们在生活之中呢，时时刻刻就是应用整个发挥到佛性从佛性本体发挥出来全部都是善，整个都是没有业很理想都会生活得很高兴。各位有没有在这个1年之中这样过下来，其实说现在的生活过得很高兴很如意？有很明显差别对，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心改变了，整个境都不一样，境也改变了整个呢我们周遭的亲朋好友也受到我们影响了他也会不知不觉也会改变这样整个中国世界就真的变成莲花邦了，对不对？不是空谈的啦，不是咧讲假，拢真是咧做做到就欢喜的，各位有没有做得很高兴做到就欢喜的对，拢家己那里为佛性发挥出来，做得很高兴所以我们就是要培养生活呢就是要这个样子走入真理世界在真理世界之中讨生活就已经呢全部都是已经都是佛菩萨所以我们能够呢这个护命越长，就已经长住了不迁了，就不会乱都一定呢都是行善以完成的角度来说行善，以我们呢修持来讲都是率性而为率着本性来做没有说要人家娱乐的，那你做刚好没有娱乐的，没有嘛就是率性按照我本性来做，做得很高兴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呢了解到这护命越长能够呢走入那个常有跟常的活现本体之中。那么知常曰明，我们假如说呢知道这个常住不迁知常的就叫明，明呢光明就是呢我们已经呢都全部没有无明了
都是光明，都是觉，全部呢都是在觉，因为常，然后呢都已经不变在那个常住不迁不如不动的佛性都不变，所以就已经呢到达我们那个光明的那个程度所以知常曰明，我们时时刻刻可以到达那个明，就是觉的那个程度了，看我们愿意。那假如说让我们起心动念，那个就叫无明，因为起心动念叫不觉，不觉的是无明，那拢觉其实都好做明，这样了解吗？所以这个看咱做人做安尼了，看我要不要做，要做就会达到，不做呢就没办法了。虽然讲得真好你不做就没办法。你要肯做只要你肯做，它就会一天一天接近。比如说我们这个妄想是没有了，可是杂念会有，杂念有呢，我们就关了。关照的时候会觉得我念头那叫贼会泄气可是这个了解到，我们一泄气的时候，事情就不会改善。那假如说我们不泄气念头真多不要紧，我就来给它关照。只要你肯投入我那个精神来关照，关照了以后不假济你关照伊就变足少，本来伊足强的我无法想伊嘣走出来足强的你即摆直直走，伊的力直直无去无力那冒出来的那个力道越来就越小，越来稀稀疏的，就掉去直直无去到规尾杂念拢无拢无就恢复清净都是从我们一点一滴去做，绝对会达到的就是不能自己放弃那放弃了不希望这个不修它永远在，杂念不修永远在六道轮回断来佛性里面没有佛性里面没有杂念可以了解杂念吗？妄念是我们用力去想，那个叫妄念杂念是讲我拢无咧想，不过伊冒出来那个有没有？各位有没有？有的话呢，就是要关照就像看家一样。各位有没有看过家？按那个厝，甲坐厝的就好对吧？啦，你都甲坐厝的即马财看到讲厝有人，伊就唔敢回来偷听对吧？那个杂念就是这样他来了，敢若贼啦咱即马伫咧关照，敢主人咧顾厝伊即马来看咱伫的伊就无去即马无去，伊过来探头过来探头，咱搁甲看拢毋免甲伊做对甲看落就搁无去即马搁来看搁无去，搁来搁看，这样会不会很简单可是要了解说虽然这个做这么简单，一定要经过个阶段，这个阶段一做了以后，他那个本来很密的那个杂念就愈来愈少，本来足多愈来愈少本来足强的愈来就愈无力，只要你肯甲伊关照，伊就安尼迄结果伊就愈无力规尾无去咱的迄个轮回所带来的迄款迄个念头迄种还开关照，用了走了这样会不会？有没有想做可是各位要了解做这个的时候就是做这个，不要你在做这个的时候想想我做万两放下，不要搞这会然后万两下做一做我跟念头各位只要听那个那个金录音带听到有那个讲心得他说他讲的方法足多才会做多一个做到尾大家都做，大家都不好
所以一定要单一万年万象就是万年万象观到杂念就是观到杂念，耳根圆通就是耳根圆通，单一你要做别的要分开不同时间来做才可以，袂使拢各做伙各做伙到尾你谈到也拢无成就。有我真咧做做到无一项有迄个效果出来。你若分开做大拢有效果。你会知影讲，无做之前的情形，甲做以后的情形，你家己上知影。一定绝对无共。所以给我们有那个信心。所以各位在做的时候，一定要把那个修持的话分得很清楚。看要做啥就做啥。我们人都是有一种那一种那个同一件事做久会疲惫对吧？你当那个疲惫心来的时候，你就放下，卖个做因为你个做下去，你对这个法门会产生厌恶，那产生厌恶就不好了。所以我们在那一种很有力道之下来做，就欢喜做。那在已经无力的时阵，放下酝酿的能量，这样会不会？所以修得很快乐，对不对？我们就可以选择法门了修得很高兴。所以知常了以后我们也就可以恢复到佛性的光明。那么不知常呢妄作凶假如说我们不知道这个常住的这个真心佛性我们不了解我们呢这个在凡尘都不按照这个真理来行持，这个叫做不知常。我们凡人呢大部分都不知道不知道我们有那个常住不迁的那个不生不灭佛性本体都不知道，不知常，所以才妄都做出来那个凶就是负面的啦，就是我们造业对众生不利的那一些都叫凶，妄作凶因为不常才会做啦，知常的话就不会因为假如说我们知常的话就会知道说原来呢全部整个众生都是我们灵魂同体，都是同体的，没有分别没有分别我们就不会有强烈的那一种排斥别人啦因为脸都是一样，我们落入凡尘整个这个脸都残缺不全，那我们是要把它修到完全，让火焰呢完完整个脸都会圆满，就是要这样子而已啦，所以我们就是不要落入那个不知常妄作凶我们看看这个社会人士是不是做那个负面的比较没有研究啦，做负面的都会比较多啦可是我们按照性来做的话那都很理想能够发挥良知良能做出来我们都会很理想感觉很温暖所以呢这个讲老子讲说不知常妄作凶。那么知常容，假如说我们能够呢知道这个常住不迁的那个真心佛性就能够容容就是容纳就是我们可以容纳所有的万事万物，什么代志拢我都容。所以或者就讲说老祖师献给我们看大能容了却人间多少事然后满腔欢喜笑开一片古今愁这个度大能容所以老祖师这个显现给我们看，我们现在凡人都是穿的非常的端庄，可是心地就不好老祖师现的就是衣冠不整，可是心地就是很好对不对？跟我们点说你得做就会
哦，唔通做唔对，该注意的拢无注意啊，无注意安尼，足用心的啦，所以用错心，别人是搭错车啊，我们是用错心，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这个容纳很重要，只要我们有那个容忍、容纳的心呐，只要都有了，我们就能够了解到什么事啊都可以化解掉，不会有那个瓜葛，不会有差。我们心一起啊，跟人不合的时候，那会都起摩擦，那个就是没有容了。没有容就是因为不知常，不知常呢，就不能够容，能够知常，知道常住不迁的那个佛性啊，就都能够容纳，能够容纳呢，就什么事情都解决了，所以这个字很重要，容。一容啊，什么事都没。容，了解意思吗？容纳，就是都能够呢，度大能容，什么事你都可以把它消化。容乃公，我们能够容纳，才能够公心一片。要能够呢，整个啊，呈现呢都是没有私心。都是跟真理相合，那个就是呢，那个容了以后啊，就跟那个公，就是跟真理呀，公理都符合了，所以呢，这个容乃公啊，都有相连贯，知道常了以后啊，就能容，知道容以后啊，就能够回到真理公，公理一片，所以我们可以说。知常容，容乃公，然后公乃王，这个公啊，公理一片啊，王，那个王先生不是说国王，不是说呢那个统治者啦，那个王啊就是山，山，然后中间一，对不对？就是一贯三，一就是道，三就是三界啦，那个道贯三界叫做王。这样了解吗？道贯三界，道贯通三界，叫做王。所以我们时常都听到说内圣外王，有没有？时常听到，对不对？那我们把那个外王的王啊，怎么样去解读？内圣外面得来做工，是吧？是不是这样？所以以往我们对那个外王啊，那个王怎么解读？那去他信，我们一定会想啊，既然当内圣外面就可以国王，文字就这样很有意思啦。可是不是的那个内圣就是我们内心到达已经修持到圣人的程度，整个就是天性都能呈现，这个呢那个道发挥出来都是德，整个都是德，道德，所以呢就已经内圣都具备，然后内圣具备以后你表现在外面，成以中呢就显以外，所以外面的一切外王就是那个道可以贯穿三界。就是我们那个内圣的道可以贯穿三界，了解意思吗？内圣外王，所以是变说公乃王，那个能够公心一片就能够道贯三界，整个三界都是道能够贯穿。那么王乃天这个王就是始于这个天。天呢就是天道，所以我们要了解我们要了解说这个天我们天性天道就是始于我们那一个主宰我们整个身体的那一个佛性叫做天，
所以我们的天啊，天性都把它能够整个呈现恢复。所以我们要了解说，那个颜回他努力在做的，要恢复克己复礼恢复那整个的那个天性，它整个天性都能够呈现恢复，所以都已经克己复礼，恢复到这个天性回来。那我们最不容易就是对自己那个自私自利非常在意着重，看得懂，所以克己克服自己就克服不了，要克服自己的那个私心都克服不来那颜回他就是努力做到克服自己，因为这个身体的自己那个是天地的物质，所以都假的不真。那真的呢就是佛性，所以他努力做克服克己复礼，已经恢复到都跟真理相合了，所以到现在我们都记他。或许都讲我们祖先大概第4代，咱都唔捌伊什么名。第1代咱老爸老母老爸知影，搁去阿公知影，搁去祖知影，搁去唔知唔知你看这几年，咱老爸讲做安尼几年，100-200年嘛因为到即摆偌久，2000几年对无？2560年的，大概2500年左右。咱今年搁捌。跟咱也无亲家关系所以就是因为他的那个方法值得我们学习，我们可以以他恢复到天性，他恢复到天性以后配享圣庙，当护圣，以后现在大陆不是在盖庙吗？以后要供奉那个供上要供奉那个佛像。咱这样努力在度化众生的人，以后就是会在那个庙里面的那个供上去做了，认真做，这济条了，或者说没有生值得本那济袂条，用百元跳跳刀，挂落来所以我们了解自己呢要努力对吧？往来天，然后天来道。这个天性就是道，就是我们呢不生不灭那个佛性本体，发挥到整个那个宇宙大地，全部都是我们的那个佛性本体已经发挥出来，所以用道来称呼比较广用我们性来称呼呢，都在我们人身上比较狭隘然后用道虽然它是一样的啦，可是那个角度那个诠释那个意义不同。那么道呢乃久进入到道这久永远都在就是不会消失，所以这个道乃久长久都长久在这个凡尘陌生呢不歹，就是呢我们这个身体都没有不会危殆不安就是不会有危险，到我们身体消失前都不会有危险，就是我们发挥天性了以后你在凡尘生活，不管是年岁多少，一直到身体我们寿命已经到了身体要没有了都不会有危险所以讲说呢陌生呢不歹。我们这一章呢总算讲完了，还有12分半，来给各位呢这个发问问题，要踊跃啦踊跃发问。好，请说。讲师好，刚刚有说我们就像那个主人一样住在家里那个强盗了，他那个小偷来呢，
但是有一则新闻就是说呢，那个小偷已经进来了，结果呢主人回来了，然后小偷请他原谅他，主人没有原谅他，那个小偷就拿那个刀子扎了他，那怎么办？啊，请坐。这个是实以个案，就像我们是在对峙的杂念，可是，在对峙杂念的过程之中啊，我们竟然起妄念了，了解意思吗？本来是在对峙杂念那个是小事啦，结果我们起妄念，那个就变大事了，是我们起心动念起的。所以那个小偷就变强盗了。本来是小偷了，你今嘛起心动念就变强盗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凡尘的变化就是这个样子那个人心变化很快所以也都不固定了，就在当时的那一种他的心态是讲怎么变化，他怎么做。有时候要了解到说有那个瓜葛，有时候有因缘有远因有近因，促成汇合在一起，然后发生事情了。我们要了解不是说凭空这个发生的啦，都会有那个因缘。然后我们要了解这些都是小事完成时。我们不要让它进入心坎，我们进入心坎的话会污染我们的灵性我们不要让它进入了解说这个都是尘垢，把它清除掉了，这样会不会不要让小偷变强盗不要观念杂念变妄念，这样就愈行愈退啦。还有吗？好，请。演讲就有两个问题，我想请教一下。那有一种说法就是说，我们的观是正。那上礼拜我们讲说方便法，我们讲学观也是我们佛性的时代，但是有一种方便法说学观既然是正，所以既然是在用右手指点的时候，左手还叫我们要登堂入室，所以代表就是说它应该是在更深层的里面。那医学上也有讲是松果体，就是我们玄关距离跟我们冥王宫垂直的那地。那这种说法，后学在英语的时候，老师也曾经这么讲过。那这样子这种说法，是不是另外一种讲法？这是第一个问题。好，我们要知道这个，我们最重要就是接受这个祖师的这个受记。祖师一受记他一定就是从我们这个血管这个地方受记。那我们要知道这个很重要，最重要的就是一定要把我那个灵性的正门就是打开，要受记然后往后的修持是我们往后的事所以我们要知道说，或者上个礼拜也讲过。我们身体的部分受伤身体的哪一个部分不舒服都不会马上要人命只要我们玄关一受到伤害，马上要命所以那个地方是最重要是我们灵性的居住地因为我们要知道说我们开始的时候修持就要凭借一定要从玄关发挥。那我们修到已经进入状况了，已经进入非常熟悉那个状态的时候我们才要整个那个佛性不局限在身上那玄关就玄妙的关键。那玄妙的关键就是我们常有跟常无那个不生不灭佛性本体。佛性本体不只有在身上。它是整个充塞整个宇宙虚空，如如不动。那我们一定要到达这一种充塞整个宇宙虚空如如不动的这个佛性本体。所以那个时候是已经经过一段时间修持，
我们才把身体放下。那我也都讲，二指生光为什么被这个砍头的时候啊，他讲说将头临白刃，就是白刀，犹如春风。他为什么会那样走？假如说是极限，我们佛性是极限在显观，地上的细体啊，模糊，对不对？他不会说犹如展春风的。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那个开始的时候我们呢这个从显观的修持，那个一定依赖的地方，然后呢之后我们研究了深入了以后，才了解说身体呀构造是天地的物质，是要众缘际会就有用的，不是我所有身体全部都不是我所有，我所有的就只有不增不灭的那个没有形象的觉，那个佛性本体，只有那个。那只有那个的时候它很奥妙，所以老祖才会讲玄之又玄，重要之门。我们要进入玄之又玄，不能局限在一个角度，不能局限在一个现象。我们要使它拓展伸展到整个宇宙虚空，非常宽广无量无边的，都是我们真心佛性不只有在身上。这一定知道说，我们凡人假如说没有经过受记，没有经过我们从显观来修那个都不踏实，不实在你修的再怎么好，认识的再怎么深那个都没有办法回归到本位，不承认，上天不承认，了解意思吗？所以这个很重要一定得要求道，一定要打开我们那个显观那个正门要打开，一定呢要从那个地方开始修只要我们一守闲了妄想杂念全部消除，很快的。各位有没有做过？很快杂念妄想都没有了，那个就是守闲。只要呢肯做已经可以这个心清下来的就在往前进，不能局限在身上而且或许都讲，我们假如说这个守闲的时间太过于长久，因为一守闲把全部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头部那我们整个头的微血管都充血。这个时候假如说我们来个突然很大的声响，我们会吓到，一吓到以后我们假如说微血管内各些人会怎么样？就变中风了变那个嘴歪把揪抓一卡进去了。那我们修到这个样子就不好了所以在我们已经没有妄想杂念了，我们就要让它回归自然让那个血液循环的都自然这个呢我们已经到可以妄想杂念去掉以后你不要长时间的守在显观了那个会出问题的这个以现实的来说我们用真理的用现实的我们都已经融通了，然后呢从那个初步的然后修到深入的也都通达了，这样才成就了那讲第二个问题那刚刚有说那个松果体那个说法，这是第一个问题。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后天会有人是他讲说我们要玄观要吸收天光，就是靠玄观的呼吸方法。那这样也是跟有讲师讲的，就是说下丹田可以会打通我们的脉络，这样子也是蛮连贯的。那这样玄观的吸收天光方法，不晓得有讲师觉得怎么样？好，请说。我们要知道我们那个佛性本体它都缺没有剩余但是也不缺。那我们说
这个下面会热热的，帮助我们脉络啊打通，那个只是身体健康而已啊，心健康啦，我都会有安尼俩啦，哦，所以要知道啊，那个对我们这个佛性本体啊，它并没有直接的的影响，只是在你身体状态很舒服的那一种情形之下，修行法会比较如意啊，身心如意所以我们了解说，不用我要接这个日月精华得这要喝不用了，佛性本来就是主所以不要接受外面的什么东西啊，不要有那个念头，我们有那个念头就叫妄，都不真的了，我们本身都缺本性里面都不缺了，唔免讲要去修什么天宫，唔免，不用，不用，只是那个是一种集中精神，摄我们的心啊，收摄那个外方的心回来，导致有那个功夫了。不要去想说我要接受外面的什么东西，要，那伤济，这想了伤济要安怎？要摕到啦，甲储存起来。都不用的，那个都不用，我们不缺了，活性都不缺，没有剩余啊，也不缺，所以不用外来的东西，它本身发挥就可以了。还有5分钟，还有吗？好，请说。那个刚刚慧姐看到那个说复命约常，那个你讲说常住不迁。对。那个迁是哪一个字啊？迁就是迁移呀，咱咧搬厝要迁移那个迁。最后那一句或是不带那个。对，那个就是危险啦，那个带就是危险，不带不会危险。可是我们这边译是一个墨字。我们这个诗都很多字印错，因为或许跟各位讲过就是用背的啦。以前都拿那一本那个黄在看那一本《道德经》来背像那个《金刚经》或者是用背的，拢甲背落来。以前那个就是笨的方法，背到尾来讲，我安尼背那拢也无作用啊。才放掉，说不行，一定是要了解里面的意思。了解里面的意思重要，会背没有用，所以才没有再背，才把那个背的只要放掉。可是已经有印象了，所以只要你印错，我一念说不顺不对，会知道。还有吗？还有3分。徐讲师好。有听前辈问说，我们做这个万言放下，到底是眼睛要睁开，还是眼睛要闭着？那我们的姿势是要坐着呢，还是要用什么样的姿势？好，因为这个做万言放下，它没有局限我们什么姿势啊，看我们的习惯性。因为一般都是眼睛闭着了，比较容易做了。眼睛睁开精神容易被外面景象引诱。我们假如说已经都睁开很习惯，不会被景象引诱，那你睁开也可以不极限是睁开眼睛或是闭着眼睛，不极限是坐着或躺着，只要你舒服了，感到舒服，可以长时间来做就可以。还有吗？还有2分。要问，因为各位要听那个台北那个《金刚经》的录音带，不是猛个就热泪有你就知道要问，一点点不一样就要问，那个问的才会了解说差别还很大像昨天他们就问说，我听到下一个研会7号知识的时阵，再来回归本位。我说是呢，是要修正呢。你不是说7号知识得让回归本位呢？在那时候一样修正，修到已经都没有
残缺了才可以呢。不是讲去有知识的当回归本的呀。我说那是只有不用受记而已啦。是不是问得在？伊讲我再讲你有问，无你直直等等到后一个晚会佫回归不了。好，请说。是那个西方28代祖师跟那个达摩祖师有没有同样一个人？那个西方第28代跟我们东方第1代那个是同一个人，同样一个人。对啊，有的诗写出来不一样。可是我们要了解西方第28代祖师就是达摩祖师，然后他那个，因为那个时候印度的生活非常富裕就像有点像我们台湾现在这样，修好拢无想要修道啦。然后那个达摩祖师说我这要甲道佫传去要安啦，所以老水还潮。看我们东方热气冲天嘛，爱把迄个道佫得回来，还有咱中国，是我们中国第1代的祖师，是同一个人。下课。各位讲师、各位坛子、各位先贤，大家好。或许占道天师的老先生大德，以及感谢各位先贤姐或许几位学讲。我们来讲这个17章，对不对？知有章。知有章，这个知有各位先贤，知道我们有什么？对，第一个呢，很重要的呢，就是知道呢，我们有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而且呢，它都长存，永远都在，我们要知道有，然后还要知道有，我们有什么？要知道呢，我们有脾气毛病，有没有？所以呢，这个知有就很多的这个内容。那或许呢，就是想跟各位讲呢，或许一段呢这个过去。或许民国60几年的时候给这个前人陈大姑开车，他到呢这个70几年的时候那个大姑把道呢搬到这个国外，搬到国外的时候大姑呢就到出国了，到国外去了。那或许在台湾就闲着，然后呢那一个陈姐就是开法会就没有把行李带回家的那一个陈姐，就卤了一窝的那个塑料，然后呢就跟或许讲，说呢开车送他到这个湖山，因为前人住在台中区那老前呢住在彰化湖山，那要或许开车呢送他过去，我说好，然后呢就送那个陈姐过去了，然后到湖山时候老前呢就坐在祖师祠的前面，用那个圆板凳带一个斗笠，旁边都没有人服侍，就只有老前一个人就坐在那边。然后那个陈姐就把那一锅卤的东西就拿到厨房。可以有去过湖山吗？那个厨房就在旁边，对不对？离那个祖师祠还有一段距离就拿过去了。那拿过去的时候就剩下后学跟老前人。那后学想说，我应该要进去参加，对不对？他就给老前人说，您老后学进去参加。老前本来坐着嘛他站起来，站起来后学就在看老前人冲下，竟然打毛巾了。后学说，
您老后学自己来。老先生说您来是客，就给后学打毛巾了，然后后学就去参加。那参加呢，这个出来以后啊，向老先生说，您老乡您顶过礼，本来顶礼呀，就是要五体投地啦，可是我们用嘴巴讲。那假如说呢，我们是面对等下师的话，就说等下师向你参过驾，是要这样这个前人辈就要说顶礼。那老千又走去那个茶几旁边做什么倒茶。那后学看到说，你老后学自己来，一样，那一句话，你来是客。那所以或许不是鼓励我们大家听那个《金刚经》吗？有没有？所以各位学姐，老千这个动作就跟《金刚经》那个释迦牟尼走于慈波，入社会大乘起时，那个完全是一样，没有我相，没有法相，没有非法相，修到已经最高的程度。或许说，老千呢，辈分在道场中是最高，他很拼命。可是老千没有说我是老千人，然后自己来，有没有这样？没有，老千人给或者打毛巾，给或者端茶，是不是没有我相？没有说我是老千人，没有我相，容不容易做？我们各位同学，我们想一想假如说有一个人他进入佛堂，他的形象很邋遢，地位身份很低，我们肯给他打毛巾吗？肯不肯？真棒，肯。放下身段，没有我相，很不容易做到所有了解我们那个内心深处都有自己衡量，家己我管我给，有没有？我管已经多高了？所以或许那个时候就老千修的程度真的是高，没有我相，然后要把那个我的形象去掉，那个法他也已经都不做到，没有法相，然后呢努力的在生活之中呈现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那个非法相也去掉，所以这个呈现都是佛性本体。我们很庆幸有这么一个老子带我们走入修道的道路到了殊胜，就这么殊胜。所以各位，我们手上不是有3张讲义吗？那个是或许知道看到好的时候把它抄录下来。那因为或许都没有留稿，这个是道清他拿到以后他把它拿去护背。那这3张呢，就是不知道怎么跑或许家里来了，进来说这，然后看一看说我这那家伙，所以就把它拿出来印了，要送给大家。看一看说呢，我们要怎么修？这个呢是那个内容怎么修的内容非常的深。那后来呢就要道清把那个，因为有整理了，有护背了有整理出来整本。那或者一看说我们可以来印送给大家。他说这一次要把它带下来，里面呢有一些都比较好的啦，因为他全部都收集，只要说谁写的全部都收集蛮多。然后或者说有的比较这个殊胜的好的那签总共有32张，那就集成一册啦。那或者说交我们这边影印送给大家，所以我们就可以要努力修的话，可以参考这一些资料。说或许这么长的时间一直在钻研
到底是在钻研什么？就是这一些啦。那我们能够进这一种那个很深的我们那个法性对修道来讲，对很有把握。那所以或许在70几年的时候啊，那个时候长时间给这个大肚开车，这个后来因为自己的身体也都不是很理想、很健康了，看起欠啦，可以说都是意志力在撑啦，拢迄个意志安尼硬安尼撑过来，硬熬过来啦。所以到后来的时候啊，不行了，出状况了，就是心律不整。那个时候啊，去照了心电图没有一个平均的，高高低低长长短短。然后中间还会停下来，停下来，平直的，然后再跳，再停下来，再跳。那前人说，你就到埔里去静养身体100天了，教后学去那边养生了。所以那个时候啊，我学就到那个埔里去。既然是去那边，那个时候，天眼佛院还没落成，落成是已经民国77年，可是那个时候大概是70时候是75，还没到77，还没落成。所以底下有那个养老院，养老院有公会跟私会，公会的就是我们道亲去住不用钱，私会就是要自己出钱，而且就住在公会这边。就在那边养生。那因为天眼佛院还没落成，可能楼还没盖，所以老千都在护生。可是他会时常去那边看那个天眼佛院那个盖的那一个进度，他时常会到养老院那边去休息。他看到后学的时候啊，这个跟后学讲，白天不要睡觉。那因为是身体嘛，身体就状况非常差啦，真的都是天旋地转。老千一回了以后要去睡觉。隔了一段时间，老千来然后这个旁边也都无人的时候都跟我讲，白天不要睡觉。我在想说，我脸上有也白天睡觉。然后老天回去玉山了，实在是想说好了不要睡觉，可是那个身体真的不行了，要起来困觉后，要去睡。第3次来要跟我讲，白天不要睡觉。我想说老天这么慎重的跟我讲，我说好，我真的就是想办法不要睡觉。然后就在那个埔里那个仁爱之家有那个花圃，那花圃都会生杂草然后我就在那个太阳底下去拔草，想睡的时候就去拔草，这样会不会睡？有想睡觉就去拔草，那个1个礼拜真的很难熬那种会偏的。那个走路都那行不拢会偏。然后经过1个礼拜以后真的把那个睡觉克服了，把睡觉克服了没爱困白天没爱困然后老千又来了，大概我那个白天睡觉已经洗掉了。老千看到他就点嘛，就没讲话。所以或者就讲说，我们那个习性习惯性这要改是很困难。不过只要我们有心是可以改过，可以改掉了。所以后来看到人家白天睡觉一个就，真的是被自己的习性打败了。或者就体会
我们要说克服困难，最怕的就是什么？各位姐，我们克服困难了以后啊，最怕就是什么？骄傲。因为你有办法克服困难，你看到别人没办法，你就会笑人，骄不骄傲？所以这个最可怕的。那或许那个时候就发现，不能，那个只是一点点而已，无咧困，人足侪人，你想到无咧困，为生活打拼的人啊，他有在白天睡觉吗？完全都没有机会睡觉。所以那个白天不用睡觉，我们有那个习惯性才会说克服高兴，人家本来就没睡，对不对？所以不要骄傲，成了就好那我们自己说，可以的有什么呢？不好的习惯也一样可以改过来，所以那个时候啊，我们就这个修道还是有那个内容的，修道有内容。然后到这个天野佛院成啊，那个时候啊，或者说，还不行呢。本来说100天嘛，100天都还没调养好，第二个很虚，身体很虚弱，都还不行，还不能去开车了。那个使命任务很重大，不能有那个恍惚的时候，说不敢出去接了，干脆家去赶快都在天佛院。反正吃饱都没代志嘛是不是很舒服啊？就在那边。然后呢，那个天佛院落成了以后，然后我们很多钱等下是讲师啊，都要花心去照顾天佛院。然后谁说我这款辛苦没堪的，所以都没有那个意愿，没在想。可是老钱就是指着后学说，你来管理天佛院。然后我一听了说哇，跟后学讲说你出去也是死啦，你在这里也是死啦，你把这里管理好就好了。安尼孙总跟我讲，我竟然管到这边来了。我们要了解那一个就是啊，我们应该做什么事都投入。可是天佛院太大了，有7甲半，然后我们才3个人或许有，然后一个会计跟一个义工，3个人要管7甲半。那个工作要刚好是落成很多那个花木都要照顾，要浇水。就是很忙。今天跟或学讲，说你不要做，你就好，叫别人去做。那或学又是喜欢身作则，不会说自己不做，叫别人做了，我们勇敢地做，这个拢所以我们道场的就是，你若要做就完了，你若唔做无代志啦，对不对？所以你就是要。就自己斟酌衡量，能做呢就多做，能做才是福啦。我都做就是福。所以因为在管理这个天佛院，所以因为那个时候都会省钱。那个工程完成了那个鹰架还拆了，刚好要办那个法会，那或者说那个鹰架不好看，就说把鹰架拆掉。因为久迄烟线拢烂啦，你鹰架竟然鹰架车，咕噜，迄烟线断我就摔落来，鹰架就摔落来。加在无摔到下骹，摔到下骹都大石头，迄一声就已经死翘翘。我就想说，都49岁，因为或许都一直记得那个寿命或许的寿命10岁，我想我大概这个时应该爱回去
不过那个时候，过去有迄个无灯的迄影像割掉咧，啊无死啊，无死吼，倒亲要甲送去医院，我唔通甲去迄个迄病，迄那送去拢吊电梯啊，嘿啊，我倒点吊电梯袂好，讲你敢来迄个拳头塞呀，我来有拳头塞桥。然后那个因为我到仪器的时候就先问了，我你倒一个拳头塞较高，他们都有口碑了，就有一个功夫很好。然后送到那边的时候他在问我，说你身上哪边痛？我说我这痛是会跑啦，都只痛，这么等的就是不是，走去别位咧痛，规身躯咧走啦，那个痛没有固定的地方。然后他就问我说，那你什么时候摔死？我说早上10点半。伊安尼骨机一算算一算以后就用那个针头用食指抵迄个心脏这个胸部这边刮下来，他这一刮全部的痛就集中了，身躯拢袂痛，干那遐，伊刮到的地方咧痛，干那迄个所在。然后呢讲说这简单啦，上药食就好啊。就拿那个伤药给我姐吃，胶带爱配米酒讲哇，我阁上惊酒。伊讲这若无配酒袂惊气，效果都打折，无遐尼好。当我吃1个礼拜以后规身躯拢无力，连要爬起来都爬袂起来，行路都袂行。就是就是很难过呢。拢唔敢吃，伤药不敢吃了。他不敢吃他也跟我讲说，安尼疫病会转掉嘞，会掉身躯啦。那个时候真的就是整个那个身体状况都很差。可是毕竟还是活着，那个活嘞，他会喘气还做行亏那个地方很大，工作很多，就是这样一直这样一直这个撑过来。那撑过来呢这个老天那个时候已经呢感恩楼盖好了以后就知道那个埔里了，就喜欢那个地方是在那边。因为那个时候或许就住在那个天眼佛院的相反，地方是很大，他很多前贤呢都这个争着要跟老天住在一起，然后也没有那个心思，我大遐已经真舒适啊，唔免去耍。那老前人所有咧生的人老前拢不答应，就指着我说：“你来住。”讲叫我感恩我真的要感恩，就跟老前一边。感恩我们面对感恩楼就是有2个房间一个是老天住，一个是或姐住，就只有我们2个住，住在感恩楼，所以因为或者又体会到老天修的程度很高，很多都不用讲话，都用那个心里面的默契，就会知道要做，事情要怎么办，都有那个默契。然后老先人在民国84年就归空，空之前呢，老先都讲我们一个人办一段了，那他办的这一段老人家办的这一段已经结束了。那或许那个时候因为有记得老先交代，要把这里要管理好，就是天眼佛院要管理好。因为形势比人强我们人事的摩擦，就使那个或许没办法待在那边，所以或许就想说我们这个兄弟姐妹大家有缘一起修道办道，都是很幸福那个机缘很殊胜，所以在相处中办之中不要互相这个摩擦，不要互相的攻击，一定呢要互相提携
互相的照顾，这样才对啦。哦，足侪拢安尼哦，为讲再讲的，互人安尼大心开直直舞，然后等下到厝的吼，爱几啊天的时间吼，才遐气才消会了。我们为什么做这个工作？造罪呢，还是在行动？哦，可是我们都不知道呢，讲话都很容易出口，哦。现在公共啊，互人气到要死。我们有没有做那个工作？可能就是有，不敢回答。哦，我们在生活之中呢，要了解到，人在一起啊，很难得，要互相鼓励，互相提携，不互相攻击，那个对我们没有利益的。人啊都会过去的，一口气不来啊！你若搁互人安尼要死才等你，安尼好啊无？得爱让他或许去大家感恩，很感恩啊！有这么多人互相扶持，互相帮忙，互相提携，非常难得的。所以我们要了解到，人与人相处啊，都是缘分啊。我们要结个善缘，不要结恶缘。所以那个时候，这个老天一走了以后啊，或许不得不离开了。那离开呢，天人佛院的时候啊，真的是很无奈。因为天人他呢再三交代，要把那边看好，出来也是死的。可是那边不让我死在那边了，就出来了，然后出来以后啊，或许记得，就是因为或许的户口就是在跟大姑在一起啊，他要迁到那个或许妹妹的佛堂因为或许就回来的时候啊，就住到或许的妹妹的佛堂，桃园龟山。一想到桃园龟山，那个我妹妹跟人家介绍，恁哥哥咧，阮哥哥即马住伫桃仔园，伫个山的啦。然后我一想，对我住的就是桃园啊，又是龟山，住伫桃仔园，住伫个山的。然后就是要把户口迁到我妹妹那个佛堂，然后在北屯啊，那个区公道，竟然那个四线道的马路啊，我走不过去，走不过。你看那个身体有多虚，然后就等去走到那个红绿灯那个路口去等，一个绿灯大概它最少都有60秒。我60秒才可以走过2个车道，到那个中间来道，然后在那个中间安全岛再等下一个红绿灯，等绿灯的时候再走过去2个车道，这样是不是很差？身体状况很差了。然后把户口都迁到或许那个妹妹的佛堂了，已经迁回来。那身体就是这个有道亲来，或许妹妹去上班，就只有我们2个人住了。我跟我妹妹2个人住一个佛堂。因为所有他们那一些坛主啊，都嫁人的，都是合伙在一起集中然后开设，拢嫁啊，拢已经拢出去啊，剩妹妹咧住，甲我2个，然后有道亲来就连要起来给他们开门都拖命。所以这样也道亲的那个观感好不好？你修都那修到安呢，很不好，对不对？可是那个时候就是没办法。那或许也是心灰意冷。他想说老天讲，一个人办一段，大概我这一段已经办完了。我也不想治疗，所以那个时候都没吃药。就是遇到苗栗啊，指明宫
有一个正讲师啊，他呢是当呢医生啊，当那个针灸拔罐的医生，现在是我们中华民国针灸协会的理事长，他也去大陆这个拿那个中医的执照，也可以在大陆行医呀，在大陆也有一个名分，也蛮高的，那他呢，因为带很多的外国道亲啊去天佛院，那带道亲到天佛院啊，或许都会简介，然后时间有啊，会讲课啊，会向他们讲课。那一个那个正讲师啊，郑医师呢，他就陪着他们听后学简介跟讲课，这样认识后学。他说我的观点都超越一般所讲的，所以对后学印象就很深了。然后知道后学已经不在天佛院，已经呢回到这个各的那个搬到区域啊，他就享受跟后学联络了，他就交代他们那个指明的那个前线来跟后学讲，说找他了。然后后学说不用了，不用，不想没想活了，所以都不要牵缠挂碍，都不想了，那个时候呢，因为那一个那个郑医师啊，他花心很大，大到什么程度？就是让他们的点安师去外国看到，那个经费啊资源，他自己金全部都把他所有的拿出来，还向别人借钱给他点安师去办。你看是不是尽心尽力所以我们要中道而行啊，这样的话他是不是负债？负债是不是要还？要不要认真去赚钱啊？要还啊！他就努力在赚钱。努力赚钱的时候呢，我就想说我们不要麻烦别人，所以我都不去了。然后呢，他后来交代一个比较亲近的他那个前线人来跟后学讲，说我不去找他的话换他要来。后学听了说唔通，伊当咧欠钱，爱互伊趁钱，唔通互伊来。那后学跟我们讲说，好啦，无咱来拖命啦，看这就好啦。然后去了以后他就一直这个人说呢，说你都爱治疗啦，治疗好啊，也年岁不很大啊，都可以来这个练很多呢，这个道经啊。就在那一种情形之下，然后学好了，那治疗吧，就拔罐。各位有看过拔罐吗？就是那个拔罐拔罐杯啊，扎一扎然后把那个里面的淤血都拔出来。然后后学看到那个拔出来的淤血啊，跟那毒会给。各位有看过那狗洞吗？那个血就好像狗洞，不是会老的啊，是这样的规格啊。他说这一种状况啊，那个药都没办法来改善这一种情形。有什么仙丹都无法度把迄肺给变做安尼会老，就那样把它灌出来的血就是那样。身体怎么会好？绝对不好他连续3年，不能一次全部拔光啊，对不对？要慢慢一盖又一挂。搁吃挂，搁食挂，安尼慢慢的改善。经过3年，才把那个淤血大概80%都拔出来。然后最后一次就有一个那个道亲就是在他的诊所当那个作业员那个邱姐那个邱姐呢，她这个比较称呼也蛮好。有一次他到后学那个妹妹的佛堂，他说，你身体怎么？我说这个很不舒服了。他说我来拔罐。我说好啊，然后他把那个42杯的大的拔罐杯
42罐的灰，你看偌济？光那个血倒掉，插那个拔罐杯的卫生纸啊，3兜的卫生纸砌迄个拔罐杯啊，迄你42罐较倒倒的，迄一面汤底袂完。那个郑医师知道以后，哎呦，别妙，然后要了命的嘞，可是那一次拔了以后，差不多有那一些症状啊，都离我远去了，都好啊，所以还是很感恩的，还是我们道清先生救起来的，要贡献给整个我们众生。就是要，因为研究出来的这一些很不容易的，唔知拢讲到会有一点心虚啊。之前各位听是会说，哪里单位爱较注意，有没有？那个是在讲我自己啦，讲自己说你拢讲到无保留，迄拢属地袂使讲的，你拢讲出来。所以迄上天咧无你讲时，就甲你讲死。所以我讲咧单位我就较注意。那个是在讲我自己啦。所以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太不容易呀。很多那个道理呀，要讲出来你想破了都不知道。足恶的啦，一世人都无法度知影。一世人啊。10世来嘛无法度知影，领悟袂出来啊！讲会较紧啊，讲会足紧拢唔免经过时间，唔免经过头脑，知影答案。个感觉说很殊胜，很殊胜的那个真的是不容易或者讲你听金刚经那是50年的经验不然讲不出来的。你看那个一个第一分的那个释迦牟尼佛的动作，我们怎么会知道说那视线最高的佛法？假如说没有领悟那个，我怎么知道了修的程度？已经没有我相，没有法相，没有非法相，很理想的。那我们平常我们有没有朝这个方向努力啊？那就没有，唔知影唔知要安怎努力，对不？所以我们现在就知道努力的方向，努力的把我相去掉，没有我啦。咱的我就是这个身躯，身躯是天地物质，智慧风口，众言智慧最有用的，绝对不是我。所以我然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那个才是真的我就是如来，我就是佛，所以身体不是我，要把这个身体的我去掉，我相没有了，我们就记录法性，就记录我们那个性分本体都立起咱若拢伫个身躯的我，世人足紧的，目一个念都袂对不？很快我们想一想我们到现在最多年岁也蛮大的了大不大？都蛮大的了。我们怎么走过来的？都一天过一天对不对？一天过一天，一年过一年，就安尼安尼够有偌久通安尼？是不是？很短暂。我们要在很短暂之中求其最有效的生活方式。那怎么样呢？最有效的生活方式，就是努力的把我相去掉。我们要去掉我相的方法，那个叫法相。法相呢，我们努力去走，但是呢，全部不要住。就是去掉我，把我全部呢，不要留在心中。没有我了，那整个就是呢，时事古今不离当年，当下整个佛性呢都呈现。殊不殊胜？非常殊胜所以各位
手上拿的这个奖跟我们准备印的那个32张的那个等本讲义啊，里面呢都在阐释啊，是一些很深的值得我们去研究的一些真理。那我们对真理的了解越透彻啊，我们进入法性就越深。那进入我们法性越深的时候啊，我们的成就就越大。所以那个时候再回过头来，我们看看我们的生活，就会觉得说真的很虚幻不实在。那我们所追求又是很粗浅，很不值得。我们过得呢要有价值。我们到现在为止啊，过得价不价值？最价值的就是我们求道，这个最有价值。可是我们没有把握。道很殊胜呢，没有把殊胜全部都了解阐释出来。所以我们呢就是要深入呢来知道啊，我们有这么殊胜的这个不生不灭佛性本体。那已经我们轮回太久了，已经呢不知道有多少了。那个地藏王菩萨就讲，我们那个骨头啊，不是一生有一副骨头嘛，骷髅，对不对？我们那个骷髅啊，已经累积啊，像山啊那么高、那么多、那么大，我们都不知道。那我们做的业啊，假如虚空是有形象的话，业啊有形象的，虚空做不下，你看有多大？可是我们知道我们在造业吗？我们造业都不知道嘞，所以一定要了解什么是业，什么呢是我们努力值得追求的，值得去做的，一定要告诉自己。那我们都已经透彻了解以后，追求的方正确，努力那个呢知道呢朝哪个方向去走，正确了以后，我们接下来的人生啊，全部都非常有价值。都是彩色的，这样呢才不枉费啊！我们到凡尘来，才不枉费说我们得到这个上天呢这个不轻传的道，这么密的宝贝啊，都让我们得到了，一定呢要好好的修正，让我们真的可以回到本来。我们每个都是佛啊，我们现在都不敢承担啊，敢不敢承担我们是佛？勇气都无敢，迄伫内心俩啦，也未发挥出来。所以我们对真理的了解啊，越透彻越深入啊，那个肯定，那个敢，相信自己不生不灭佛性本体，那个相信已经够，力道就够，发挥出来很大的。我们人呐，这个身体呀，是非常有限度啊。可是我们发挥出来的精神啊，无量无边，它可以发挥，可以利益众生，精神是不死的，不会死，所以我们要把它呢，整个都发挥出来，身体是短暂的，不久就要还给天地啊，哪一个不死？都会死，所以我们呢，在日常生活养生，中道就好，再怎么努力养生啊，都会死的。那中道了就好，不要太全部的注意力啊都放在养生方面，因为我们不可能说这个全部样样都得到，身体也照顾得到，钱也赚得到，然后道也修得好，有这样的吗？没有办法，所以我们只用选择最有价值的，那最有价值的生活方式啊，我们拿圆回做榜样。圆回不是很贫穷吗？他不追求物质生活，他追求精神领域的充实，所以得一善千钱无因，终身无私。他的态度啊，如履深渊，如履薄冰。我们有没有学啊？没有啊，他为什么不学？没用啊，怎那没用？要赚钱啊，赚钱要创啥？要吃饭啊，吃饭要创啥？
所以我们追究啊，就是了解到，人生有值得追求的，有值得我们努力去做的，那我们就朝着最理想的方向前进。因为写诗可以说经过那个非常艰困的阶段，所以投入呢，就是利益众生，从真理来这个呢阐释让众生了解，能够走入真理，解救自己，这个一劳永逸只要你修成了千百亿化身，这个时候游戏神通不只有六通，是可以游戏神通，那个才呢真正的是无量无边了。那我们凡所有都虚幻，一口气不全部都不是我的，不要去追求那个物质能够呢让我们这个饱穿得暖有遮避雨就好了，不用去呢一定要自产，一定要有很多这个财做一个守财奴，那个都没用的啦。或许讲的对不对？对。所以我们就要朝这个方向努力。那因为有那一些经过了，我们假如说我都先安呢，无迄个是先安呢啦。法无定法，没有固定的。假如说是固定法，那么免修啊，它都固定的，众生的众生啊，福的福的，所以不是没有固定的。我们为非作歹，你都要进入三恶道。你行功立德，努力的修正可以回归本位，都是佛。那只要行善住相，去天道，一样福了。那最值得的，就是能够恢复本位。所以一定呢，要努力，努力呢来吃。所以这个知有章这样知道有了吗？知道我们可以追求的方向，知道我们有脾气毛病，知道我们以往呢很多都不对，知道我们要改过，知道有没有啊？所以这一篇呢，这个很理想这个呢知有章，知道有，那我也就想说把那个或许一些过程呢，都把它讲出来，让我们可以了解。可以从其中得到一些那个启发，互相之间就是不要摩擦，这个很重要了。我们要记得，手心要向下，不向上。我们赚钱手心都向上，对不对？急来急来，我们出去这个工作做生意是不是都急来急来，手心都向上嘛？然后我们向下就是布施了，给人，给人方便，给人呢利益，无条件的给人，手心都向下，你会过得很快乐，会不会忧郁？手心向下的人他不会忧郁，他会很快乐。我们接受人家布施跟我们布施给别人那是不一样的。我们能布施的话，是不是很快乐？那个内心的快乐说不出来的。实际去做，实际后自己呢会很充实。这样的生活就不枉费了。纵然这个当下已经这个命已经到尽头了，我们也不会有遗憾。假如说现在就跟我们讲，我们命还6个小时会怎么办？唔通我做对代志要未办，是不是这样？那我们生活在完全都没有那一种状态，就是什么时候一口气不来都很感谢，都很感恩说尘缘已了，我们的尘缘了了没有啊？还没有，还有很多众生都还没度所以要努力。那或许在那个《金刚经》的那个 CD，然后呢也有那个《六祖坛经》的也有，
然后呢那个道德经啊也有。那过年快到了，我们这一次讲了还一次嘞。各位可以拿回去哦。这个过年有亲朋好友来的时候啊，也当这盘这单哦，上好啦。就是给人说这个是最殊胜的礼物。你听了这个可以成仙做佛，对不对？只要你肯研究，肯去做，你就可以成仙做佛，所以是最好的礼物。所以各位就是要带回去，把它呢。好好的发扬，自己也听，也这个亲朋好友也听，自己做，亲朋好友也做，这样这整个娑婆世界就变成莲花帮，是不是呈现的很理想，对不对？所以别人做好不好我们不要管因为呢别人行功益德不分给我们，造了罪我们也不用去担，所以不要检讨别人检讨自己就好。检讨说我有没有犯错，身口意这个三业有没有这个才是重要的日常生活之中呢都很重要。那我们呢这个标题知有章知道有了知道有佛性知道有脾气毛病，知道我们该怎么做了那我们底下呢就看那个里面的经文太上不知有之那个又下知有之又是印错了所以各位就要了解到这个印印刷这个没有校正唔对拢甲印出来，咱一个看又注在文字上会叫怪异的拢叫怪异所以那个太上不知有之那个我们要了解到，这个就是呢佛性我们在凡尘应用，应用到呢最理想的状态，我们都不知道有佛性在，那个已经整个呈现了，我们都不注相，那整个所有的生活都是在当下，所以不知有之，唔知影有啦，唔知影讲有佛性。是不是最理想状态？那个知道有了那一种状态就是最理想。像我们现在说社会上推广有爱友好那为什么要推广友好？就是很缺欠对不对？因为它很缺欠才要推广。所以我们在凡尘看到在热衷什么就是那个最缺了，胸腔，拢欠所以都要推广。那我们呢全部都不推广，就是因为大家拢做会到，大家做会到的中间理想的状态，整个那个行善都呈现，那个叫太上不知有之那个就是呢以那个现实来讲就是所有的历史文字都没有那个之前就已经我们佛性在了那个太上，那底下有历史文字那都不算太上了，就是已经很后面，所以会学都鼓励一定呢要拿那个道德经的讲义回去看，拿那个金刚经的讲义回去看，各位有拿吗？有。有看吗？有。不能只有嘴巴讲要实际的拿回去看，然后呢用一点心，因为那个角度就是理论那理论我们也要站得住脚那我们现在讲的是实际的生活，那实际生活我们也要融入融入真理，跟真理相应所以理论也有以理论做根基，然后以实际生活我们去体会这样呢就很理想不会偏颇我们在凡尘都很容易偏偏在一边，而且又偏得不知不觉自己都会这个护恶不迁，那个护恶不迁怎么写？耳朵旁不是
护恶不迁哈，那个护就是我们的那个父亲那一个我们说失掉那个父就是失掉父亲，那一个父，那个意思呢就是我们这个葬事刻写啦，刻什么写？刻咱迄段我的生前安呢，刻迄个写啦，刻写护恶，把那个不好的你都不持，然后不改过。那个迁护就是一个立心边，然后在一个古时候的古护，然后迁呢也是立心边，在一个英俊的俊那个人字边换成心字边立心边，护恶不迁。我们有没有护恶不迁？自己不对了，知道了不改，有没有？不但有嘞，还蛮多嘞。拢家己想唔对，但是都不爱改。咱考试什么不爱改？考试咱的生活习惯，就是既得利益啦。来改过都拢利益都拢无去啊。所以就不改。所以我们要理到，我们很容易犯的这个毛病就是护恶不迁。知道是对，可是不想改。这样呢，可以成仙做佛吗？袂当去做咯，因为咱的佛性内底无这个代志，无迄个讲咱的习惯性强过我们佛性的，没有啦。所以一定要把那一些呢习惯性不合真理的去掉，去掉以后会很高兴或写那个除掉那个白天睡觉，所以以后我们脸上不要写着护恶不迁，像或写那个白天睡觉，老千一看白天不要睡觉，或者一直在想说我面也无写，你哪知我伫写咧过？为什么会知道？所以各位贤贤，努力修持的话，进入法性，你进入法性真正的能够深入了以后，你静下心来，你前面的人他整个什么活动，心什么状态，一做啥，什么行为，完全你拢知影。只要你肯进入那真理世界就会到达这个状态，奥不奥妙？所以殊胜为什么说道殊胜？都是伫家啦，唔免看，你咧做啥，你家咧看，唔免家跟踪啦。只要一静下心来，你所有心里面想的，你所有行为，你所有做的一切整个呈现，拢唔免你讲，拢知影。所以我们就有那一种这个能耐，我们心目之中就有这种力量，可是我们都没有发挥，我们用错心了，我们把心呢都放在追求的名利，所以这个就没有，这个功能就没有。那只要我们把名利呢放弃不追求，那个都虚幻不在，我们要追求实在的实相。实相呢，就是我们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只要你肯进入佛性本体了，你身住其中，你在佛性本体之中，然后你越来就越宽广，整个那个宇宙世界就在你整个心中。那个知道人做什么想什么，那个都是小事啦。知道这个天地的变化，那个才是我们想去知道，想追求。为什么会有灾难呢？灾难怎么形成？各位知道吗？为什么有台风呢？台风怎么形成？
是我们的心念哦。哦，我们现在心念变化的快，台风变化快不快？就像我们心念一样。哦，我们心念一变化，就影响到这天气变化。我们都不知道嘞，不知道我的心念有关系关个天气就有关系哦。那我们灾难的形成啊，跟我的观念又有关系哦。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众生啊，很多都是为非作歹，所以诈骗集团很多免落落都有钱通用，想不想啊？就是因为这样啊，是不是不合真理？已经都不合真理，他造了很多业，他这个业就形成一个人一点点形成整个都是黑气那种恶气。灾难会不会形成？就是因为这样形成灾难就形成，然后就降临。降临的时候不管你好不好心，全部都遭殃。所以我们要了解心地好，那个锐不是有祥瑞之气吗？对不对？那个祥瑞之气就可以消弭这一种暴力之气，可以消失那个灾难。所以只要大家都是行善，灾难就没去那我们也不知道说灾难的形成安呢，所以要了解到它的原因怎么来的，是这样来的，我们知道吗？没人教，没人讲所以我们研究这个信心法就是要让我们了解整个完成的现象变化跟我们的心都有关系现在因为那个灾难频传，你看世界各地像之前那个澳洲不是淹大水嘛，那个照片一拍出来，所有那个房子都淹到屋顶他们那边地道盖的都是给出拢给出拢淹到厝尾顶人要住没得住对不？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灾难频传淹大没有水了也可怜，水太多了有灾难所以我们要符合中道我们什么时候把握说我们什么时候都不会淹水？有没有把握？例如高雄不是淹得损失很大吗？所以那个企业家说损失6亿，到去开工厂也唔敢，不好淹一届6亿，淹偌济6亿了。就像我们普通家庭去淹一届家具是不是报废？还搁买买，若搁淹搁会报废会搁报废买，搁报废对不？咱哪有遐济钱去买？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那个灾难的来临都是不等。稍等，我还没准备好，你不能来，会不会这样？一降临就降临了。所以我们就是一定宁可生前往死路，莫待了死时后为迟不是这样说吗？咱要不然有灾难都要先预防，不通灾难来维护。所以在日常生活之中我们就是要时时刻刻能够回光返照，时时刻刻能够利益众生。这样的话我们最起码在内心也就已经就是这个抚养无愧不管是对天，不管是对人，都没有愧疚。然后在没有愧疚的那一种情形之下生活，是不是好像在时时刻刻都很高兴的啦各位有没有这样过生活时时刻刻都高兴？有没有说时时刻刻都准备要跟人相打要时刻刻都很高兴。所以要训练自己事来则应，事去则静，就有办法
哦，你在生活在当下，哦，过的生活就是很高兴、很快乐，哦，没有那一种那个愁眉苦脸的。我们在生活之中啊，这个有没有常常呈现愁眉苦脸？人家看到我们的时候啊，是不是也满面春风？有没有？不过学导师发现都是从厕所出来，很少说这个满面春风没有，所以我们真的要改一改自己的生活习惯，要呢这个乐于跟众生的接触，乐于帮助众生，乐于提携，乐于帮助，这样呢才有价值，人家才会呢喜欢跟我们在一起。我们回想一下，我们周遭的人喜不喜欢跟我们在一起？不好说了，对不对？为什么？都几了几了，溜啊酸，那表示我们做人失败了，要做人从所以那个太上呢，不知有之最理想的那个状态。那么其次亲之义之，这个呢就是第二个状态。那么第二个那个状态亲之义之，就是已经呢知道自己有佛性的要亲近他，然后呢知道自己这个行善的，可以那个赞誉，说你安尼这搞会做好事。我们佛性呢只为我们身体行善，我们会不会去奖励他？会不会？不会啊。我们现在各位先生，是我们六根在主宰，还是我们佛性在主宰？真的有到佛性了吗？还转不过去还是六根在主宰。六根主宰的话呢，我们会造业，因为眼睛喜欢看，耳朵喜欢听，鼻子喜欢闻，嘴巴喜欢吃，嘴巴喜欢说话，身体喜欢摸，意念喜欢想。好事多还是坏事多？坏事拢较多好事拢较少。所以不要给六根当家，不要让它呢的主宰，一定要启发我们佛性。佛性出来主宰，率性而为。率性会不会啊？率我们的佛性，佛性呢，就是我们良心率着我们良心来做事会不会？会嘛不要借口说一个已经死掉一个还没有出生，不要借口了，我们本身就是本身就是良心。我们按照良心来做事，就德，所以道德，保持不变叫经，道德经。我们不是在研究道德经吗？我们时时刻刻呢，都把这个道德经，就在我们身上呈现，都整个全部都是，做的都是讲经出来，这样呢，那个人家会称颂，说誉之就是称赞。有没有人在称赞我们拢无咧，怎么办？风险的有无？称赞的无有啦，要安怎？安尼咱做人成功还是失败？真成功，互人嫌安尼真成功失败，风险，爱互称赞，爱伫咧后壁互人讲某人安尼真好心拢帮助人，这才可以最起码嘛，是不是安尼？无咱来全世间做人要创啥？来囡仔生两个就转去安尼所以要把那个价值整个都呈现。我们自己本身呢，要自爱瞧起自己，所行持的呢，人格都健全，品性呢都端正。
然后我们对待所有人都是给人家方便，给人家利益，这样的人生呢才有价值啦。那无咱乱世间互人起起嘟嘟啊，那就不好了。没有啊，咱有互人起起嘟嘟啊无？有啊，还回答有啊。所以这个只有知道自己有，真的有很多脾气毛病，知道有了以后我们就可以改掉了。最怕说不知道有，他不知道有的话就没有机会去改掉它。他知道有了，可以，我知道有了可以改掉它，就像学那个白天睡觉，把它改掉，而且真的改以后会很高兴啊！为什么？克服那个安尼，徛都徛袂掉的会骗的啊！竟然唔免日时来休困，高不高兴？真的很高兴怎么有办法？真的就是你的心你只要有心想做就可以做到，就有办法。做以后会很高兴，可是就是不要骄傲，会瞧不起别人，所以有时候我们就是要体恤别人，自己有经过那个阶层，那个难过的程度徛都徛袂掉，各位捌经过那个徛都徛袂掉的经验吗？大概无啦拢徛甲真好势。所以或者就体会我们那个精神那个力道因为身体不好，大姑那个成前人办的道场又很宽，那或许一开车有时候就从台北开到台中，台中又开到高雄，那都竟然没有吃饭，那大姑又很花虎一定要吹冷气，我就肚子饿又吹冷气你说这个身体会好吗？会不会好？这不行啊！安尼大姑到一个地方在办事的时候，我都唔知时时刻刻都是精神毅力在支撑一放松了就倒了。他说一回到那个义隆大姑住的地方我就放那个热水，然后买2瓶米酒放在热水里面，然后进去泡，这样使得血液循环较紧的较正常。各位都没有经过，对不对？有没有？这一种那个状态那个真的是要撑为什么？因为那个大姑呢，他要交给一个人开车，他不会随便说找一个司机来开，一定要他信任的他才会给他开。或许就知道，因为那一种人不好找，所以就自己一定是硬撑的去做。以前大姑的那个车那个方向盘没有加空气补助器咱咧讲说无无呢伫高速公路咧行是较窄，它因为很所以行都窄。但是台北市你知道那个停车很困难吗？不是拢用的去用的迄个中你即马大姑伫赶紧伫咧等要坐咱去爱紧开出来对无？你知道迄是拍拳的。迄安尼连到这个肩膀都受伤。所以那个蔡琴不是有演唱一个叫《有马才子》嘛？那个第一季的那歌词你从那些艰苦的日子走过来，
是怎样啊无可奈何的忍耐。哦，我呢听到讲，哦，这都是在讲我。就是这个样子。那我为什么要去监牢？我就是要为上天办事。大部分的事就是为上天办，所以我为了要上天替上天服务，说我宁愿做，付上生命都没关系的，所以才会那么煎熬过来。真的还是不容易的，几十年呢，几十年的时间呢。那到后来到天佛院去以后，才跟老前人在一起，又是感恩了，都是得者在一起生活，还真的不容易的这个遭遇还是不容易找的。然后又很专注在追求心法，从后天庙里13岁的时候就开始，一直到求道已经30岁。领悟的时候是43岁，所以光领悟到佛性是什么东西啊，已经经过30年。那或许都一直说唔免遐久啦，我足讲的才都要30年，你坐咧听2点钟就好啊，不是这样说吗？有没有？可以了解说真是啊，2点钟就看赢我30年，对不？有没有？没有啊，那个万年放下一念不生啊，你没有累积30年，你就讲不出来。你要真正的呈现不生不灭佛本体啊，你没有这个深入长时间的去探讨，你就没有办法阐释，你就讲不出来。啊，你讲不出，无去实验，你要讲互听。你家己都唔知，你家己都无法度行，要讲互相听，要叫相做，是不是这样？所以或许都经过先从理论着手，然后实际去实验，然后做出来有效果，然后把它传，不是理想吗？都唔免遐久的时间来摸索，不是好吗？对不对？所以要了解到，那个都是累积下来的经验。讲话才会有力道啊，有没有？有。所以佛学不骗人的。你按照这样去做，绝对成就。我们研究以后啊，是不是从内想生？我有办法成佛，时间早晚，对不对？不像以往说，希望我以后成佛，一不一样？绝对不一样，因为我们已经可以摸到那个根，一直讲啊，摸到根的成仙做佛。摸不到瞎修行，那我们这样一研究啊，真的就摸到，可以有摸到佛就是是一个真心，是一个不生不灭的这个真心，这个本体啊，成佛的，那就摸到，绝对可以成，时间早晚我们很努力的赶快把脾气毛病去掉，早成佛啦。那想讲世间佚佗脾气毛病佫留一挂。伤紧啊，去掉早先留一些留业论生，留一些罪业来度化众生。所以或者都讲，我们既然落入凡尘，有形有相，就不要骄傲，没有骄傲的理由了，都是在受苦。纵然很大的福报，有社会地位有钱，一样是受苦所以不用骄傲。那你修正成佛了，也没有骄傲的机会，这么多众生呢，都还在受苦，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既然入现象，努力自己修，然后又度化众生，这个才是重，这样吗？所以我们听到那个第2句啊，那个亲之啊，欲之，亲之呢，就是我们亲近，亲近不生不灭佛性，然后欲之啊，就是我们佛性呢，发挥的功能作用都能够行善，称赞他，就是把权柄啊交给他来指挥，我们讲生活视听言动啊，全部都是佛性在指挥，一定要转移过来，因为我们那个6根当太久了，
要转移过来啊，要经过那个啊，真的是磨合时期呀。六根拢会唔甘愿啦。本来拢我的管理，即马唔好发失灵，失灵呢都不给六根的话，六根会反扑啦。各位有没有见过反扑？拢无咧修。假如说你有真正的把那个当家的那个前辈佛性啊，你绝对会经过六根反扑。那六根反扑的力道很强，你会很难过，很煎熬。你要经过这个阶段，经过这个阶段以后啊，那个六根降伏，为什么？他自己啊，知影身份地位啦。我就是走干那路仔，我不是主人，主人是佛性本体。那个时候啊，就已经成功了，佛性可以当家。那没经过的话都还要努力啦，还要努力一番。现在那个理论上了解真理，说这个六根是对六尘产生六识，这个都变化无常。那变化无常的，不要把它当成真，不要把它当成心。我把它当成真，当成心啊，那我的判断错误，判断错误啊，影响到行为错误，所以错误啊，我造了业，造了业啊，要受苦，这样恶性循环。然后呢，我不用了根尘相对的那个四心啊，我不用了，这个时候真心出来。真心出来，他没有对待；真心出来，他没有讲利害关系。所以事来则应啊，事去则见，完全都不造业。这样能够分别了吗？知道了吗？爱这个理知影，理知影以后，咱要做啊，才有力。去做了以后就有力道。有力道那个啊，我们的信心啊，支撑着我们。咱的信心给咱后边给他调的，讲安尼做对就是正确，正确继续做就有法度。那假如说我们还六根啊牵着走，六根都很强，看到什么听到什么闻什么吃到什么讲什么身体触摸到什么意念想什么都呢，他要呢那个前边的话，那这个道就难修。就会修得很困难，不会成就了，修了一生也不会成就，千百生也不会成就，那一定我们要转移，有没有决心想转移了啊？有。一定要把那个前边啊交给不生不灭的佛性，率性而为，天命最性啊，率性之为，我们率性的就叫道，能够率着本性来做，就叫道。然后我们有一毛病啊，那个修道教，那个就变成教了，这样了解吗？我们现在儒家应运讲的就是儒家的思想，所以人道一定要圆满，家庭要和乐。各位家里有没有很和啊？要互相扶持，翁仔某上亲啦，但是翁仔某上后冤家，对不对？为什么冤家？你去找那个原因啊，都很小，就小原因啊，都无需要冤家竟然会冤家。咱也知影咱拢会辛苦病痛嘛，对无？什么人要甲咱讲？就是身边的人，对无？我讲你人家身边的人伫咧甲你顾时阵本来爱摕药你食，伊搁调药你食。所以我们要了解到，不要说一口气不来的时候啊，我们身旁的人去摕拍话来绑。你死掉，人家很高兴啊，要不要拿鞭炮来放？
那气要够功夫啊，哦，那个生气的程度啊，就已经很高了。那这样的人生啊，是不是没有价值？哎，这个好好了，随身放跑。所以啊，我们要说哦，这个佛性单讲以后，哎，不会造业，哦，不会造业就不用受苦，就解脱了。哦，解脱了以后，当到最后，我们就可以成就，哦，可以成道的成佛。那么其次啊，哦，谓之，其次呢，五支，哦，那个在下的就是一代不如一代，哦，那个亲支义支啊。已经比那个不有支的时候啊，那个已经有称上的那个差别，没有那么好了，那么到达我们呢这个谓之五支的时候啊，那个就是已经不承认它存在啊，你不承认它存在，就改侮辱所以为非作歹有没有侮辱我们佛性？有，绝对是侮辱佛性啊！你人你看身躯就会加甲关掉的啦。还有个好像啊，无法度对不？无法度发挥嘛就很可怜啊，是不是无他的？所以我们了解说那个谓之五支啊，那个就是已经做得很差了，都不知道佛性的存在所以呢呈现出来就很不理想，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谓之五支啊，那个就是不知道自己有佛性，然后呢把他呢这个侮辱到很让他呢这个见不得人啊，为非作歹就是见不得人。现在很多那一些这个资讯发达，你稍微不合真理的话，是不是安尼大家拢攻击，对不对？那个就已经呢，你对他已经谓之五支啊，侮辱他了。那么故信啊不止啊。这个有不信，信不止啊，我们的对自己啊不生不灭的那佛性没有产生信心，信不足的话就有不信了。相不相信自己生不灭佛性？我们有求道比较会进入状况，都相信我们有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所以这呢倒不是问题。可是我们看一看社会人士。他相不相信他自己？相不相信他自己有真心佛性？有的是会有相信，可是有的都会怀疑啊。敢有都这样问啊，有没有？各位有没有遇到过？你跟他讲说咱有佛性，他跟你问讲敢有没有遇到？我们都真的会遇到那样的人问说敢有佛性？是不是已经差得很远？都还不知道自己佛性不是那违反世界所以那个都已经差得很远那我们要了解说，我们能够求道，能够追求最上乘佛法，这个因缘都很不容易记住并且要祖先有德，然后我们自己本身有修然后又累积很多的善要让善生根，善根都成熟中年记住呢，才有办法让我们进入到很理想的状态所以我们也要努力的行功立德利益众生，深植德本，深深的来种植我们的道德根本，也就是深入我们佛性佛性本体所有的善我们都不住利益众生呢也不住相，不记在脑海，这样呢就会进入性分。那性分中呢非常宽广很宽广的性分里面呢都是德，都是功德对呢所有这外面的不管人不管事不管物都恭敬都平等，这样德就会呈现那我们有道了，有佛性本体了有道呢有德这样就可以回归了，回归我们本位我们本位大概都是佛现在无做分就是咱做了有
一寡缺点缺陷啦，啊要把这一些缺陷哦，要把它弥补，哦，甲保护的拢无欠，会晓补的，就是把不好的改掉了哈，把我们那个不好的全部呢都去掉，去掉了以后，我们自己本身也会很高兴。哦，所以已经可以了，知道自己不好的地方，哦，知有章，知道有，知道有了就把它去掉，哦，去掉不好的，好的，知道有，我们有好的，知道有，它就回来，所以知有，哦，知有章，所以呢，一定要相信哦，自己不生不灭的佛性，哦，信不的话就会有不信，哦，然后呢，忧惜呀。哦，其贵言，那个忧哦，不是这个有啦，它有印凑，那个我们悠游卡那个忧啦，悠游卡那个忧写嘛，就是那个忧系啊，其贵言，就是很悠久无疆啊，悠久无疆，其贵言，就是呢，我们这个真理讲出来的话叫做言。所以啊，这里讲出来的话，它悠久无疆，所以我们呢，相信自己不是佛性，又进入啊，悠久无疆的真理世界，真理所讲出来的，这样知道吗？会很深吗？我看大家都茫茫然。因为文字写错了啦，这个故信不足啊，那个不是焉有不信啊，不是焉，故有不信，那个呢，信不足啊，故有不信，那个故啊，那个故呢是放在那个焉的那个地方，所以它印很多字啊都不正确，它或许以前是用背的。用改背落来，所以唔免看伊印对唔对，我拢会晓念。那个焉字它焉是故，信不足，那个信的上面那个故啊，把它移到那个焉不要，说信不足啊，故有信，因为我们就是对自己不生不灭的佛性不足不充足才不相信他有就是这个意思。了解无？所以或许对这个我们讲这个版本很多呢那个字都印错那个游戏那个游是悠游卡的悠兮啊，其贵言，悠有无意思啊，悠有无疆啊，贵言，这个很重要的语言，就是真理的语言呐，真理的语言呐，悠久无疆，就是很悠，很值得我们追求，悠久无疆真理的说出来的话，那一种呢，很值得我们追求。那么这个真理讲出来的话，让众生能够去实现实行，所以呢会功成事遂，就是做的事会完成，会按照我们佛性率性做，所以呢这个功成事遂，事情很顺遂，因为都跟真理相合。最上面那个太上不知有之那一种状态，那一种状态之下，功成事遂，然后呢，百姓皆为我自然，这个所有的众生呢，拢讲我生生安尼啦，我生生安尼各位要了解，就已经到达，全部都是佛性之中，都是太上不知有之那个状态。已经回到那个尘朴的那一种本性所以他们会讲我不能安呢，了解意思吗？我们本来就是都没有
沾了啊那个垢，都没有这一些啊脾气毛病啊。我们之所以啊有脾气毛病，都是六道轮回太久，一生一世啊染了一点点，染了久了以后啊，就变成习惯性，习惯性的脾气毛病啊，我们从来不知道要改，因为没有这个大德者来教化，所以我们不知道说要改掉一些，那现在呢，这个上天有降道，让我们都能够得到，让我们知道啊可以改掉这些脾气毛病，又可以恢复啊，到达尘土的那个本性，回到尘土的本性啊，就是我们的本来，所以啊，百姓皆为我自然，我本来就安尼啊，本来是拢佛啊，无什么分别。那我们因为六道轮回啊，才有分别啊，六道轮回太久，分别心啊，才固定，而且又很不容易打破。我们的分别心啊，都不容易打破，不容易打破。那我们要先从呢，真理着手，知道那个分别心的来源，就是啊住相。我们住相才会分别，对不对？假如说不住相，会不会分别？就不会了。所以或者都这样。我们有我相在啊，所以看一个很邋遢的人进到佛堂来，他又没钱又没有社会地位，我们是弯不下腰来打毛巾呐，对不对？不分别心。所以那个是不是我相很强？就是我相被我相卡住了。你只要说能够了解，你都会走路啊，就是有佛性。佛性是不是平等？你能够能够弯得下腰来，没有我相，你就是可以做到。你有我相啊，做不到。这样了解吗？没有我相的无执着话题的啊。大家平等嘛，你会走路都是有佛性啊，佛性平等，所以啊，可以给你打金，可以给你端茶，可以请你做，因为他所面对啊，就是菩萨摩诃萨，这样了解吗？所以我们对所有众生都尊重啊，叫做尊重之佛，叫做供养之佛。那我们瞧不起人啊，叫做毁谤之佛。因为众生都是佛，我们尊重他，就是供养，我们呢轻视他就是毁谤，我们有没有在毁谤啊？这个角度说起来啊，我们就真的是时常在毁谤知佛，这个是维摩诘讲的不是或学讲的。可有看过维摩诘经吗？维摩诘就讲。我们呢，轻视众生啊，就是毁谤之佛，就是这样。众生都是佛，现在现象是他的业推来完成所现的果报，像是果报，他的能够支撑他视听言动，就是佛性，就是佛。你了解不？我们从那个理的角度啊。来了解说，原来众生都是平等，那个是理的角度。从事相来说，不一样的那个身份地位，那个是他的因缘果报。他很有钱，地位高，那个是他造的那个福。他有行善，有布施，让他有那一些果报呈现。所以佛对这一些果报呈现的好跟果报呈现的坏，他都没有分别，没有分别心呐，都一样对待，就是尊敬。这样我们会不会啊？容不容易做啊？想不想做啊？就是我们要朝着方向努力，做到那个分别心啊，渐渐的淡薄，渐渐消失。那没有分别心的就成就了啦。我们有分别心还是当众生。没有分别心才可以成佛。
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说，一定要自己努力啊。这个内心的世界啊，就是不要有那个不实在的那个我，被那个我左右了。所以之前我们不是有说呢，我们不要被主观意识啊跟客观环境影响，有没有？那这个我们的那个主观意识都很强，那个叫我相。那这个它本来不存在的啦，是我们落入凡尘，被那个因缘果报推到凡尘来才有。我们身体呀消失了以后啊就没有，它没去啊啦。所以有是假是有的，我们不要把它当真，是假的不真。所以要了解说凡尘的现象都虚幻不实在。不住相的就可以回到佛性本体，不住相的就没有烦恼。有没有烦恼啊？从哪里？就是从住相来。不住相的就没有烦恼。这个比如啊，我们被人家骂所以你真的像一条猪嘞然后我们就住相，住在那一条猪啊。好比猪唔係安尼，生不生气？就会生气，对不对？有没有住相？所以要了解到那个语言相也是空的啦。你对号入座，你若讲你拄就变拄不会那样的啦。我们就是知道说他讲出来的话不符合真理。是他的修养差，他没有把自己看得起，不自爱，恭维侮辱人，那个是他自己本身有问题。那对这一种人他已经都不明理了，我们要不要落井下石啊？所以就不要对他生气啊，已经就可怜了，对不？不明理的人可不可怜？很可怜所以我们就不要生气不要落井下石。我们这一分讲完了，讲完了没？这个百姓皆为我自然都已经恢复到我们那个很淳朴的那个本性的那剩下15分钟给各位话。有没有问题啊？好，请说。讲师好，那个观照杂念跟观照般若有什么分别？好，请说。那个观照杂念跟观照般若，般若我们要了解到，般若是佛性本体所发挥的妙智慧，那个妙智慧它不是我们观照它才出来那个是从我们的史里面，我们努力能够进入自己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时间久了然后在自己佛性本体中时时刻刻都在温养我们那个佛性本体，那个般若才会产生般若的产生它是从佛性本体直接发挥，不是说我们观照它发生了。所以我们观照那个杂念或者前面有讲过，这个杂念就是我们累世之中一个习惯性的念头。那么这一些习惯性的念头已经太久了以后不经过我们的那个用力来想，用力想是妄想。那个不想，它自己跑了，那个叫做杂念。那杂念我们就是用观照的功夫把它去掉了。只要我们肯用观照，那个杂念它就越来越少，力道就越来越弱。到最后就无去杂念就是爱安尼。敢若咱想讲伫咧厝的咧顾厝杂念差啦。咱若咧顾厝差啦，就唔敢来，对无？伊若入来谈者讲，主人伫咧
伊就无法度逃退啊，就走啊对，是这样。观杂念就这样就好，不要跟他作对啊，就是关照他，他就消失，再来再关照，再来再关照，越来他力道就越弱，本来呢冒出来，我都在想现在该走了，很强，又很密集呀，可是你一关照以后，它的力道就越来越弱，没有力道，然后越来就越稀稀疏疏。就是不会很密集，到了后来就没去了，没有了，那个就是观照杂念的方法，那个观照般若不一样，般若是生花，不是观照，观照我们要了解说，观照是观照我们自己，能够放下一念不生那个佛性本体，那由佛性本体生花，生花那个才叫般若，所以我们要对照内容啊。要了解，这样到了吗？还有吗？好，请说。有讲师请问一下我们说先启发我们的真实佛性，然后再慢慢让它扩充，然后跟三和大地就是合成一体。那或许有个疑问就是说，阿难尊者当初没办法进入寂静的时候，他一个晚上就证悟阿罗汉。那这个晚上，我们需要一段长时间的培养。他用一个晚上，那这个晚上他做了，他怎么可以一个晚上让他去证得阿罗汉这样的世界？好，请说。我们要知道这个养兵千日啊，用在一时。就是呢，我们平常一定要先有咒，先有咒像呢这个养兵的时候啊，要训练作战。你一旦呢战事发生，就可以用上。他也是，他平常因为我们要感谢阿难他示现是很平凡，就是很那个程度很低呀。可是我们要了解说，他累世啊都是在修那个他的那个所有的知道的法门啊，他都把它收集。所以他只要一听过一次啊，他就能够记得下来。那个是经过长时间的修习。经过长时间的修他没有听到法门没有实际去做了，跟释迦牟尼佛不一样。释迦牟尼佛是听到一个法，他实际去做，没有再接着去听了。阿难是不一样。他把所有的法门呢，都一直听，一直收集，所以他累积下来的，那一些法门很多，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虽然他都没有本身去实验，可是他知道的那个理论，知道的方法，已经是非常的满，非常的多，没按那修为法。都是上乘法，都是知佛讲的，他都把它记了下来。所以在那一种状态之下，他没有去实验，可是多多少少他都有涉及呀，伊拢有去插到，只是讲无去做而已，伊会怎样？所以在那一种那个我们逼急了那个逼人逼到急了，他狗强。都是讲在那个大家说，因为对他蛮有意见的那个劝佛说能够接受那个丘尼呀，让那个佛法减短500年嘛，对那个牟尼佛要多住在凡尘40年，阿难没有留，所以那个大家说那个大弟子对他很意见伊讲佛陀讲要搁住40年，你哪会不爱留？阿难讲，普时就甲我规个迄个心拢扛起来我都唔知影要安怎反应。听后咱出去时阵普时入来叫这个释迦牟尼佛紧入去涅槃，所以就因为佛答应普时说来年3月，隔年的3月，我那个大弟子机缘成熟了，我就进涅槃。所以阿难回来以后他就给阿难讲说，明年3月他就要进入涅槃。
而咱这个时候才说，啊，我都拢还未领悟诶，你还唔教我教会向你才等诶。啊，我跟他讲说，我有跟你讲啊，哦，再多了40年，哦，你都不说话，所以哦，佛还是要随顺自然。你凡人都没了，而那是也逝者啊，嘿啊，伊拢无甲留，伊当然都大，嘿啊，伊答应波旬，答应的为爱实现啦，嘿啊，所以哦，来年他就进入涅槃。那之后集结的时候啊，因为我有交代，以后集结啊，一定是以阿难为主要的叙述者。啊，阿难没有听到的那一段20年，有一个叫这个弘广菩萨，他会说，别人讲众生不会相信啊，就只有阿难讲，众生会相信。所以就是要阿难他来主持这个集结的那个进藏，以他为头了。所以那个大弟子那迦叶就对他很生气，很有意见，不给他进去了。那个集结的场所啊，就有很多菩萨那一些长老啊他就跟阿难讲，你要进来从钥匙口为收集康里吧，要入来为收集康里吧。那阿难说啊，我哪样收集康我那我都不理，然后就在那一个时候啊，他就起了无生法忍。无生啊，没有生。我们用身体要进那个钥匙孔是没办法的，可是我们的佛性可以。无生就是没有生，没有生没有灭，没有灭的佛性就是千变万化。所以他一直在听那么久，那一些所有知佛的上乘佛法都发挥作用。假如说没有这些上乘佛法，他没有去收集，没有去听，他没有办法说，可以在那种现象之下领悟无生法。你没有进入无生法的，你就进不去，进不去集结没办法，我们就看不到了这一些点，就是这样来的。就是他之前已经都虽然没有实际去做，可是他已经都酝酿。累积那些知佛的所有的秘密法门都已经累积了，办法促成他在那一种紧急状态之下原来就是佛性里面，不是外性苦力。佛性我都里，就是佛性里面。还有吗？好，请说。假设我们说有听，还有闻性，那我们的话加入我们的心意识，那或许这种感觉，或许在做科学中的时候，到底现在是听还是闻性？或许觉得听跟闻性又很相似，不晓得是我们耳朵在听，还是我们佛性在作用？好，跟闻性怎么做一个区别？好，请说。这个很重要，各位浅显。我们听是耳朵的功能作用。是属于身体的啦，听，然后闻就是我们听到声音以后这个声就是加入心意识了，然后闻性闻性就又高一层，它就是什么人在听？就是佛性这个时候就是已经把心意识剔除掉，不用了，因为我们心意识我们会去，那个人在咳嗽那个叫心意识。你起码改这个咳嗽你就不要管它，它在与不在，你不要管它，就是你听到了，这个听到的那个听到的就是佛性就是闻性，这样了解吗？并不是说要把这个那个咳嗽去掉才算说是闻性，是啦。你听到一咳嗽像听到就是我们佛性听到，所以那个闻性就属于佛性。佛性里面无在无不在，它是属于全部包含包容。
啊，你落入分别，有喜欢讨厌，啊，那个佛性稳性哦，没有喜欢讨厌，啊，没有取舍，这样能够辨别了吗？那跟很多的听没有分别，他只是听进来的。哦，那个哦，我们就是了解到，那个是词语完全啊，都是现象的东西呀。啊，现象的东西哦，它没有意义。要稳跟稳性啊，较有意义啦。我不跟他听哦，你看我们整天跟整个的完成社会接触啦，不是有千万声音嘛？我们听几种声音，我们注意的啊，咱有法度进入咱的领域啊，有几种？全部吗？没有啊。啊，你说耳朵听到，它是全部啊。哦，你看，即摆无注意啊，你去抢者。哦，那个听到那个啊，没有意义。所以我们身体产生的这个天地啊，物质、水火风土，它众缘机会呈现的东西啊，伊本身无意义。要有意义的是咱的稳甲稳性。那我们着重就是伫个稳甲稳性做功夫。稳的话，就是咱用社会心理师，那个是要生活之中用。然后稳性呢，就是牵涉到，我们为什么会存在？然后我们有看过那个说我思过故我在，那个错误的引导了。我思故我在那是从偶像入手，那偶像入手是我们要去掉的。因为那个啊，它有生命变化，然后我们那个那个稳性啊，它没有生命变化。我们听到静悄悄也是稳性啊，听到有声音也是稳性啊。所以声音有变的话，稳性没有变的话，差别这里。我们用的心意识是生活用，生活之中呢你是要用。用的时候啊，我们都用得很自然，这个那什么声音怎么样应对，事来则应，事去则见，是那一种状态，这样能分别了吗？那个稳性它是超越所有对待，超越所有生命，它不是离开对待，不是离开生命了，一样在对待生命之中，可是它是超越。这样了解意思吗？所以这个就是要修了，要修才会我们会把那个很清晰的把它辨别。我现在呢到底是稳性呢，还是呢稳？绝对不一样的。稳会加入心意识，加入心意识我们会有喜欢讨厌，我们会有取舍，可是稳性没有。没有喜欢讨厌，也没有取舍，这样分别了吗？下课。点完师，各位讲师，各位坛子，各位切简，大家好。而且大道天师德，老切简大德，以及感谢呢各位前贤给佛学机会的讲。有吗？有声音吗？我们讲到呢这个第18章，对不对？四有章。各位先前四有是什么？4个有啊，有4个什么？四有章呢？那有的把它写成见真，看见真的见真章。那四有章呢？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活性里面都有慈悲喜舍。四无量心都有四有没有慈悲喜舍？
我们都有。那四有呢，也是啊，仁义礼智，我们佛性里面呢也都有仁义礼智，所以这个四有。或许呢，在这个讲这个道德经之前呢，讲一篇呢这个自己的新闻，就是我们现在民国100年元月15号，那在4天前呢，元月11号有新闻报道，在日本大阪有一对姐妹活活饿死，姐姐63岁，妹妹61岁。那个妹妹呢，那个身高比较高，有128公分，可是只有30公斤啊，各位浅显，30公斤啊多重。那那个姐姐呢，她身高比较矮，147公分，体重呢有37公斤。那死的时候，她的家里只有剩下90日元，和我们台币32块，剩下32块。她姐妹的那个肚子里面全部都没有东西空空的，就是活活饿死。而且他们饥饿的这个时间应该是很久，才会瘦的那么一点点。因为或许在想说，我有60公斤他刚好都一半，或者都不怎么胖的胖不胖？胖啊，刚好他的这个2倍，他10或者有60，两个人刚好或者一个人的体重，所以呢，我们了解说他们这个姐妹竟然活活饿死。那报道呢就讲说父亲是银行的高级职员，有很多钱，然后呢也买很多地，可是在10年前父母亲都已经过世了，是留很多钱很多土地给他们姐妹过生活，他们因为这个处理的不是很理想，卖土生活一直卖，然后到后来呢就想说卖土地了以后盖一栋房子来出租，收租金来生活了。盖房子的时候要向人家借钱，借了蛮多钱盖好以后易上不景气房子都租不出去，结果后来因为有借钱呢都被人家讨债后来就这个被法院拍卖那个房子被拍卖就这个生活就越困苦。所以我们从他的这个案例我们就可以了解说，他处理这个生活就是没有这个智慧假如说有智慧的话，有钱有土地那个下半生会过得很如意不会缺乏的，一定也不会说活活饿死。那平常呢，可见他也都没有敦亲睦邻所以的时候人家都不知道，就是那个水电来收很久没有缴水电费来收的时候才发现已经死了要是没有来这个收水电费还不知道人死里面因为他们敦亲睦邻也没有做，那有钱的时候他们也没有布施。假如说有布的话因为因果定理就不会这个饿死所以我们呢这个现象之中呢都可以了解，所以我们在凡尘现在是群居社会大家要互相怀那我们呢在生活之中，假如说过得去就要尽量帮助人家这样呢等到我们困难的时候人家也就会回过头来帮助我们所以或许看到那个报道是很先进嘛竟然会有人活活死了那个连带报道还有一个39岁的青年一样活活饿死。39岁呢正壮年的时候呢
每一次这个要向政府申请那个补助啊，那个政府的官员都会讲说，你这么年轻应该去赚钱，应该自己去谋生，结果也一样活饿死。所以呢，我们在凡尘就是要了解到说因为因果都定理，我们平常呢要记得乐于帮助人，要记得呢乐于布施，我们有布施了那个就可以越过贫穷，最起码都不会饿死啦。我可以想象一直饿到瘦的那个样子，然后后来没了就死掉了，什么滋味？很难过，对不对？那个滋味一定是很难过。所以或许看到这个报道，才4天前元月11号的报道，那个新闻报道说日本是怎么了，怎么会有这个现象产生？然后我们呢，就是从这一个发生事件我们来回顾自己，我们最亲的亲人一定要互相能够照顾提携，互相能够呢在生活之中过得都很快活，然后接着把它扩散到我们周遭，亲朋好友以及邻居，都能够去关怀，这样呢生活就会过得如意的。那我们假如说有困难，这个我们左邻右舍他们也会关照，就不会活活饿死了。好像不可想象但根本有戏，好像不太可能在我们现在的这个现实生活之中，要饿死好像不太可能那我们就是要把它呢这个整个都扩散，把这个人什么感觉软绵绵的，对不对？可是毕竟要走路，是不是要走去？离开他们店付钱了以后就走出去这一踩下去脚都没有知觉性，然后一吃到马路以后糟糕了，外面可有人，马路又有人那怎么办？又不能坐下来，又要走，对不对？又走，大概10几20分钟那个脚知觉才回来，脚的知觉回来以后就可以慢慢走了，就可以慢慢走。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会说原来有一个不痛的真正的好用好用。所以那个时候更很明显的知道呢，我们那个痛不痛是生命。六祖不是讲吗？见不见是两边，痛不痛是生命，有没有？所以你见不痛不痛都是凡夫，不是要到不痛的吗？就是要那个样子。真的体会到了以后，就很强烈的了解说，真理的部分就是这样。你要投入追求就会，那你假如说不追求，没有办法的。那个不会自出来那个不痛的它不会自己跑出来，你要自己追求。不过或许后来越发现很多嘞，不只有说身体的触，那个是触接触不痛，对不对？然后还有性的不痛，见性的不痛，修的不痛，知道吗？然后你的舌头很奥妙，它平常都淡淡的嘛，对不对？你讲拖刀的拖刀味，钢架的钢架味，对不对？你看它在应对这一些凡尘的万物的时候什么你什么味道？那个谁？就是佛性所以科学体会舌头是不变，可是外物一直变，
是体呀，我们可以随缘之用，随缘之用你吃什么那个味道什么就出来，咱每一个人的都很挑的，挑不挑？很挑。曾经甘蔗跟花生一起吃，变成怎么样？花生要吞进去呀，甘蔗渣要吐掉，你是要吞进去呢，还是要吐掉？不是可学吗？所以很有意思啦。我们说不变之体，然后随缘之用。佛性的那整个它的那个功能作用的本体你就体会得很深刻。那讲说我们在用耳根圆通的时候，或者不是说听闻，有没有？那听是耳朵的功能，是我们听到声音加入心意识，闻性是佛性所以我们要做耳根圆通，一定要第三闻性，不要闻啦。我们一般都用闻，这么听到这这奥多拜啦，这汽车，这架车，当讲车真久那个都叫闻啦，已经加入心意识。我们的闻性就是生有它没有生，我们闻性没有生，生没有的时候，闻性没有灭。闻性都常住天，这样来做耳根圆通就正确了。没有做有没有正确同我拢用了第二个闻呢，都是加入这人讲话啦，后讲我的歹话，都是在心意识里面在做功夫，那不对的一定要用第三个闻性。闻性我们就是要了解到，那个是观世音菩萨在普陀山那不是有海浪吗？海浪一来的时候，声音很大，对不对？一退潮以后静悄悄，有没有？他呢就是了解说，来的时候有声音生沉，生沉生了，然后呢一退潮的时候生灭了，生沉有生灭，闻性没有生灭。说闻性是昧的话，静悄悄谁到？是不是我们闻性听到？静悄悄的时候，我们都会后生为闻迷惑那个声就是我们的闻，不对啦。有听到有声，这嘛无，我们都这样用对，事情呢跟真理不相合了。那我们了解说，原来佛性是常住不迁，所以为什么我或者一直强调说常住不迁，就是我们不认识它。那当我们认识了以后，认识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以后，我们会注重。那注重我们注重我们的佛性就叫觉。我们时时刻都觉，知道自己的佛性在，因为不觉也是佛性的作用，没有佛性的话，那个没有用，它不会有那个功效出来，会有功效的佛性在支撑它，可是不知不觉啦。那我们在世中的不知不觉可以说大部分的时间都这样，都是不知不觉。我们要不要呢？做一先知先觉，不然做后知后觉没关系啦。不要觉，不知不觉那我们六道轮回就不会断了，就一定要六道轮回。所以我们一说了道这个第五抽丁天板挂号，可是要修要不要修？要修修成就。那假如说我们都没有还道拜德，又没有修，那我们是下一个淫秽的种子。下一个淫秽开天辟地淫秽人要降生，对不对？像现在有求道他不的人，要来了，然后我们把先医先学收回去，都可以有去反世间出席，要不要来？
他不得不来啊。为什么？没有自主的能力，家己无法度做主啊。一定呢又被那个气数啊，又催促进来。一来了以后啊，哇，这一下子又要经过6万年的那个轮回，然后6万年经过以后啊，又大开普度。我们经过几次的大开普度啊？谢谢。才1次而已已经7次了跟南极老仙翁一样。老仙翁已经看7次了，我们大概1次都没有看到。所以要了解到大有大的轮回，我们小有小的轮回。那我们一定呢就是要修正，修正了以后啊，我们就可以主宰，我不要进入那个现象界。就跟那个南极老仙翁一样，看这个整个大地的那个大轮回，圆会啊，大的轮回，我们在凡尘的时间啊，可以说都是不够用的，我们活老师才会说时间点啊，生息事，哪有功收他人？我们现在都是站着给人家了，坐着来收别人。对不对？说出来的话就落入是非了，就是有是非了，都是无料，都是这样在过生活，就自己以为说，很有意思，有没有意思啊？这个不知道怎么。我们讲1个多小时才讲，也一样8个字。这个功德之龙啊，为道是从，对不对？这一章呢是从道章，要我们呢都进入我们的不生不灭的那个佛性本体。那么道之为物啊，这个往为乎。现在老子把那个道的内容，他道里面的东西，把它描绘了，说道之这个为物，道这个东西它因为没有形象，没有形象呢，它可以生发山河大地，可以生发所有的万象万事，所有的一切都从道生发，所以那个道还没有生发之前。它的状态道之为物那一个状态就是呢为恍为惚，这个虚恍兮其中呢有相，就是在讲那个道体，道体面虽然这个时候都还没有山河大地，也没有众生，可是呢那整个所有山河大地，所有的万象，所有的众生都在这一种为恍为惚呼吸恍兮这里面都已经是在里面了，没有形象的里面，因为都没有形象，不容易描绘啦，所以我们在看这个然后在讲那个原始状态的时候就是要静下心来然后静下心来，我们想说呢我们还没有进入胞胎之前，各位浅显，我们还没有进入胞胎之前是什么状态？咱也未老爸老母也未给咱制造，也未怀孕的时阵我们是什么状态？就是这样就是为恍为惚吸呼吸，就是这样子。可是已经其中有相，这个其中有相都是已经无极了以后，无到极点是不是要变有？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这个无极然后呢就生太极，然后太极就两仪，两仪就四象，就八卦。然后相中相凑，8864，这个
一个气数啊就形成。哦，它64卦呢，有384个爻，就是阳爻、阴爻啊。我们谈到这个爻，爻，这尾啊，之前我们有把它画出来，就是它5的里面啊，都已经包含那一些爻啊，已经在5的里面。就像还没有出生我们之前，我们是不是已经有了？所以用体会的我们就知道说，我今年的比如说68岁，那69年前我在哪里？没有，对不对？然后可以活到呢70岁的话，那71岁的时候我在哪里？没去啊，对不？所以从无而来，然后又归于无，这个中间有这个有啊，就是呈现我们这个以往所造的业力啊呈现，所以我们在凡尘所有的一切行为动作，就好像那个木偶人啊，木偶人不是有那个后面有那个绳子嘛？那个手也有绳子，脚也有绳子，身体也有绳子，那拉哪个绳子哪地方动啊？所以我们在凡尘都是被业力推到这个现象来啊，所有的一切都是业力在催促我们去面对，我们都做不了主了，你知影无？所以不要随顺着我们的那一些以往的习惯性，都是造业那造业我们现在接受果报又造业，造业又要受苦，是不是没完没了？所以我们现在改变做法，就是遇到的事情欢喜心甘愿受，然后息的业不造，息的业呢要不造，就是要能够有容量，就是能够吃亏了。我们觉得说吃亏，其实吃亏就是占便宜啦。你一直吃亏了以后，你业障不用受苦，不是占便宜的吗？对不对？然后我们以为说这个占人家便宜是很好，可是要了解到那个果报在后面要受苦的，那不好。所以凡尘的现象，我们就是要了解到，它会现象一定有因，那因怎么来？就造业来，造业才会落入现象，所以呢，在这一些还没有形这个现象之前我们可以改变，这样了解意思吗？我们落入凡尘就是要知道说，那个都是已经定业了，业已经固定了，要来承受所以就不要逃避，欢喜心甘愿受，然后呢，记得在接受果报的时候不要再造业，造了业还要再来接受果报，我们人都是这样的，拢唔甘愿。甘愿啊未？研究真理了以后我们才会从心里面产生甘愿啊，不再受苦了，不再完成了造业了，所以我们就可以解脱了，所以要靠自己。那么恍兮惚兮其中有物，就是呢我们在呢那个呢恍惚之中我们有相，然后有物，这个都还在呢虚空之间，都还没有形成呢，三河大地也都没有形成，只是呢在虚空间，它已经酝酿要有了，好像我们看到那个种子你拿来这个呢埋在土里面，然后有水有阳光，它就会发芽，那个发芽，各位还没有发芽之前
它是什么状态？就是种子的状态，对不对？就是要有种子啦。我们要了解到我们那个如来藏、含藏啊，就是种子。含藏啊，所有山河大地，含藏所有万象万事。然后小一点的我们人啊，含藏善恶，善恶的种子啊，都在如来藏里面。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是我们自己呀，所发的，那个因啊，善恶都有，所以也含在我们的那个第八阿赖耶识，在那第八阿赖耶识里面，所以这边呢，老子都把那个还没有形象之前的状态啊，把它描绘出来，然后呢，有息啊，明息啊，其中有精。这个一样，就是呢一直啊，从无极，然后太极、两仪，四象，然后呢，这个呢这个八卦，相中相凑，864，就这样形成整个大地有，是啊，一本30万书啊，那我们现在修道呢，就是万书啊要归一本。要归回到呢我们原来的那个不生不灭、常住不迁的那个佛性本体。那其经正真，其中呢有性，那个我们要了解说，我们呢这个有身体的由来，就是父精母血，这个时候啊，我们就是了解到，我们是不可想象的。那个都是一体呀，竟然会形成我们这个很明显的身体，对不对？是从无极以后一直在变化，生生不息的变化，然后变化的由来，老子把它描绘，整个呢都描绘出来，这样知道吗？是不是蛮深的？不容易了解我们就是要用一点心来体会。我们还没有进入胞胎之前，那个可以说呢，就是以往过去所累积下来的业因，我们才会落入现象。所以这个业因已经形成了，没有形象。那现在呢要接近有形象的。所以我们有形象以后是不是要很小心，不要再造业？然后以往所有的业又把它了掉了，没有了，以往的业我们就欢喜心甘愿受，都把它了掉。新的业不造新业，这样呢，我们就可以真的恢复到我们那个常住不迁的那个真因佛性本体回来。这样了解吗？要用真的要用心不用心的话这个都是蛮深的东西还蛮难做。各位姐姐，不造业容不容易？很不容易我们是很容易造业所以这个造业我们在生活之中呢，就是要事来则应，然后事去尽，因为这样没有三心，就没有四相，没有三心三事摄受我们不住，所以这个就是要念给各位背的因为三心没有，过去心没有，未来心没有，现在心没有，那三心没有四相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都没有，就是没有分别了。这个时候呈现就是万年一灭，一灭万年，当下都是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所以这个很重要。只要我们肯在日常生活之中来实现事来则应，事去则见，刻刻保持没有三心四相，那没有六道轮回你体会出来的，可以了吗？
所以呢，这个老子呢讲其精呢深，那个很真，才有办法呈现现象。然后其中有信，所以或者都会特别强调信。我们不是相信外面，而是相信自己不生不灭那个佛性。各位对自己的佛性相信了吗？相信。还不错，还蛮肯定的，就是要相信因为他信基东，然后统四端，东西南北嘛，仁义礼智啊，四端兼万善，所以这个信为道源，功德母，它道的根源。所以不相信你就没有办法回到我们那个佛性本体来。一定要相信，相信才有力道。然后我们相信了以后，努力去努力做了以后，自然就可以可以发挥我们那个佛性的功能作用。一发挥出来以后当然以我们的社会的现象来讲，很多都可思议都是不可思议的。那我们是不追求神通，可是佛性具备，它自然具备。所以那个信其中有信的信非常的重要。那么自古及今其名不去自古我们有历史以后，有人类以来那其名它那个道的名称不去就是全部都存在要我们能够借着这一些那个名，然后来进入它的那个实相所以呢，我们了解说老子呢，就是要我们能够了解到说，为什么这个字它可以流传这么久，就一定有它的原因在要我们都能够呢追求。那么与乐众福就是这个我们众福不是美男子的那个称那这边呢用呢众善众美，众善众是很多了很多的善，很多的美就用福就是人已经呢他所做出的行为都符合真理，都是从佛性出来，所以已经呢是众善众美。在日常生活之中呢假如说能够全部发挥我们的良心已经呢就可以到达那个众福，就是众善众美。生活之中就是全部都用良心来对待人，对待事，那这样呢就叫这个众福。这样了解意思吗？所以这边呢老子跟我们讲说用道呢来悦众福，就是呢众善众美。吾何以知众福之然哉？以此。老子说我为什么呢我们发挥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为什么有办法到达众善众美？就是因为这个样子，从真理出来，从真理出来它不会偏差。这样知道意思吗？我们还有这个25分因为看各位问题蛮多留多的时间呢给各位问。有人要吗？老师，这边有一3、4问好。当万念放下，一念不生，即耳根圆通做到那个程度，我们的佛性与虚空合而为一，所以听到声音与平常人所听到不尽相同。那如何知道我们的佛性与虚空合而为一呢？好，因为呢现在各位都有在做功夫了，所以那个做这个放下各位就是要了解到，既然是万缘放下那个时候就不能再做别的功夫了。你假如说万缘放下跟那个耳根圆通要一起做，
那两个万年放下也没有功效，耳根圆通也没有功效，一定呢要选择一个。那做万年放下的时候呢，就是要了解到，既然是万年的放下，那耳根圆通它也是万年里面的一眼，那你万年都放下了，那耳根圆通还不放下，那只有千放下而已，还没到万年呢。所以点放下各位要了解到，它是从我们凡夫一直到成佛都做的功夫，而且我们开始的时候是很粗浅的，粗浅的万年放下，就是日常之中一些琐琐碎碎那些事都放下，这个都很粗浅。可是我们做到功夫很成熟的时候那个万年放下是放到已经全部完成的妄都去掉了，妄尽了，妄都没有了，真就显。所以在我们做万年放下的时候不能做耳根圆通，也不能去管佛性了了分明。就像这个天地春夏秋冬白天黑夜，你不用去管它，它自然会呈现。那我们做万年放下那个佛性的了了分明，它自然会呈现，是不能着意不能我们的意念着在了了分明，不可以的。一着在了了分明，就叫攀缘，攀缘就叫妄，妄没有尽真就不会显。所以在做万年放下的时候要记得什么缘都放下，都不能有，全部都放下，这样才叫这万年放下。然后呢，要耳根圆通的时候就记得要用第三个闻线，一个听，第二个闻，第三个闻线。听是耳朵的功能，然后闻是加入听到声音，加入我们的心意识那加入心意识我们已经在辨别那个声音里面内容，这样已经是妄那已经不是佛性了。那我们是要用第三个线，那闻线我们就是了解到常住不迁，这样有没有印象呢？做的时候要正确所以要知道说当我们能够念都放下一念都不生，你做的时间很久，你说我什么时候佛性会跟整个系统融合为一就在妄尽真显，那个真显整个都是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那个时候整个宇宙虚空都是你，已经是整体的，全部都是你不能再起心动念去分别说多一个是有跟虚空合为，多一个是无跟虚空合为，你再起心动念又落入妄，这样了解意思吗？所以做到后来是很微细很细腻的那我们开始做就不这么强烈要求，只要你日常生活那一些琐琐碎碎这个油盐茶真粗的代志拢放落来就好放落来时阵能够保持那个心空。这个时候心空就是要了解到，只是说让我们这一天的生活那一些这个经过的事情都让它沉淀，拢定对拢无去那一些事都是生灭不停的无常变化拢会过。那我们会养成习惯养成每一天之中都会让所有的经过沉淀，那以后我们那个心就容易清净心一清净就容易觉，就回到佛性本体回来所以要了解到不能起心动念起心动念都是妄
你落入分别了，啊，我什么时阵这样那个起心动念，这样了解吗？还有吗？没有了，只有一个哦。那还问吗？哦，还有20分。这个有时候啊，大家踊跃发问哦，叫做好啊，无留较侪时间，真的留下时间来哦，一个点点。各位是在体会哦，那个静悄悄也是违性吗？好，请说。或许像护身符那种信仰排在第一位。那如果说有工作在做，那这样怎么做？哦，好，我们要了解到这个专一呀，专一就是道。所以在工作时候就把我们在修道的功夫都撇开，你全心全意放在眼前的工作，这个叫专一。专一就是道，道就是要专一，一知的一万事毕，所以你不能说我今麦伫咧做工课工课咧做，佫伫咧想讲要哪万年的方向，要哪耳根圆通，就不能再想那一些事了，这样会搞混的，工作就是工作，眼前工作你把它照顾好，就是专一。专一就是已经在道之中。这样了解吗？那这样的话，如果像好比现在做这个工作，那等一下还在做别人做的时候，不能有说我等一下还在做别的工作，我现在这个工作没完成，但是你还会在想说我等一下在做别的工作，那这样也不算一嘛。那目前的工作是比较特别的说，这个工作做完了，还有别的工作，那个是延续性的延续连续下来的。只要你在工作的时候全心都在工作上面，专一就可以。一直这个都是你的工作你都要去完成你全部呢把心神都投入在你所要完成的那个工作上面，这样就叫专一。不是说应该做这个好我那人都加累我们人就太执着了，是很活泼的啦。那或许有体会到一点就是说，这样对不对啦？就是说，我用我的心智，没有用我的眼睛，也没有用我的这个心意识去做这件事情，完全用佛性去做，这样。可以那个是已经把我们修持，我们人的一个修养，已融入在生活之中。所以我们要知道说这个跟我们这个为人做人的原则很有关系有一些人他某一些行为动作他绝对不会做，那个就是有违反到他自己利益的那个原则，人生的原则他有违反，他就一定不做。没有违反，都是符合真理，他就会撇开自己的利益，撇开自己的那个自私自利然后去完成它。这样是比较在修养方面来讲是比较施以高超比较这个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那个是好事从佛性发挥出来那个工作都是好事因为从佛性发挥出来没有两边对待，也不会等待人家这个夸赞也不会受人讽刺就灰心的，不会，两边全都不发生，那很理想那个是属于修养方面有修养的自己内心笃定内心笃定该做的不管人称赞，不管人家讽刺我都努力去做，这个很理想的状态
生活方式啊，这样最好。还有吗？还有14分，好，请说。讲师好，或许想要请《地图禅经》里面的一句话：5867果因转，还要如何转？我们不是解说很详细的吗？那个5867啊，果因转，58是果，67啊是因，然后呢5啊就是眼耳鼻舌身5个，然后8呢就是阿赖耶识第8个，然后6呢就是意识，7呢就是末那识。那我们要修持的时候啊，那个眼鼻舌身跟阿赖耶识啊是实以果报，所以因啊转不动它，要从第6意识跟第7末那识。第6的意识啊，是我们日常活都在用，我们用意识啊，就是我们那个感官面对啊6尘，眼耳鼻面对呢色声香味，然后我们接受下来的现象会产生意念，那个叫意识。我们要知道说这个意识啊，它是随时都在变化，不固定啊，所以不能把这个意识啊当成我们的真心。我们用意识心来修道，就是用生灭心啊，要求不生不灭佛的果位是得不到的。所以这个意识，我们就是要把它转成妙观察智，就是来观察所有的那个现象的际会跟现象的消失，现象际会生，现象消失灭，生灭。那我们去观察生灭，这个叫妙观察。妙观察的智慧一产生以后，我们就见回功。六祖讲，妙观察智啊，见回功。回功就是非有为功用，非有为就是无为，无为就是咱的佛性。所以从第6的意识啊，转成妙观察智啊，就可以到达我们那个观察到佛性本体。所以见回功已经见到了佛性本体。见到佛性本体以后，我们的那一种所有的念头啊都转变，不会被现象拉着跑，一定会主宰现象，现象是我们主宰，不是我们被现象主宰了。那我们没有研究会被现象左右，然后我们已经第6已经转成妙观察智了。然后呢，第7呢，就是末那识。末那识我们时常日常生活也在用，只要我们呢皱起眉头在想，那个都是第7的。各位有没有皱起眉头在想问题啊？那个是第7识，叫末那识。末那识就是我们的潜意识。所以或者就讲说我们这个立清口愿只要表闻1升天，表闻1升天了以后我们对这个清口非常看重，所以连晚上睡觉的时候那个梦境做梦的里面你都会跟人家讲，我已经靠别再讲错，没有，那个就叫潜意识了，已经进入我们深层的那个意识，不是跟第6一样。是很深的，很深呢，我们就是要了解到，它属于意根，第6是意识，认识的识，意识，第7末那识叫意根，根源，所以这个根源就很重要，我们就是了解这个潜意识，只要我们修道，每一位都像那个立清口愿一样，那么慎重。这道一定很好修了，因为连睡梦之中都会教我们，这个假如说我们佛性看得很重睡梦之中人若要招你去关公佚佗，袂使，我已经在倒
你看那个多么实际啊！连睡梦之间都在修那个就是已经潜意识里面了都有酝酿蕴藏那一些呢佛的因所以第6跟第7那个因你已经转了把那个第7的末那识转成平等性质。平等性就是要了解到不管他身份地位所有佛性都是一样平等，人与人平等，人与物平等，物与物平等，全部都是平等，没有分别的。所以我才讲四法平等，无有高下，没有高下的。那我们为什么会当众生？就是有分别心，有高下才会当众生。只要我们证入那个平等性，没有分别心就成佛了所以第7的末那识转成平等性智第6转成妙观察智，第7转成平等性智第6、第7的因已经转了，然后我们用已经转好的那个妙观察智跟平性智来指挥眼耳鼻舌身。这时候前面的眼耳鼻舌身5个5、8的5这个5就要听话听话呢成手做事，完成我的命令你去做第6、第7妙观察智平等性智那个命令你去做。这个时候是不是感官都变化？他不会当家做主他都听妙观察智平等性智，他做出来的事是不是很理想？所以成手做事同眼界跟眼界是一样。然后最后一个第八阿赖耶识我们就前面已经转了所有眼耳鼻舌身已经转了，最后一个阿赖耶识就已经恢复到阿赖耶识恢复到清净的那个本性回来就是5、8、6、7果因转，果是转不动，要从因转，因转了以后果就动了，这样了解了吗？5、8、6、7果因转就是在生活之中不要用第6的意思，而是用妙观察智这个是最重要的。因为那个妙观察智就是我们可以在日常生活之中就运用，可是我们都没有运用，我们都用意识意识我们就是要了解那个心意识都要跟人计较的要计较的所以那个听的那个喜欢讨厌就很强烈。各位有没有这样？听人家说话喜欢讨厌很强烈听到你那样讲很讨厌，有没有？都会产生那我们要了解这种变化无常的东西不要去注它你的注重它以后听到了以后就浑身不舒服，不舒服做出来的行为会理想吗？绝对不会理想所以我就是要了解到这些都不用心意识我不用我就是要用我妙观察智，妙观察智以后就会观察更深入这个事情是怎么形成会这样讲是怎么什么原因你会去找那个原因原因找到就是这样你的心胸也真是够狭窄的真的我们讲给他等加花头，大部分都这样对不对？有没有承认自己是给他等加花头？还有要很宽广嘛。你看我们老祖师，你看度大能容，不是孔德之容吗？为道是宠那我们要了解到说在凡尘我们欢喜欢欢喜喜也是过一天我们一直烦恼，一直愁眉苦脸也是过一天那人家快乐也是过一天那让人家讨厌也是过一天那我们要怎么选择？
往好的方向嘛，对不对？哎呀，这个都希望哦，哎，大家都相处的哦很和好，很不容易的啦，大家一起修道，那个因缘都是哦，哎结了好多生好多世，哎那个因缘凑合在一起，哦研究上乘佛法，要大家一起修，大家互相勉励，很难得的嘞，好几生好几次修的，各位都没有体会哦，有没有？哎，对啊，真的要体会的。还有吗？3分钟。好，这个还是要问，你看越来越热烈了。那个有讲是上一讲到那个重点息息如想太好，如等真好。这个如想太好是如想太少。哦，太那个哦，就是古时候祭祀用的，祭祀啊，咧祭拜天地，啊祭拜天地哦，较早都要用牛羊猪，用迄3000啦，嘿，啊来祭拜，啊祭拜了后，是不是咱会去受遐拜物件？嘿，啊所以延伸出来哦，就是咱即马伫咧食迄个满汉大餐啦，嘿，就是哦，熙熙攘攘啊。就是拢在伫咧追求哦，就是要食好，哦，啊要哦贪口腹之欲啦。哎，那个意思啊，就是讲咱即卖人贪口腹之欲，哦，伫咧享受。啊，登春台就到处去观光，嘿，观光啊，倒位哦，风景好啊，哦，嘿，啊你出足侪钱，不是都一直塞车吗？哎，塞了好几10个小时，结果没看到哦好景象啊。满肚子气又回去了，哦，所以那个哦，一个就是享口腹之欲，一个啊就是要去观光啊，哎啊，所以哦老祖就讲说，我们哦那个努力的那个方向都错误了啦，哎，就哦应该这一些呀、都是哦随缘就好，哎，不用哦贪那个口腹之欲啊，啊也不用哦到处观光啊，哎，毕竟哦我们心里面啊真美。最好的，还有1分钟，还要有。哎，宅对，宅，哎，就是哦祭祀啊，在祭拜。好，我们现在因为没有那一种哦，哎祭祀，哎啊，所以哦就比较少用到。好，1分钟而已。好，请说。或者会有讲师。好。或许在晚上睡觉之前，在做梦放下一念不生的时候那时候往往会一直想事情，一直想。当然这个时候是要继续做，还是说不要做？好，各位同学，我们开始做的时候啊，不会说一路顺风的，不会说很如意，要克服万难。当我们先把目标确立以后。有什么这个产生啊？我们把一些产生的那一些因素全部去掉，你能够去掉多少就算多少，慢慢的自然会到达理想的状态。可以说，到后来的时候啊，没有了，念头没有了，刚开始的时候不会说一下子就很理想，那我要后悔。那假如说一下子就很理想，你都神仙，所以一定要去克服的啦，我们要降服我们的身心，身降服了，目标快达到了。下课。谢谢三大老天师的老天见大德，以及感谢那个先贤给复学7位学长。我们来讲到21章嘛。21章讲完了哈，现在讲那个22章，报一呀，报一章。这个报啊，拥抱，一呢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那个真心佛性本体，所以知得一呀，万事毕。我们都一直在讲知得一呀，万事毕。有没有印象？
那个一我们把它圈起来的话，变一个圆圈，那圆圈就是无极呀，把它切开拉直啊，就叫一，把它浓缩成一点，就是我们玄关，所以那个知得一，万事毕，一个事物的起头都从一开始，所以这个一啊就很重要，抱一呢，就是要抱住啊我们不生不灭的那个佛性本体，非常重要。我们在凡尘可以说这个追求的方向非常多了，千差万别。不过最值得的最有价值我们要一生之中都不要这个失掉它的呢，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我们要知道说我们的那个生死那个都短暂我们的视线出现在凡尘，落入凡尘是因为我们一念妄动只有一念妄动我们才落入凡尘有形象。本来业都不多了，可是我们久了被这个形象诱惑以后把自己不生不灭的那个佛性本体都忽略，就没有去照顾它，全部呢都是在追求形象。那我们呢要了解说，这样呢就已经迷失了自己。那我们现在站到上天大爱普度，我们已经都得到，都知道了而且也研究1年多的心理心法，大概也知道我们有不生不灭的追求佛性本体。各位都了解了吗？了解。这个很重要因为我们要知道，我们六道轮回是我们的秉性。那我们在凡尘我们太久的轮回有习惯性，那习惯性呢是引起我们造业的因就是呢种子。有造了业我们就要受苦，那秉性带着我们受苦。那佛性是充塞整宇宙虚空，它如如不动，不生不灭，不变化的。那我们就是要认识我们不生不灭，不会变化，常住不迁的那个佛性本体，要时时刻刻抱一非常重要。只有这个最值得我们追求，而且到最后都不会后悔的。那假如说追求凡尘事到我们这个寿命终的时候，一口气不来凡尘的所有追求的都拱手让人，都不是我们能够拥有。那我们所以能够拥有的，就是在凡尘的时候在自己活力充沛的时候，赶快就是来研究不生不灭的那个真佛性体，要切实的掌握到它。那或者就讲说不很困难，只要我们万念放下，一念不生它呈现的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也就是这一个成佛我们都一再讲，对不对？而且我们又研究那个六祖坛经有1年的时间对我们佛心也都有认识非常重要我们什么都可以撇开就这个生不灭的佛性本体不能撇开，一定要抱一，就抱守大道的本体我们能够抱守住我们努力的来去掉我们的习性，然后呢我们努力的来帮助众生，这样呢我们一定会成就会成道，会成佛。我们修道就是要想成佛，对不对？一定要自己努力这个修持呢没有办法别人替代自己有脾气毛病自己要改掉
各位先前知道自己的脾气毛病吗？知道的话，我们就是要把它改掉。一样改掉也会习惯性。全部的活之中啊都没有脾气毛病。脾气毛病好不好？我们都知道不好了，可是那个脾气一来啊，它自然就发挥了，对不对？会不会？所以这个时候就要降服啊，我们那个心猿意马的心，要降服。我们够降服了以后，它这一些生内的那一些事情，都在我们的管制下。这样呢，我们要怎么做，自己就有主宰，佛性就有力道。因为以往我们都注重现象，被现象引诱，所以佛性呢，它都很委屈出不来。他提供意见我们也不采纳。那我们现在知道说这一些现象变化无常，佛性不会变，所以我们一定要启发佛性，把这个义能够彻底的认识，在生活之中把它整个呈现。所以就鼓励说我们尽量学的事来则应，事去则进。各位还记得吗？这个上面有一句话叫什么话？忘了。时事古今不离当年。我们只要是事来则应，事去则进，就已经进入时事古今不离当年。就是没有过去式，没有未来式，没有现在式。既然三世我们都没有，没有那个过去心，没有未来心，没有现在心，那这一些呢都是生灭的，过去现在都是生灭的，这一些我们都不用，没有了。那没有的时候出来就是真心，出来的就是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本体。那个本体万年前、万年后。10000年前、10000年后都一样，所以叫常住不迁，不会迁变的。可是因为我们都没有启发，都没有认识，所以它这个距离差得很远。那现在要先让我们熟悉在平常的时候，让我们那个脑袋瓜里面想的是这个，都是。事来则应，事去则进，这样我们一切不受，就是外界给我的所有遭遇，我都不让它进入内心。一进入内心以后有烦恼，那全部让它不进入内心来了我怎么应对？就用真理去应对，应对以后，我就抛开，没有，没有的时候三世过去世摄受我们不住了，未来世也摄受我们不住，现在世也摄受我们不住，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过去已经过去了，不管被人家欺负或是很风光，都已经过去了，微不然不要去管它了。那未来我们说要策划，那个策划是身体现象要用，佛性不要。佛性不用的话，所以未来心也不要。那我们说现在，现在它不住。我们说现在过去了，现在过去了，现在你都会掉的。对，它不会住下来。三心没有了，都没有对待。这个时候三世摄受我们摄受不住。摄受不住。没有六道轮回这样了解吗？六道轮好不好？不好，很苦，对不对？对，都是受苦啦。众人假如说有福报，也是很短暂，那用完也没有了所以我们回归本位，就是呢，回到不生不灭的那个心本体
这个是最值得。我们利用短短的时间可以把它修成，可以成，只要我们有决心，就怕我们这个把修道不当一回事不把佛性本体看重，那就没办法。那假如说我们看重了，把现象都看清了，我们就会生活的非常有意义生活在天堂都是在天堂。所以要了解到我们有钱的有社会地位，那个都不值得我们炫耀我们要炫耀的是对佛性的认识，对佛性的那一种坚持从佛性本体发挥所有的我们的思想跟行为。那这样呢，我们研究的那个道德经就全部在身上。道呢就是我们良心，德呢就是从良心去做出来的事情呢都叫德。我们呢若经常不变就叫经，道德经。我们不是研究道德经吗？有没有？我们手上就是道德经嘛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呢就把它呈现，这样会不会用良心来对人对事？会不会？会吃亏因为现在的人大部分都是要想占便宜的。那假如我们全部呢都是从佛性发挥出来做事做人，那这样的话呢，人家看起来骂我们说够笨的，笨不笨？整齐不会那个外表形象虽然被人家说很笨，不会享受，可是这个才是有底有根底所以我们你看台湾话很传神的，恭喜恭喜，我们不是骂人讲那个人拢恭喜恭喜，因为你很笨的，就是守本分守本分看起来就是很愚痴，可是他都是不超越他的范围，他都在真理之中，所以他就接近神了恭喜。然后我们聪明的人怎么说？干贵聪明就是干干就接近贵了，所以那个他也叫传神的那个纽西兰道经说，哎呦，拜托你莫讲单话啦，我拢听无。我讲单话才是传神要用国语讲出来，没有台湾话这么传神有一些话用台湾话来讲容易了解的那就一翻译的话也会知道它的含义所在所以有时候因为佛学师没念多少书了，发音又不正讲出来佫写出来字我看过，不是这字。讲你念安尼我念唔对发音不准确所以国语嘛讲袂好势，台语嘛讲袂好势，就是非常有心的想把这个最殊胜的上乘佛法把它能够传播那我们都可以成就我们就回想假如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我们没有找到，可以是佛吗？那是绝对不能的。你修了几生几世你修了40岁都不行。那假如说我们真的能够拥抱它，能够抱依，能够拥抱，会不会成？对，就是决定会了。那个从内心里面产生的信心，那这个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就是成佛的那个因。既然因有了我们只要再努力行持，果报就呈现。所以因果一致不生不灭的心修不生不灭的道，有没有一致？有。那我们好多前人都用生灭心来修不生不灭的道，
因果不一致啊，不会成的。所以一定要找到要很亲切的跟自己不生不灭的佛性在一起。一天就24个小时，我们先那个24分钟，容不容易？24分钟，跟自己的佛性做伙，不容易。哎呦，大家都唔敢承诺呢。那么困难吗？24分钟慢慢增加所以跟佛性一起，这个时候真的就是你看那个所有的妄都去掉了，跟佛性在一起，佛性就是真不假，不是不昧，不会变化，常住不迁已经真都呈现，假当然离我而去了所以那些妄都不见了。那我们现在在生活之中各位什么时候是真？什么时候是真？那个男女在恋爱的时候爱在一起我那个都真的。为什么？时过境迁，变化，它又有第三者，对不对？我们人与人相处就是要得到新鲜感的时候，是很诱惑人的。你到底久会变那个埋怨那个不高兴整个都出来，对不对？会不会？所以我们就可以回想一下我们大概都有结婚了啦。对另外一半不埋怨的举手，你看无一个举手，全部都埋怨，拢听我的话，把你安尼讲拢不爱听，有没有？我们就是要了解到很不容易的啦。所以这个相爱容易相处难，要相处很困难。那我们在修道就是要了解到，从家里做起，从夫妻做起，相敬，互相尊敬，好像宾客，会不会能够赚吗？印都惊啦，嘛那伊咧伫咧讲等于若无做心里面会难过。有时候心里面想，你这无把嘢做，有没有？这个观念个秘底也真深，伫内心深处。你要欣赏一个人很不容易的。你不欣赏的话，你就不见他，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们就是要培养什么？尊敬，尊敬谁？所有众生。那个维摩诘就讲，我们尊敬所有众生叫做供养之佛；我们埋怨众生叫做毁谤之佛。不是说过好多次吗？有没有？我们是尊敬的多呢，还是那个埋怨的多？唔介意啦。为什么埋怨较济啦？迄拢未看到拢未顺吧？都是这样所以我们不要以自己的那一种标高来看别人。所有的众生都是佛，他之所以没有成佛是被他自己的思想障碍。他假如思想都已经开通了，不会阻塞了，他就成佛了啦。那我们也一样有没有被自己的思想障碍？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障碍多不多？烦不烦恼？烦恼很多了，它从哪里来？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烦恼是从佛性生出来。为什么要生出烦恼呢？我们生出菩提不是很好吗？对不对？
他会不会用？让他生出菩提，不要生出烦恼。所以就要在生活之中训练事来而应，事去则见。每一个人都有他的那个主观意识，所以就不要埋怨。尤其你看都很小的事情你讲你要电器都洗嘴都位头边，你敢拢位尾边？你讲位尾边，唔只电甲全拢规气锅拢用，有没有？顶一个气锅就点仔咧冤家，所以都是很小的事那表示说我们的心量很狭隘，你要很宽广要很宽广那个心量来对待所有的众生，因为他无明才会做的事让你痛。你就要想办法去引导他，不是这样吗？所以我们不苟同他做的事，可是要赞他的佛性。佛性都是一样的，每个人的佛性都是相同的，只是落入凡尘所遭遇不一样，想出来的念头不一样，做出来的方法不一样。要能够呢事事如意很难，所以才有不如意事十常八九，10个事情里面8个9个都不如意，是不是这样？那要了解到身体假的你如不如意何必在意？对不对？不要在意你在意也没用，是不是这样？你要真欢喜真介意，还个呢？你想要跟他一起生活你看了无介意，还个呢？有介受怕。所以这一些都是小事，都不要去管它，不要在意它。所要在意的就是报依，抱住我们大道的圆融，抱住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一生没有白来了又求到了，又修到了又笃定了，笃不笃定笃定。对，要对自己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要笃定那个信机中信就是在我们本性之中，然后统四端东西南北仁义礼智东就是仁，西就是义南就是礼然后北就是智仁智中间就是信。相信不是相信外面相信自己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叫做报依。这样会报了吗？记得在佛殿有答应会要做的，不要一出去以后都忘光光了我们要了解修道贵在实行实践，你知道的道理没有去实践的话，跟不知道是一样的。所以你一定要去实践实行，你实行了道就在你身上而且呢又是从佛性本体发挥，一发挥呢都叫德。从佛性本体发出来的所有行为都叫德，所以用呢恒沙妙的来称我们的行为一个行为好像呢恒河的一粒沙，它是奥妙的德假如说我们是私心，能够称得上德吗？不能所以一定呢我们要从佛性呢发挥这样呢就可以到达这个德。一路以来所有的一些呢那个领导者都是要以德来服人，对不对？不能用霸道。你都听我的，现在听你的所以不能用霸道，要用德
要从佛性本体发挥出来。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佛性本体，每一个人都可以发挥。一发挥了以后，你看整个天下，不是很祥和的吗？对不对？我们要了解说，我们的这个寿命像昨天日本不是大地震嘛？8.8，美国测到说8.9，那个卫星看我们那个灾难那个地震的地方那个叫整个那个大水一淹就3个县，日本3个县就会最全部会淹去，整个机场一挂汽车都跑到机场去了，那个飞机就好像那个玩具，各位有没有看？或许是没看，为什么？家里没电视，是听人家说，不过一定有看到才说得出来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这个天灾地变，我们哪一个有办法预防？当那个海啸一来的时候，大水把你整个都淹没了，你有法度挡偌久？离婚。所以那个你看我们那个东南亚海啸死掉多少人知道？30万人。因为他们那边很多都没有报户口，没有户口了，就是没有登记。所以算那个尸体将近30万。尸体上准对不？一个人一命你就死在家。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不知道哪一天呢我们也会遭受一些突如其来的灾难。各位有心准备吗？这个很迟了，没有。到了怎么办？都死那我们都还没有了各位了了没有？都没了所以死的时候不甘愿，对不对？不甘愿。要培养我们修道呢就是要培养不管什么状况之下，纵然命没有的也没有遗憾要这样的生活才叫踏实，实实在在的不会说干嘛呢？我要个做的代志要被交代，那来不及那一下子就没命了你要个交代啥？要交代什么？都来不及了。所以你看我们活着重不重要？重要。活着最重要做什么？意义对，就是报智不生不灭佛性的各位会报吗？真的会吗？所以一直都问说万年放下一念不生还有什么状况？或者不是一再解说吗？万年放下一念不生，它是从凡夫一直到成佛这个过程它有很浅的时候，有很深的时候所以你在万年放下一念不生一点点也不能着意的，懂意思吗？你不可以说这样就是要不对了，起心动念妄不可以，所有的意都不能有我看到啥不可以，我那爱放下纵然你看到什么最殊胜的景象也要放下，这样会吗？那个都是妄知道吗？真的对待就是妄不真它全部的妄真都放下叫做忘记。以后呢都真闲那你再写的引
各位都不知道吗？忘尽啊，真贤。所以我们在生活之中呢，就是要了解到，我们很容易啊讲妄言，就是没有实在的事情啊，我们容易就讲出来，会不会？很容易就讲妄言。那我们要做到忘尽真贤，就是要先改掉这个这个习性。无实在代志啊，会使讲，你讲的都是实在的事，我们会习惯了，对不对？我们现在整个的风气啊，你都讲实话人家不一定喜欢的。你若叫他为山为水大家欢迎，对不对？你看，本末倒置要去地下大家招规堆行后来好啦，都行到足熟的。要来天堂迄人捌去的，迄景色在啥款呢？所以我们要了解到，我们本来就是佛，之所以没有成佛就是我们自造业，自受苦，自己认识不清。佛学都讲，无研究道理是安那不爱研究？为什么不研究呢？没有时间你时间在创啥？赚钱啊！赚钱要创啥？咱食饭嘛，食饭要创啥？要活落去啊！活落去要创啥？你追根究底，把它追出来。为什么会落入尘？我为什么在凡尘受苦？要知道，原来是自己造业。为什么造业？因为不知道真理，无明。那为什么无明？不知道原因。所以释迦牟尼佛讲，无明无因，无明没有原因无明为什么有力道？各位姐姐，无明为什么有力道？无明的背后，就是我们的佛性在支撑。假如说佛性不支撑那个无明那个无明没有作用。这样了解意思吗？很奥妙竟然是佛性在支持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来探讨真理。不管是什么样，我们在凡尘所做的事，所起的念头，全部都是佛性在发挥功能作用，全部都是。那我们差别在不知道，一知道了以后就不会被这一些我们从佛性发挥出来的一些妄去住在妄的镜像里面，就不会了。知道全部都是假，是假我们还会住吗？就不会住了，对不对？不会住是不是没有烦恼？我们之所以烦恼都是住相，住相才有烦恼。你相都是假的，知道它都不真，烦恼就消失了。所以我们烦恼的时候是很聪明的还是很笨？真的吗？会承认自己很笨吗？老师有勇气会。不过笨我刚才讲过恭喜你笨一点就是守本分了，以后可以成神的守本分了够成就。那假如说我们都是花言巧语，那个孔老夫子讲先以仁，就是你对人已经没有那个仁慈的心了所以孔子非常讨厌花言巧语。他所注重的就是我们实际的抱住大道的本体，从本体发挥出来的那一些行为孔老夫子一直在推广这个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做到做到了回到本来你一回到本来就成仙做佛了，就回归本位了。
所以回归本位啊，困不困难？以我们现在的那个现象来说以我们肉入完成这么久，是很困难。可是假如说我们把这一些全部都撇开，不管以往是怎么样经过，都把它撇开，全部呢不跑来拿回，全部没有的，全部没有的时候我们呢就把本有的原来就有，每个人都有的那个佛性本体整个呈现，这样最容易的。这样会用吗？把那个旧的全部抛开，会吗？都唔甘嘛，都唔甘把那样，都把那一些那个痛苦抱在身上，抱一呢，不要抱烦恼，会吗？会。对啦，安尼有反能够反应，说对，就是呢要进入真理呀，要进入我们内心。只要它进入了，我们行持就很容易。那假如说我们对真理的认识不够，我行持力道也不够，那不够就惊就袂定定。所以一定先在真理方面透彻认识。所有这一些理论都已经没有疑惑。有疑惑都问，一定有答案。所以之前我们不是讲吗？思之天高之，思想的思啊，你是要去想，上天会给你答案，有没有？有。所以你只要全神贯注，走入你的那个疑问那个问题，你一直去想，上天会借人借事的告诉你答案，很奥妙。有时候告诉你答案的人你问他说你哪安尼讲，他不知道原因那个就是上天借他的嘴巴告诉你答案，或是借他的行为告诉你要这样做。有一些呢我们就是要了解，那个就是很虔诚的心。自然呢我们精诚守住就金石为开嘛，对不对？那金石它都能够很尖的东西它能够开，那个就是我们精诚，所以在生活之中先集中精神。那集中精神就是要抱住我们大道的源头，抱一。这样有印象了吗？但是你若跟你讲我讲几点钟抱一。就是让你抱的真正的是达到达到我们真正的呈现，这样子的话佛性才有前病。伊要来命令咱的身躯视听言动，才命令会抵达。那我们假如说按照以往六道轮回的经历我们的感官很强眼睛喜欢看，都喜欢听，鼻子喜欢闻真，嘴巴喜欢吃，身体喜欢摸，意念喜欢想，是不是都很强？当我们这个六根在很强的发出意念的时候，你佛性跟他指挥得动吗？那是绝对不动的，指挥不动。你还会说你卖惨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我们现在为什么会六道轮回，就是这个原因。那这个呢，我们要先降伏，先根六根，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对六尘，色声香味触法，产生六识，这都是变化无常，是生灭不停。那变化无常，生灭不停我们要不要听他的？不要。就是不要听他的。我们知可以应用，不要听他的。
听他的我们就造了业。造了业谁受苦啊？就是我们在受苦，我们自己本身在受苦。所以这个非常重要。所以这个报义章特别把它阐释很重要。重不重要？重要。不会死的啊！不会死的，为什么都不研究？那我们所研究的都是研究那个生死的。对那个不死的都不用心。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这个从小孩子开始慢慢进入小学、中学、高中、大学，学生嘛。我们是在学生呢，是在学死。我们是学什么？都学生啊。可是我们会承认我们是学生嘛？人家会说你这老阿婆当学生啊。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我们是在学死啊。我那戏他都戏，都没有啊。有没有看到那个横逆而死的？有没有？那个好不好看？要不要去学呢？不要。所以就是要学的时较好看。要学啊，要学才会啊。那我们要怎么样要学到死得好看，一定会死嘛，对不对？不管我们活了多久一定会死，早死跟晚死啊。像老前跟后学讲，说你把天火院看好，你出去也是死啊，你在这里也是死。然后我一听说拢死了。出去嘛死，伫家嘛死，要死。所以在生活的时候我们所做事情，都是对众生有利益，非常有价值，可以引导众生走善的道理，可以引导众生成仙作佛。那这样的生活追不追求？可是假如说以一个对凡尘他非常的自重名利，他来看我们这样做的话，他有什么评语？不告我，对不对？那我们来看他，那个。他看我们的加工就样样子，来看他，伊更较戆，伊伫咧受苦，唔知影人脱离，迄个苦海，对不对？他知道脱离苦海嘛？都唔知影啦。所以要了解到，当我们已经做得不好，已经转世到畜生道。我们有看过畜生道吗？咱看鸡猪牛，他们有没有思想？我们有没有说你也不是鸡，也不是猪，也不是牛，你那才有思想啊？所以要知道那个是已经落入果报，已经在果报之中。所以他当那个转世成畜生的时候他就只有2个动作，一个就是吃，一个就是睡。吃饱了就睡了，睡饱了就吃了。等大家要创红台，为什么红台？还债，还债，要还债。所以我们要知道，在凡尘就千万不能去算一下要人家的钱，那个要还的啦。无迄个讲安尼边头落钱条利用，没有那个事。都有代价的。
所以当已经变成畜生道，你叫他来修道，他会吗？不会的，对不对？那我们要想想哦，做鸡，安尼喂鸡仔开始甲大只，红牌哦，一只嘛才200-300块，对不对？那假如说我们欠人家个100万，要出生几次？已经办法算了，对不对？当我们已经还清债务，出来做人的时候，那个脑袋瓜想什么？当我们从畜生道转到人道来，那个到人道的时候，有人的身体啊，他头脑在想什么？一样，都是吃跟睡。所以各位先生，唔通吃饱就要困啦，不饱该就食，那变成畜生了。所以人格要健全。在家里就是一定要和乐。不是一直在强调嘛？有没有？能够互相照顾提携的，就是家人；最亲切的就是家人。你在家里一定的关系要非常和谐。当晚辈有晚辈的样子，当长辈呢，有长辈的慈爱。这样的话呢，我们人道不亏欠，人格健全。人格健全天地人为三才之一就呢以天地取间，跟天地一样。天不言地不语，要我们人来说话。所以说话的时候就要想说，我是代天地来说的。我们现在人的讲话代替谁在说？自己是谁啊？所以我们已经把本来的那个责任义务都抛开了，都没有去这个完成。所以要了解说天生地养，天地养育我们众生。假如说天地不养育我们众生，有办法生存吗？我就讲说那个日本那个8.8，它假如说变成常态，那会怎么样？常态就是一直在8.8，人家活得好，什么人都活不了。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天天地在养人。全世界假如说都是灾难频传，澳洲呢都是淹大2-3个月，然后呢巴西土石流，然后智利纽西兰、日本地震，这样的话是不是五谷没办法生？让人家嫁我，被安娜，很惨的。然后产油国家又在战争。那个领导者跟人民在对抗，不是有那个报道吗？可不可怜？我们众生真的是可怜，所以我们就是要努力的报依，守住呢我们中国内佛性本体，它不会死的，永远在。10000年前、10000年后，永远都在。那我们希望在我们有现象的时候能够影响到一点人民的心，让他朝善的方向去努力。这样是不是很卑微的那一些怎么都不相应因为我们人我就讲过那个有一点在我们那个击破里面不是有一个号祸嘛？灾难那个祸，灾难有没有？看人都无笑噶，有没有？为什么？我是有时候都一直在检讨你，人都已经这个。已经不理想了，为什么你会一直笑？所以我们了解
我们要往善的方向，就是一定要从我们那个道的本体出来，那个才叫没有两边对待，是一个真真实实切实的那个心，那个才叫真啊！也不是作秀，说给人欧乐或是炫耀，那个才是重要。所以我们就是要先认识，我们真心呢要怎么能够呈现？要使真心呈现一定要把妄心降服，妄心能够降服，降服到最后，真心就出来了，就真正的现。所以妄心真就现。所以做万念放下，一念不生你就能去想里面的状态。会做了吗？还有疑惑吗？很好做的啦，就是在生活中，只要有一点点的空闲时间你就可以做万念的放下，什么都不要想了，一念不生，这样做开始工作你就专心专一的工作，一样是报依的，你做的时候也是报。所以我们工作就专心工作，不要手做的事情跟头脑想的事情不合。我们都常会这样手咧做工课跟大家咧想无同，对不对？都时常会这样。所以我们就训练自己这个手的事情大概就是想手做的事情。要玩身体在玩，心也在。古也用专一不是要报依吗？报是大道的源头。这样有没有认识比较深刻的？要了解到我们能够留存得下来，就是大道的源头，不生不灭的真气佛性。剩下的我们都没有办法去有它，保有它。就只有我们自己不生不灭那个佛性本体可以，绝对是可以。信心出来了没有？一定要从细保守，细为道源功德母，长养一切慈善根。所以相信自己的力道就很大。那假如说信不够，行得自然，就没有力道。那我们呢，这个看了底下的经文，我们两个字奥义，讲55分钟。曲则前妄则迟。这个曲就是委屈。能够委屈自己就能够使整个事情能够圆满。所谓曲则前。那我们呢，在凡尘的生活，大概就是不愿意委屈自己。所以很多事情做的就不圆满。那假如说我们能够了解到原来委屈，就是要有智慧，要有方便法门，还能够自己这个前后都想得清楚，怎么样做能够最理想，然后我们朝那个方向努力，这样整个完成的事就很圆满。所以这个曲则前，委屈了就能够圆满，一定要记得。那我们能够用方便法门就是需要智慧，需要智慧，就是要我们用一点那个头脑。他说我们用别人有行为过错，用那个直接的方式
去跟他讲，他呢就很难接受，他很难接受呢就很难改变。那假如说用方便法门，告诉他怎么样来，这个处理的话会比较理想，他接受的程度会比较高，对不对？我们自己本身也是一样，假如说我们做错了，自己不知道，那别人很直接的跟我们讲，我们会怎么样？就很不高兴，有没有？那假如说他很这个婉转然后讲分析那个前因后果，然后呢建议我们怎么做，是不是比较容易做？所以要了解到人与人相处最重要还是以和为贵也要和，不要炫耀，不要呢表现说自己很了不起。或许都讲，认为自己很了不起就一定起不了了。他一生都起不了，一定都拍回头看。所以不要以为自己了不起，不要自以为是了。真理就是真理，大家心里面都有一把尺，会衡量的。所以曲则全。然后呢，枉则止枉就是冤枉。我们有没有受过人家的冤枉？他当时是不是那个气没办法平复下来？都是这样那假如说我们能够接受的那个不是事实的事情，是不是很有含量？含量很好，所以呢。以前或许有那个我们古时候那个乡村在那个大陆的一个乡村地方那个时候都是以牛在耕田在这个讨生活。那有一个人他失掉那个牛走失了以后呢他就出来找他的牛。那这个时候呢另外有一位养牛的他牵他的牛刚好经过了，经过那一个失掉牛的人说你这一头牛是我的。牛他的那个外表形象都长得赶快，他一看说你这个牛是我的。那一个牵牛出来的人，他是切切实实为野骨条看出来。可是他很有含量，他说既然是你的，你就给安等。我们做得到吗？或者看到那个真好玩，一点爱钱然后他说你回去了以后，假如说你的牛回来了，你把这一条牛牵回来给我，我住在哪里？你看那个度量怎么样？很大所以我觉得说怎么会有这样的？他起船降水也都无去呢。所以他能够说你回去以后，你的牛假如说回来了，已经找到了，你给他看回来我到底在哪位你再看来海我，若无回来就是你的。是不是要有那一种心理准备？他就是能够真的是非常的明理这个都是天底下的东西拢天底下的东西你咧用我咧用，赶快咧用都一样所以就没有那个强烈的分别心，所以非常的不容易或许看了以后。这第一现实生活我都呈现很难不过我们也知道，之前我们不是有讲过嘛那个我们讲六祖坛经的时候有讲过一个那个修道人他去一个偏僻的地方开垦一块地那边生活，
不是里面有一个女孩子恋爱，然后子大了，有没有？然后那个父亲就那个很不名誉哦，父亲就问他女儿说：“啊，你敢像有诶？”他就指那一个修道人啊，有的，本来他是吉尔前村的人啊，帮他盖一个草寮啊，遮风避雨啊，去他跳掉。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子？他那个修道人他不敢讲话，因为他一想到这个会出人命的，这个一讲话，你讲实在的话，他会出人命，所以他就没有讲话。然后到10月的时候生下来，就把孩子抱来给这个修道人养，他就背着孩子痛跌。然后经过几年以后，那个女孩子的男朋友回来了，他已经到外地去赚钱，可以养家了。然后回来以后那个女孩子跟她父亲说那个孩子的爸爸就是他。这一下子他的父亲说他是什么样啊？都对人那个态度那么恶劣啊！然后又去找他，然后找虔诚的人啊，要去帮他盖那个草寮啊，然后他就抱回去，没事的就好，没事的就好。那个剂量怎么样？所以有时候我们看一些这个比较能够启发呢，我们那一种那个见识。因为我们都是比较狭隘，一点点都不能吃亏。有时候看人吃那么大的亏，怎么他都无所谓。我就是要探讨，他那个私心安在哪里？所以就要知道，他们都少义，能够报义才有这种行为表现。对不对？然后我们对真理不认识、不知道的话，我们做得到吗？就是做不到。所以我们要先有理论的根基。这个理论可以支撑你，吃亏了也没关系。有这一种意念，一定有水肉实吃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家对你的那一种那个观感、那个尊敬。自然而然，就产生，不用你去宣扬，大概主人的对立就自己的，这个人生呢，好不好？就是很理想，所以我们就是得说，说到冤枉的时候我们就不要一下子去辩解，别跟人辩愈是不是关系就愈弄僵了，对不对？所以就不用辩。才讲第2句妄得子，冤枉的话没关系，有关系吗？记得在佛殿受的受人冤枉没关系，这个要计较，一定呢会让我们那个心量广大。那蛙则隐那个蛙就是最底下的那个地方所在，就是呢所有的那个水不流到那个低洼的地区，是有一定的向下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因为水的德性它就是不会跟人家争高，用就低，愈低伊愈安全。那我们假如说能够学那个水，像我们老前人就是白水老人上善若水，水就是最善，上善，所以我们了解说那个水，它就是呢往低下流，然后处众人是守护，众人所讨厌的水都不讨厌。我们洗脏的东西水会不会记得？你洗掉你要洗偌污拢无要紧，
他都不会拒绝。所以处众人的所讨厌的，谁都不讨厌。他不跟我们争啊，所以不会说这都外公人，有没有？他们是在咧困，我听书咧讲，这都外公人，有没有？没有所以我们要了解说，那个水之德啊，真的就是值得我们去学习教法。你再怎么样的脏东西啊，一洗啊，都不记得。因为能够呢处在这个最底下，则赢啊。伊即马得呢上一开，已经最晚了，是不是佫第二关？越累积就越多，对不对？所以到后来才水到渠成。那个渠啊，都已经醒了。那个都是从那个就一直累积到高，就圆满。然后我们在完成也是一样，就是呢从小的一些地方我们去做，做的都没有那个亏欠这样的话自然慢慢的我们那个对外的人家的那个观感就会这个修养很够圆满所以我们要了解谦就受益满就劳神。你满了就是骄傲骄傲大家讨厌就会想办法去整你捉弄你，对不对？那你假如说很谦虚的话是实在的谦虚不是作秀的谦虚。实在的谦虚的话我们会对他不利吗？绝对不会。所以挖则已我们呢这个从小的地方去做都很圆满利益别人也不求回报这样的人生呢就很值得我们追求。然后第四句的必则心必呢就是必救的地方必。那我们都是求心的不求必的话都是要丢掉。可是呢我们就是要了解到我们在凡尘那一些新奇的事物它都不会久不会支撑得很久，就是这一些很必败的一些东西它能够这个绵延不久，一直延续。而且这老子跟我们讲说必则心你能够守住那个必败，你就是能够放心，不要呢这个好奇一些呢新事物所以现在的一些年轻人我们南部都好一点，各位都穿的都很端庄。在台北然后因为都时常这个坐公车坐捷运都看到现在一些年轻人都标新立异标新立异听懂吗？他的头发不是要梳我整齐都安尼翘起来呢去伫那个化妆室厕所时阵洗洗就点伫咧捏伊的头毛会安尼翘，然后穿着那个衣服不敢为讲安尼头前破几粒孔，后壁破几粒孔，伊安尼钱要偌济钱。然后女孩子穿的几粒十，敢若迄楼梯几粒十，是不是标新立异？那新不新？现在那个服装设计真的是都把那个屁股露一半出来，你若多个压落骨落真的不能看。我这LKK看真的是难过
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这个国家将兴啊，必有人想；国家将亡啊，必有妖孽。这个是不是妖孽？虽然还没有到那么厉害，可是已经都呈现了。裤头做较怪就好啊，砍的无真好看。你屁股露出来有什么好看？然后穿衣服你若较赞，较适合你内底无就好啊。伊就安尼表现伫外口，切几层安尼一层一层安尼，直直塌起来。然后那个手的指甲，可能有金珠啊咧。然后五颜六色，我讲现在要都讲过了。都还不时去补起，各位看过吗？还有啊，那表示都很普遍的，真的是我这个LKT不适应。我们修道人不可以不可以去装那个指甲的锦足啊，不可以。以前就讲了，不能养宠物。你养宠物你要度它成佛了，你要跟它一起啊。它下一生来转世当人，你要度它成佛。那你何苦去找这个麻烦啊？他不知道一生能不能够还债还得完，你都要等你呢。你个养宠物啊，你要等你种下转成人。转成人还要修道，还要成佛，你才可以成。这样不好？麻烦了。要自己先成，以后再来度化众生。只要落入人道就可以修道。所以这个都很重要。我们有时候的观念，对人流行，所以我们南部还好一点。北部年轻人差不多20岁左右了，就女孩子叼着烟抽烟。以前像我那个年代，你抽烟就是烟花女。烟花女是什么？就是酒家女，就是妓女。你当酒家女妓女才抽烟，现在竟然看他们都坐办公室的，都在抽烟，年纪轻轻的，很时髦，不时髦？不过我们南部还好了很单纯，好大，对不对？庆幸我们有这个好笑的环境，不然边啊拢遐咧，互咱看看出咱心嘛叮当，会不会？还会啊？怎么那么没定力呢？不能有那一些呢，那个都是外物，外面东西它尤其那个头发，还有一个道亲问我说染发，你头毛啦，有没有换气？我还不知道他是说那个老人家的头发白了，去染成黑的了。我跟他说有。干嘛染得五颜六色？一个头还好几种颜色，什么头发嘛？糟蹋他不要钱嘛？要呢，那你找麻烦我们假如说年岁大了，白头发要染黑，那个是无可厚非啊，就是不能说话，都要看讲我也未遐老，所以才把那个白头发染黑了。那没关系啦。那假如说是年轻人，你去染得五颜六色，那是绝对不可以。
而且那个染头发的那一些颜料，它都有毒啊，然后我们把毒放在头上，聪不聪明？所以啊，我就讲标新立异那个不对啊，要必得新啊，他都是认为新啊，才值得他们追求，错了，那个新啊，很快就过时了。真紧就过去啊！我们南部还好啦，北部那裤子啊，我讲迄实在要摕一本书啦，头前破后壁破安尼怕伊做电脑甲创较大空咧，真的不知道好看在哪里。你要进入那个正式的场合啊，像那个中正纪念堂啊，那个国家音乐厅啊。你要这样进去那个守卫不给你进去，讲你等于换再来。所以我们了解说，老子所讲那个必则新，这样了解意思了吗？我们那个新奇的事物那个心是要从我们的那个心建立，所有东西都是天地的。那我们对天地的物质都很重视，不知道它，那个才叫心，不是呢，我们那个新奇呀，奇装异服的，那个叫心，不是，所以要守旧。我们也有那个谈人得爱古啊，米得爱新，有没有？没有听过？所以真的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才知道的多一点。这个呢讲个必得新，然后呢少则得，那少就是很少啊，很少。我们呢人刚好相反，我们都想拥有很多了，结果拥有很多，我们的心神消耗就很大。想拥有消耗大不大？拥有。昨天才讲到说，那个劳力士的手表一个有10万，甚至有100万的啦。然后或许说我这个是100块，然后100块的时间跟他那个10万的时间是一样的，不会说他的1秒我要1天。是一样的。那你只要说炫耀你的手表，我进100万，你要小心啊！你的周围拢有咧甲你害死，害你迄个手表，对不对？我这拿100块，爱就给你啊，他要不要？他不会要的啦，不是你命拢保全啊，有没有？所以我们了解还人真的是很麻烦。那拢无来善小偷不会进来偷了。他要进来偷的时候，你就跟他讲，我你是光都找无啊你现在这红找有。那假如说你家里头有200万的那个鸡翅爱金箔去收的，等你规卡金箔才把你卷起。所以我们要了解到你的顾遐那个心神那个发挥很大，是不是家己找家己麻烦，对不对？咱都真爱我们大家都很希望自己找自己麻烦，就是希望有很多财产希不希望？我们最大的财产就是报衣。这个就要我要报衣，衣就是我的财产，这是最宝贵的。是。这个较济的金银财宝都比袂到。
你看万亿万年都在的东西啊，珍不珍贵？珍贵。啊，你讲全球几卡拉，迄有法度长存，有法度没有办法哦。只要落入形象，它都有时间性，都有消失的时候。我们就是要了解到，那个都不珍贵了。最珍贵的就是我们呐，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所以或者鼓励，一定要拥有它，一定要启发它，一定要使它来指挥我们世间联动。这样可以做到吗？可以。一个咧应命，剩了一讲考虑看卖。所以我们要了解到，最珍贵的，假如说各位能够做到万年放下，一念不生，能够做到非常熟悉，很微细的也都放下，很微细的妄都放下，然后整个天地跟我们佛性已经融为一体。这个时候我们要了解为什么那个菩萨的施舍法，第一布施，6度万行啊，第一个布施他是贫道拢无钱，是安那头一个拢要叫伊布施，就因为万年放下一念都不生的时候，这个时候你那个灵敏度是够高的。这个地下那3尺有珍珠在，有那个金在，有银在，你知道，你可以拿出来布施给人。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吗？就是天地之间的所有财宝，我们只要是那个心善，它会呈现给我们用。我们心恶所有财宝都沉没在地下，全无去，你要找无？那你修到能够跟天地合而为一的时候，你会了了分明那个地方有金银财宝，可以拿来利益众生。所以施舍法第一个布施，6度万行第一个布施，就是要他们来利益众生。为什么呢？都没有在生活之中他什么都没有，除了3衣1钵，就是那个碗3个换洗的一个碗，剩下都不能有他怎么来布施？就是他能够了解天地之间的整个所有价值的东西，我们凡人注重东西，他都知道。可是他不会自己用的，不会拿来自己用，一定都是成就众生，要使众生能够走入佛道，走入修道的道路。所以就是要了解到这个很多不可思议的。各位听过？有不捌听。所以要了解到我们那个佛性本体价不价值？非常有价值。你想讲要那个上好嘢，你都要行入去佛性本体，就已经上好嘢。没有人超过你。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追求的，而且又可以达到。不是那个空口说白话，不是的，是真正可以达到。所以我们要了解少则得，很少。我们报一少不少？不是1000、10000、100只有1少不少？少少，所以我们得到了不生不灭佛性本体，最珍贵的所以少则得，得了没？一定要
真正的少则得，多了呢就让我们呢很兴奋会神。那么多则惑，这个我们多了就迷惑。假如现在这个让我们身边有那个之前那个过年不是有几亿啊，18亿啊，那个彩券啊，几亿，18亿现在我们身边突然有18亿的现金了，各位怎么样？这一下子晚上都睡不着觉了。对，没家不困。所以后来还说有5个人得到分的就比较少一点所以我们要知道呢，多了就迷惑了，让我们整个精神都不知道怎么来处理。那因为这一些财宝会引起事情。你若好知你爱搬厝啦，你得到18亿的彩券啦，去互知影，人甲你报道，是不是爱赶紧去捡？要不要？你18亿是不是真重？搬，麻不麻烦？还是没有最好的从现实的角度来讲，你真的是一无所有了，有的只有不生不灭佛性，就这样。这个呢就是凡尘最富有的。那说我们的财产太多，现在外国有一个风气很好，就是把它行善，帮助人。之前不是有大陆一个过来花钱嘛，很多那个和尚嘛，拢去给他撒要爱钱，有没有？他会给呢，你给他撒了嘛给，然后最多的就是那个普里不是有一个南投普里有一个给他1500万，有没有？他就是养一些那个比较残障方面的一些年轻人。他要买那个烘焙设备，他已经那个硬体建设已经完成，他就是介绍要教导他们生活的那一些工具，然后那个大陆那个首相听到了，他就答应要给他，就是不用去募捐的啦，只讲1500万，就要给他。他回去大陆以后，就把钱汇过来了，就请那个南投县拿去给他了，那个报纸都登出来，可有看到吗？然后那个南投县长1500万用迄泡面的迄款洗碗底啊，伊讲安尼歹处理，伊个摕一单一人行，然后换一张那个本票。调那个那一个建设那个上家的那一个人，所以有钱有钱的用法，他就是要心舍得出来。有的有钱一叫伊讲帮助人伊袂用，就不要对不对？你看那个刮伤那个，我们不是有说过吗？那个面乳下去用。我一时了害你一条命。你看，那个给你刮开一时你这车嘛赶快去走，伊也无歹去是歹看尔爱讲较少的赔你30万我才摕袂出来。竟然一定要30万，害一下慈善界一概救人，一概就无起来，需要钱。我说他找不着他。你给我孩子找不着他，他自己也不对了。你干嘛？人有钱人会你那把就了为什么要去刮伤？
对你没有好处啊，对别人有损害，那何苦去做？所以虽然讲的都有影价值，还真的是多。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在凡尘的生活，我们是要有自己要有主张，要抱守住，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所以多了就迷惑了，让我们不知道怎么样来处理。最好的方法就是拢改布施出去，让大家都有钱用啊。像那个埃及那总统是，他有2兆嘛，他的财产2兆，然后这个利比亚，他的财产更多，2兆4千亿，多不多？还没冲下，规人们骂啊！整个国家都在骂，那你有价值吗？这样的人生真是好人讲魔鬼，当魔鬼啊！你把那些钱都花给百姓，你看那多好，百姓的生活可以改善，对不对？所以我们要了解说，在凡尘就是要有价值的呈现，有价值的佛。至于圣人报一为天下事。圣人是谁呀？上次不是有问过了吗？然后我们回答的还很大声，孔子。然后所以说是我们自己自己要求自己当圣人，所以我们要求自己当圣人所有一些不符合真理的行为动作念头都不敢有，对不对？是不是啊？鞭策自己，那个就是鞭策自己，要达到这个目标，朝这个方向努力，就不一样了，表现出来整个都不一样，所以呢，这个圣人呢，抱一就是抱住了，大道源头，是不灭的佛性本体为天下事，天下都按照你这个形式来做，按照你这样来进行，它整个社会都不同，就是呢非常的这个祥和。那么不自己故就是不自己炫耀，所以才能够他能够成长，他能够做人的那个长者，所以呢不自矜呢故长。那么无为不争呢，故天下呢莫能与之争，因为他都不争，不争名，不争利，所有一切都争，所有一切都不争的话，连语言也不争，不跟人家争论之话呢，就天下莫能与之争就无人法度来争他都不争了，说是最已经呢最殊胜的相关啦，要不爱争要爱到你这个很好的那个思想观念。那么古之所谓曲则全者，古时候呢他们所讲那个曲则全，委屈自己就能够圆满事情，取虚言哉，那个虚那印不对啦，那个是虚，就是假的意思那他这边把它印需要那个虚成全而归之所以我们就是了解能够成他就能够全所以这屈能够委屈自己那个就是非常的不容易能够用智慧来引导众生，这样呢就能够圆满
所以成全，能够呢归到他身上去，这个呢是报义章呢第20啊。圣灵报义天下事，是建立6层的，那是旧的版本。因为那个我们这边看的那个版本啊有不同啊，或许就是按照这个或许眼前这一本来解说，还有多吗？都一样这边没有嘞，因为这个放在后学桌子上的这个版本啊，就是按照刚同学所讲的这样，不同了，不同版本，有时候呢，我们就了解到，因为讲出来的经文不同的解说就不一样，我们对里面的了解就不一样。所以因为之前那本绿色的它的错比较多，错误的字更多这个的错误的字比较少一点，所以我们就采用这一本。那各位要详细看的话，就是或许有写一本那个《道德经讲义》啊，各位有拿回去看吗？有没有看？有。不能讲谎言要实实在在，因为那一本那个学的蛮久的时间，大概都一年多2年才写完了，就是慢慢的去思索他老子所讲的那个含义那不是说看到就写下来，都是要经过思索。才会把那个真理整个都呈现。坐着慢慢看慢慢想，会比较完整。不像呢我们这边是没有看讲义，直接从经文来解说，那又不同角度了，角度不一样。你看那个讲义以后，它的角度它比较能够完整。看的会比较详细了解，这个是我们要抓到纲要，抓到纲要也是重要了，那个全部里面的内容了解也是重要，因为那样我们才有依赖那一些理论它出来不会偏差，然后我们做就不会错。所以或者都鼓励像那个《金刚经》讲义啊，还有那个《道德经》讲义啊，还有一本我们这边是还没有画，就是那个《涅盘经》。涅盘经是比较深一点，我们是想说呢，往后假如说有机缘的话，各位在这个《道德经》讲完以后，想研究什么？因为我们《金刚经》现在已经在听的，假如说在讲的话，就有一点重复了，意思大概在那个里面都有阐释出来，那个是非常久的时间去累积呀，所以各位假如有听的话。可以从这里面，从无我相、无法相、无非法相，这样的一空到底，把整个性呈现，然后呢，这个东方虚空可思量佛，对整个虚空之间虚空是没有名跟相，没有名没有相，可是我们现在把虚空划分东西南北，然后东南西南、东北西北。上下就变10方了，一个虚空我们把它分成10方，然后名称固定，不能讲错。那虚空里面它有一些名，没有一些相，就在那边有讲
有产生。那我们整个虚空本来也就是没有物，现在万物只要生出一物，就有一物的名称。那我们对那个名称又把固定了。所以我们就了解说，原来佛在讲假的名，假的相，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说，这样了解吗？弄假啦，出来都是暂时而已暂时而已我们就有名就有相，名相很快就变化，这样了解？各位有听吗？那个《金刚经》，听的感受怎么样？都不一样因为那个是在一个家庭佛堂讲的，都是用那个好像在闲聊的方式，所以当下他们那个发问踊不踊跃？非常踊跃或许就鼓励我们也这样，不知道就问，不知道就问。你看他们问的或许正在讲，他们也在问，有没有？就在讲。我等在讲，我有没有等在问？我说只要你有问题，你就举手就发问因为我们这边人多所以才会留着到最后一点时间才来问。刚好呢，我们还剩下10分钟，就是要给各位问。好，请说。老师请下。就是有前点问教学帮问的，就是如果说我们不来这个人上出，就是没有我这个人的存在，是不是就没有办法？有这么多众生，但是就是因为有我，才有这么多法。那他说这样是不是是不是这样？好，谢谢。各位先生。没有我的话，那你会问这个问题吗？是有我，难道才会问？那我们现在的重点所在呢，就是要怎么样把这个我，把它呢扩充到整个都是如来，整个都是佛，那样的我，身体的我就消失了。所以我们众生呢，因为没有启发不生不灭佛性本体，所以这身体的我就很重要，因为都依赖我们的佛性都依赖在身上。那因为我们已经研究心理心法，启发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而且又用耳跟眼通把它延伸个空间，这样的时候我们的真的身体是假的身假的要还给天地，所以中原机会就有要还天地这个不是我，真正的我就是佛性本体，不生不灭的一个佛性本体。在我们已经延伸到整个空间的时候，这个身体的有生，身体的没有实，跟佛性没有关系，佛性已经全部进入本际，那个国际的际本际，本际是咱的本位，咱本来就是这样，因为因缘妄动才落入凡尘，才受苦，所以我们现在的重点所在，就是一定要认识自己不是我们佛性本体。一定要把它呢，延伸到整个空间，整个空间都是我们佛性本体，我们是录用而不知啦。各位先生，假如说我们在讲事的时候坐着，那突然有一个关门很大的声响，嘣，请问我们怎么样？吓到了，对不对？所以各位就是了解。蹦者迄个空间，就是咱的佛性你蹦者去惊到它跟你身体有什么关系？没关系咱来惊一个，咱就会掉。那个就是我们的佛性已经在空间，在这个空间内底，突然之间让我们能够
去体会，这样知道吗？怎么完成你的功能作用？它本来只要你回到本体回来，你就会了解原来六祖为什么要讲不断百思想，百思想就是咱的佛学功能作用，不要断掉它了。你知道它是作用，功能作用就可以，不是本体。那我们现在没有去启发的话，会把功能作用当成本体，这样才是错的。那你知道是本体了，你摄用又可以归体，把所有我们作用都归到本体回来，叫做万书归一本。不是一本三万书吗？现在修道就是万书归一本，归到佛性本体回来，那个正确，这样了解吗？不是说没有我就没有烦恼了，这个我们是错误的认识，说身体是我，身体是我的话，或者都一直讲，在我们最年轻，有活力，长得最漂亮，那个时候。我们就命令说不要变，我要这样，可不可能？不可能的事啊！所以这个不是我能够主宰。可是不生不灭的佛性，我们可以。为什么可以主宰的佛性不追求，去追求假的身体？我们身体是假的啊，哪一个人不死？100年以后啊，我们都不在了啊，去哪里？我就回答过，无来啊，无去啊，无得死，就是常住不迁。我们那个佛性常住不迁，无变化。那我们有变化那是气柄所居啊，物意所逼，他有气柄给咱看掉的，给咱带咧六道轮回，是这样，这样了解吗？不是讲无我就无烦恼，本来就没有烦恼，烦恼是我们自己不明了真理所产生的，它本来没有了。烦恼的来源就佛性所生发，烦恼法度烦恼，佛性生出来啊！你佛性生出来生烦恼，那较戆，你是菩提嘛？所以六祖才讲，烦恼即是菩提，这样是吗？烦恼是你生的，你为什么要生烦恼？生菩提就好啊，生觉出来就好啊，还能了解不？要生烦恼啊，要生觉，不是那个觉是觉啦我们觉久了叫做觉者，觉者就是佛啦。现在地感就是无明消失啦。无明消失时时刻刻都是觉，久了就叫觉者。那我们要了解到，那个无明也是我们佛性生发的，没有佛性那个无明没有作用，也无作用，无明闹用。就是因为佛性本体在给它支撑，这样了解吗？所以跟他讲说，不是没有你就没有烦恼，而是有你的时候就已经没有烦恼。还有6分，还有问题吗？你是很多了，你才被按那问。对不对？惊人有疑必问有疑问的你就要问了就会答案出来。有答案疑怀疑就消失，怀疑消失了，我们的信那个自信，相信自己佛性，那个信就会产生。有信就有力道。有力道呢，做事就容易成功。所以要培养这个有疑必问，不要
怕别人笑。上次上个来因为时间不够，有一个还跑到下面去问我，说我推广万年放下一念不生，那这个母我惊不要惊，个规个亲族我拢要甲放下。我讲你家在无伫个大众之中问，你若伫个大众之中问我会甲大家讲在同一公听人大家都知道答案。只有你不知道，因为你第一次来听。这个心理心法的东西你就是要深入。好，请说。像这次大地震那是太阳海啸如果是我们自己已经修成已经见到自己的佛性了，那我们不会担心我们要往哪去。就是那些人是不是他们？有求到那很难讲，就是说是不是有共业的那种呈现？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很大的灾难，这个是共业的呈现尤其呢，这个在日本他们海岛，好多很喜欢吃那个海里的生物那个都是杀生，所以我们要了解说为什么有这些灾难，为什么有刀边界、有战争，就是因为我们有杀生这一些这个杀生的这一些理，他们就是要来讨债，这个时候已经酝酿很久，然后呢，不管好人坏人，全部遭殃，叫共业啦。所以我们就是本身行假受刑，然后欠呢我们亲朋好友那假受刑，不杀生的那个灾难它就一直消失，一直减少一直减轻，这个是一定的道理所以要了解说这个大海啸也是一样水一淹过来就3个县全部都泡在水中了，那个都发现尸体今天报纸登已经300具，就是已经有知道300个人死亡，还没有详细统计因为那个灾难不知道有多大，到现在还一直在扩散。还有3分钟，好，请说。好。我们常在说，就是要有平等心，不可以有比较心，对不对？那我们人在世就是有一些名位，那这个名位是不是就算是尊敬但是它已经算是有比较出来了？那怎么样才能够变成一个平等心的状态？好，你请说。这个就是要了解到。有一些名相是要循循善诱，虽然它这个在凡尘呈现，可是它有它的功能，就是我们在生的时候有跟他相处一起，然后呢知道他的心地也很好。那假如说他已经都归空了。可是这个什么名分都没有，这样的话我们在生的人会灰心，说做好拢无路用拢无这么一番果报呈现，那个就是给人有，所以你只要做上天都不会亏待你，是一种上天的循循善诱，要你做好事，那个平等心只要从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做起，因为一走入我们的佛性本体以后，它全部都没有分别，它没有分别，当然就是平等所以那个平等是自然呈现。那我们凡尘所写的那个平等并真正的平等从佛性直接呈现，那个才算是。我们是
就是按部就班，一步一追求，并不是说一下子就到达，是这样子的，所以你有问出来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个答案。说有一些就是上天要引导还在凡尘的一些修道人，他呢努力去行功立德，所以有名有相，这样了解吗？下课。谢谢大道天师德、老天大德，以及感谢各位先贤给获学机会学讲。大家的手上都有一张这个资料，那个或许昨天写下来的，觉得它里面很好我们一般对那个附圣元老夫子呢比较少听另外的那个信息部分都是德一善的浅浅福音，终身无私，然后肌肉相的单实调饮，大部分都是听到这一些然后附圣所讲的那个道，我们倒是很少听，可有都听过吗？比较少因为我们在传都不多了，那或者有看到以后就把它抄录下来，说呢给各位可以拿回去这个看这个里面也都是蛮重要的我们按照那个所讲的来做一定会成就。那我们也开始就讲这个《道德经》23同道章，对不对？对。23章同道。同道就是我们要了解那个同跟道呢相同，平常呢我们就是要从上面的那个报义这个一直延续下来保守我们自己不生不灭的那个佛性，然后呢我们跟道相同，跟道相同以后我们要了解说最重要的就是拓展我们的心胸要让我们的心胸能够开广就是不狭隘。各位心胸有没有很广？有真的还不错，有这个信心说自己心胸很宽广。那我们要了解说，有时候我们自己本身并不了解我们的心胸到底是狭隘呢还是宽广。当我们遇到事情以后看到我们的那个容量容纳的程度够不够假如说一些这个横逆是非全部都不在意都能够容纳，那表示说心胸开广。那假如说听到一句不顺耳的话都铭记在心那表示说我们那个狭隘心胸狭隘。那或许都有听到道去讲说我们大部分都给他等加法斗给他等加法斗是大还是小？很小所以我们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的度量很小，所以老祖师现法相给我们看，度大能那个能容的能容了以后就可以到达那同道相同的道。所以因为以前他有讲那个道则通于道德则通于德，然后失德同于失就是呢他不行道德，我们也不管他，也不强迫他就是能够容纳他，这个就很不容易的所以叫同道同道章。那各位有没有听出同道最重要的重点在哪里？我之前有讲过1个小时1个字还记不记得？是标准讲一字
就是要和啊，和。我们不是有一次1个小时就讲一个和，有没有？在家里面我们要和，家和就万事兴嘛，所以要和。要和的话呢，我们要安理本分，这个当晚辈的要孝顺长辈，当晚辈呢要慈爱晚辈，都要和，以和为贵。我们在凡尘这个很重要了，所以这个同道是不是有和含义在？有没有？它的那个内涵就是不和，所以要了解到我们对所有众生呢都尊重，这个叫供养之佛。那假如说我们对众生有埋怨，他做的都不符合理想，我们看得很摇头，那个叫毁谤仙佛。供养跟毁谤差别很小，大不大？大。在我们的内心呢，大不大？大。那个为之以啊，差别大不大？小还是大？我们已经分不清到底是大还是小，已经分不出来了。所以这个老子在讲说，我们这个出口讲出口的时候的分别是非常微小，为之以啊，是不是都从嘴里面讲出来？为就是顺真理，所以那个都称对，就是这样，很同意啊。那个啊就是否定啊，我们在听人家讲的时候，他讲的都不合真理，然后想打断他的话，会怎么应？对了，就是那个字啦，我们一定都用过，有没有用过？就是不是安尼啦，为之以差别很小。那我们要在完成的，就是了解到那个出发点，从心里面出发点，善之以恶大不大？从心里面出来善跟恶一样，差别不大。可是落入行为以后它的差别就很大。对众生有利益的那个叫善，对众生有危害的那个叫恶，就很大了。可是呢，从心里面发出来是一样的。发出来的时候它是同出，可是异名不一样的名一个恶一个善，同出而异名，不是老子讲的吗？不是贤之又贤吗？贤不贤？很贤我们平常都没研究了，不知道它贤，不知道它差别在哪里。我们行善跟行恶各位姐姐差别在哪里？就是起心动念我们假如说呢是这个不落入那个自私自利，不想到自己的话那个大部分都是施以善的。那假如说是想到自己的话虽然讲出来话好听，可是那个都施以恶，因为只有想自己。那我们一般都会用那个借口说人不自私还讲得蛮通顺的人不自私的话就天诛地灭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我们已经呢这个在凡尘得久，所以感染那个尘垢深不深？感染得蛮深的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要凡尘事要了解尤其我们有开头的时候就讲那个5867口音转，就是要把那个第六的意识转成妙观察智，来观察凡尘的万象万事到底怎么形成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见慧功。都还记得吗？都忘了都没有印象
那第二句呢，那个第7的莫那斯啊，转成什么？哇，这侪人讲无一个记的，平等性质。平等性质啊，后面3个字是什么？就可见我们平常用不用功，没有一个讲得出来，哪叫用功？心无病啊，平等性质啊，心就没有病了。那我们真的心都有病，都不平等，都分别，很强烈的分别，所以这样很快一生啊，很快就过去了时间是不等人的，等不等人？一转眼啊，你看我们都这么多岁了，最年轻大概30几岁吧。对不对？真紧偌济，咱一世人偌济3几岁？3次。2次就60几岁了，3次就90几岁了，很快就过去了。他说要把握时间，要活当下，有没有活在当下？事来则已事去则静，这个很重要啦。因为我们一般呢都没有说能够体会时事古今不离当年，活在当下。当下呢具备亿万年，或者不是一直强调吗？有没有听进去？因为这个是蛮深的，又是很究竟，所以会一直让各位兴奋之中有这个意象。有这个佛音都会了解所以我们真的是在凡尘不是灾难重重吗？那个核灾升级了，辐射核电厂那个核能灾害已经升级了，所以我们要了解到哪一种灾难一来临我们哪一个可以逃避得了？就是没有办法逃避，对不对？所以我们要真的努力赶快把自己不生不灭佛性能够能够抱着我们不生不灭佛性，能够使它跟整个宇宙虚空能够融汇，天人合一。那个时候我们就不怕了。那个辐射再怎么厉害我们都没关系所以我们要知道说这一种它有那个食物链，食物链那大概有时候都会互相之间的传播拢会去到所以在形象方面免不了一些灾难。可是呢，我们这个佛性就是要了解到，它是脱离所有一切现象，不在这个现象之中，所以一定要努力修，所以这个看看每一天报纸紧不紧张？不紧张看电视看报纸你看不是很多国家都撤侨了吗？对不对？他为什么要撤侨？就是危险它很危险，所以我们就是要防范，日常生活之中呢，赶快做好准备。真正的有灾难呢，都唔惊，各位惊不惊？惊。怎么嘴巴惊头咧摇？这个到底是惊唔惊？惊应该爱点头，那叫惊。所以我们这个心口不一，心里面想的跟嘴巴讲的相同。这个老师修道最大的障碍，修道呢要心口如一怎么讲怎么做一致，
这样才能够报益才能够报守不生不灭的那个真心佛性才能够呈现佛在当下万年都在我们当下这个很不容易尤其这也是要体会那大概要我们直接就事来则应，事去则进，活在当下还大概都时机还没成熟，不过都事先一直叫做培养，先一直培养，到时候我们就用得上了。那用得上的时候那个时候就跟释迦牟尼佛一样80年再完成了，从入胎直到涅槃，不动本际分毫都不动，如如不动。我们也跟释迦牟尼佛一样分毫都不动。我们现在是动了，动不动？现在动不动？我们现在是动得很厉害在六道轮回里面动得很厉害都一直没有办法停止。可以有办法停止六道轮回吗？要想办法让它停止不在六道轮回了这个很重要自己可以做到假如说我们在日常生活都不造业，不造都不受苦六道轮回就已经脱离了那最简单的就是不要有三心，三心没有了，三世摄受我不住就没有六道轮回。各位还有三心吗？强不强？可见我们在日常生活都没有落实，没有切实的去做要知道说过去的已经过去了，要去想不管是这个很风光的，或是呢被人欺负的，都过去的不要想，再想我们会恶度伤害想那未来的也不用策划，佛需要身体现象还需要才要策划，所以我们也不用想未来那现在也不要有现在心，现在不住，现在伊带袂掉啦，带掉的我们讲现在已经1秒2秒给你过啊对哦，佮讲现在一个1秒2秒佮过啊对哦，带掉的它不住所以过去已经过去了，未来还没到，现在不住三心没有就没有四相三心四相没有，我们就不用六道轮回，有简单无？真简单爱做因为我们很容易就落入三心拢会想过去，嘛想未来也未来嘛搁想现在三心都有了，三世都把我们摄受，拢给咱去掉了。咱既然有三世，有过去，有未来，有现在，安尼六道轮回就有了六道轮回拢给咱去掉了，唔绑啦所以就要咱家己绑我们把那个六道轮回去掉只要三心没有就可以脱离六道轮回，最简单的方法。可是我们要达到这个最简单的方法，要从最基本做起。最基本怎么做啊？对，这个蛮熟了，万年放下。这个连我们开法会的时候，先有来介绍什么是道？万年放下。不是这样吗？对，万年放下，一念不生就可以成佛了，就可以成仙做佛所以那个是从凡夫一直到佛都可以做的功夫我们呢只要日常生活有空闲就可以做，可以做的时候各位要了解到那个只要时常做时间久，我们真的完成是越来越放得下。各位完成是放得下吗？还蛮老实的，放不下。为什么放不下？
牵缠关系太多，哦，就是啊，我们要了解说爱啊不生啊，不生娑婆。我们为什么会在娑婆世界啊出生？就是因为啊爱，有爱哦，有跟爱这两个哦，让我们在娑婆世界出生。所以我们要了解说，爱不是不好，只是不要落入那个自私自利的爱，不要落入现象的爱，这样就不一样了。佛菩萨爱不爱众生啊？对，他都希望众生成佛，那个爱很宽广的，那我们就是要学，学呢，慈悲喜舍，那个佛菩萨的爱，我们都性问之中就具备，本来就有，不用行就会的，只要我肯做，都可以做到，只是我们不肯做了。各位知道原因吗？这个叫做出力不讨好，对不对？讨不讨好？够人玩，有没有？所以我们要得到要超越这一些人家的评论他评论好不都无关紧要，跟我们佛性没有关系。所以一定要培养自己对佛性的认识。所以我就一直鼓励大家说，一定要摸到自己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就是在我们这个生灭的身上，真正的去抱住了不生不灭的那个没形象的本体。各位有没有体会啊？怎么样体会呢？对，就是找到不痛的那个啦。所以各位那个听那个《金刚经》或者不是讲那个脚底按摩嘛？昨天晚上又在提起，我说蛮贵的，一次还600块。我说那个身体不好要时常去脚底按摩那会受不了。一次600，你10天要6000，安尼都收团的拢无人，佫无够。听到要死，痛痛。有没有做过脚底按摩有。痛不痛？有没有体会那个不痛？有出来吗？有啊，真的有没有欢喜充满？有。那太好了。那个就叫抱一已经抱住了自己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所以只要时时刻刻呢，我们回到那一种不痛的佛性本体，这样的话我们对凡人看得就很透彻，而且不会贪念凡尘，然后会对自己那个佛性深入。那一深入法性以后它非常深。越追呢，我们越觉得说自己渺小，自己知道的不足，知道的很少，越能够努力能够深入，能够深入法性那个高兴的程度不可言喻会讲不出来，足欢喜的，那个是内心真正的高兴，就可以体会原委为什么他肌肉像单石漂移，人不堪其忧，人家都没有办法忍受他那种遭遇回也不敢其乐，也会很快乐。他那个又不是作秀，不是要给人家看的，那个是真的从心里面产生出来。那我们各位先生，我们平常很快乐的时候，从哪里产生？我们的快乐从现象产生不是从心里产生是现象。现象让我们快乐，让我们高兴，对不对？各位都没有什么拢安尼讲咱平常时欢喜要死，欢喜为倒来，
威力遭遇啊，现象遭遇，从现象来，现象产生的啊，不是心里面产生的，是现象，所以那个不真。那我们要从心里面产生快乐，就是体会，那个没有对待，唯一的，那个佛性本体，那个才可以真正的常乐我净。那个常乐我净是已经成佛的果位名称，那个佛果位常乐我净，所以真正的从心里面产生快乐，要自己追求，自己体会，是可以达到的。可是我们真正的高兴的时候啊，都不是从内心生发出来。都是从现象联想从现象产生以后呢，我们高兴的时候啊，赶快找原因我哪叫欢喜，欢喜为得来。各位有没有这样想过？有啊？没有啊？两边我们很容易就落入两边所以这个心里面的那一个快乐就是从本体佛性本体产生培养。那我们一定要先对本体的认识，那本体的认识就一定要自己体会，这个不能这个人云亦云人在讲咱叫人安尼讲，迄拢唔是一定要家己体会，家己体会一定切实，然后很切实的时候我们有摸到了佛性体，我们就可以从佛性本体产生信心。所以信机中，那个中啊，就是佛性本体，就是道源，道的根源。所以我们就讲信啊，道源公母，长养一切之根。它从信发挥出来的力道就很强很大。因为是佛性本体，所以我们要了解说，人力理智啊是东西南北，那个是四端的，中间呢就是信。可是我们平常在凡尘用这个信，都是相信外面。我们有没有把信用到我们佛性来？有啊，那么好啊，还是点的没他这个。人在讲了我相信你，我相信你讲的话，那个在里面在外面，都是在外面，然后相信外面的一些事也是在外面，全部都用在外面，那用在里面呢我们很少去体会所以要了解说美在其中，那个中就是信那个信就美就水所以我们要了解说在我们五行来讲那个我们里面就属于黄没啦，黄。我们不是有5个颜色吗？红代表什么？红代表心对不对？然后青呢，代表东方嘛，然后白呢，就是希望更新，然后南方呢，南方是什么？南冰冰火北呢壬癸水所以呢我们了解说五色配五旺，那个黄是中集中在中就是我们了解信信集中统端见万善为什么它可以统四端见万善？就是因为是佛性本，所以才可以统四端见万善所以我们要相信自己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要相信它呢，就是要摸到它所以摸到它呢，那个不是空口说白话
就是真的要体会。我们身体不是有解嘛，痛生的就痛，有没有？啊，你在那个很痛的状态之下，你去体会那个痛的，是不是很明显的对比？很明显的对比哦。你痛的时阵啊，是不能忍受的程度。可是你到达都不痛的时候啊，一痛竟然都没去。要这样才切实啊，才切实说你对你这个不生不灭佛前体啊，已经可以掌握了，已经可以进入了。要切实的去做了啊，还是实实的。这个可以骗别人讲，我到迄个去找到袂定，不过你骗不了自己哦。这个可以骗别人骗不了自己，唯有自己会知道。所以在日常生活之中，我们做万缘放下一念不生，也可以达到那个状态，可是那个时间要久。那在我们身上有病痛的时候，那个体会比较快。很快，当我们有病痛，赶快体会不痛的，不骗人这真的真的有不痛的本身有做过才会了解，那因为有去体会不痛，才深入那个法性为什么个性理心法可以就是讲的很深入。就是因为本身都去实验，因为有实验做怎么做出来的效果我都知道我就会讲，我自己做我自己讲，是不是有力？就知道说不是骗人的，对不对？那假如说你是用理论的那就不一定了。理论说得出来，你实践不一定做得到。是不是这样？会知道理论跟实际有一段距离。那我们实际做了以后你会体会不可思议的那一些境界。各位有没有体会过什么叫不可思议？我们在做万缘放下一念不生假如说你时间久一点，那个不可思议就呈现，不能用头脑来思，不能用嘴巴来念，那个真的就已经呈现。所以以前不是有讲嘛我们不着有，也不着空，不着亦有亦有亦有亦空，也不着非有非空，那什么状态？就是不可思议，袂晓讲讲出来都唔对。迄个我都讲的境界已经不可思了，也不可议，不可思议，它都呈现了。那我们的佛性本体刚好就是这个状态，它不思议有，也不思议没有，它不思议有亦没有，也不思议非有非没有，这样是不是不可思议？我们就是要自己本身去体会去做。你做到那个时候有这边讲一样的，真的一样良心嘛袂相信整个的时候你讲安尼就对了，安就是佛性了，不对，你起心动念住相的，好不好？没有？很好没有？就是我们要了解到明心见性，而且就讲说我们开始的明心见性不要下去，要很深的程度先那个日常生活之中比较粗浅的那着手像之前后学不是说嘛我们前面不是弥勒祖师的佛像嘛？那请问是弥勒祖师的佛像到我们眼睛来，还是我们眼睛跑到弥勒祖师佛的表面上去？是伊照来是咱照去？咱照去了，咱来把揪上了，是吗？是
很有意思哦。是佛像照来啊，是咱目睭照。假如是目睭照去，咱目睭若刻起来，目睭若真刻起来边啊呐，经过照都转来。所以刚才有浅显的回答说心啊，佛像系没有跑过来，眼睛也没有跑过去啊，就是我们的心啊。咱的心它就知影弥勒主持啊，是不是心知影？所以没有来没有去啊。所以你看，了解到所有形象，是不是都心？明心有紧无？快不快？很快看到啥就知影啥，迄就是心嘛。既没有形象跑到眼睛来，也没有眼睛跑到形象的表面去，没有，都没有跑来跑去的，而是心知道。你看我们心多么灵活明心啊！我们先从这个很粗浅的地方着手，然后呢，我们再进入比较深一点的。佛说呢，我们修道不能用心意识，因为说心啊是记忆、忌讳啊，我们忌讳很多因缘记在一起了才出来所以那个因缘忌讳啊，不是常住的东西，不要用然后忆啊，就是回忆的忆忆则意义啊，回忆的你有学过、有经过、知道的你才有忆。然后呢，是现之意，显现让我们知道所以心意识都不要用。我们有没有心意识啊？我们日常生活就是用心意识啊，日常生活就是用心意识，所以要了解说很宽广心意识啊很宽广。我们用要知道它的内涵，知道它的变化，知道它的实际，我们全部都知道，都不会去偏弃。所以心意识啊，我们说讲，我是真心对待你的，是真心还是假心啊？所以你看男女之间恋爱啊，是不是都很真心？那个时候，那个为说呢为他生为他死都愿意呀，是假心吗？是真的可是他的那个是真心的，是建筑在生命上面。等到时过境迁，请问那个真心爱的还在不在？为什么不在？为什么这个事过境迁它会变化呢？意念为什么会变呢？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要从根源来着手。那我们把所有心意识了解它是根尘相对。我们的六根面对六尘，六根知道吗？念念看。对，眼耳鼻舌身意。那六尘呢？对，色声香味触法。然后根跟尘啊，我们以根对色尘形象两个相对，就产生了六识眼识。眼睛对待相，眼识就产生了。这个时候我们就是了解到这一些是不是因际会？因缘际会我们的心才出来。所以这个识我们就不要用，它是变化，生命变化。我们呢不用识就是要用真心。真心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说，万年要放下一念不生的。真心才会出来。各位有让真心出来过？有没有
真正的我爱真心已经呢离开心意识，然后让真心出来，有没有？所以只要我们深入研究的时候了解到说跟着相对的那个产生的心意识那个六识就是四心四心不要用，它是生灭变的话四心不要用的时候各位先生，我们日常生活都是用四心用认识的心。那我们没有研究会把这个认识的心当成真心，当成我们活性的本体，这个差别就很大。那我们知道说这个是假的，因缘际会。我们身体假如说一口气不来这些还在不在？全部不在了啦。那我们要知道真心，你身体没有了，它在不在？你看没信心，不敢回答。我们身体没有了，真心还在。真心就是不生不灭的佛本体，在不在？还在。它没有变化的，常住不迁。它都永远在的。所以要了解说我们日常用的心意识一口气来，全部不见了。就还给六根还给六根，六尘还给六尘，六识还给六识，全部都归本位了，无去啊啦，拢无去啊存来的是咱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那因为我们众生都不研究，不知道有佛性本体，不知道有机，所以我们很冤枉六道轮回。那假如说我们知道有真心在日常就培养让这个真心出来。真心出来以后我们用日常就拿来用，请他当家发号施令，命令我们的身体四听言动。我们现在的身体四听言动，谁在指？佛性在指挥这么理想那个佛性在指挥就表示说已经启发我们那个不生不灭佛性本体由佛性本体来指挥我们四听言动。那这样的话呢，就跟天地春夏秋冬白天夜夜一样，没有业了，不造业，不造业不会受苦，不用来出生在凡尘，就已经超越。这样了解吗？很重要的那无咱佛性认为是在身体然后呢，这个身体没有了佛性就无地去无路通行啦，唔知要行去倒。我们凡人没有修道，有研究就是这样，一气不来的时候他眼前全部都是黑暗，没有路可以走了。各位浅显，我们一口气不来的时候，我们要去哪里天堂在哪里要先知道先知道说我一口气不来的时候我要去哪里要先有归宿。不是刚才唱歌要早一点回家吗？有没有？知道家在哪里吗？这个知道家在哪里很有意思对我们就是呢要深入的去研究知道呢日常所用的心意识那个是佛性的功能作用，它是功能作用它没有罪过，所以那个六祖就讲不断百思想，那个百思想就是心意识所以我们在凡尘各位先生要了解心意识很强的人
就是不肯吃亏。要骗人了，不要我们骗了。我们有没有啊？没有，那最好了。没有的话，心理师就不是很强。所以会算计人家的就是心理师很强。我们有没有算计过人家？有的还蛮诚实的，有。我们有时候会看那个笨笨的，那个假告告，那个就叫算计呀。你讲叫安尼爱人做安那，那个都叫算计。那会算计的人心理师都很强。所以你要练到那个能言善道，就好恭维心理师都很强。平常各位先生自己讲自己有真够恭维无？我们这个要知道说，我们现在的人这个话一出口很容易，所以把我们这个累世所累积的那个德都用嘴巴把它用掉了。我别讲，我就失掉口德了。所以我们就是要培养沉默是金嘛。讲的话都是真理，没有符合真理就不要讲，容不容易？要知道我们都是太轻易话很轻易就出口，那轻易出口它会很多就变成话，不实在没有实在的事情我们讲得出来。那已经的话都演的，我们会习惯，以后的行为也脱离真理也变成妄想、妄言妄想，都造业。造了业是自己在受苦，他自己都不知道。等到受苦的时候怨天尤人。我们有没有怨天尤人过？有时候遭遇到一些这个挫折横逆的时候，都会想说，为什么不是别人，为什么是我？想的时候都不会去想说，为什么不是别人想我，都是我在想我。想的比较负面的。所以我们要了解到我们人心的那个变化。那最重要就是我们自己对自己本身一定要把握得住。这个视听联动发号施令一定要请主人翁出来，不要给六根当家。六根当家这个一口气不然，六根都不负责任了，拍拍屁股就走人了，谁要负责任都是佛心要出来收拾值不值得？不值得所以在平常的时候我们就请我们主人翁出来告诉你，跟他的话一定不错的。虽然说现象之中会吃一点亏，可是没关系，吃亏就是占便宜起码培养我们的那个内涵能够培养我们内德有了那个很重要，重不重要？很重要所以在职场生活中我们就是了解说一定要以和为贵，同道，跟道相同人家不行道德，我们也不用去强迫他我们跟他一样，就是同以师他师要道，我们也是跟他一样没有不同那个已经做到那个含量
能够有容乃大，对不对？有那个容量。那平常呢，我们就是要了解到，我们对一些做得不好的人，为非作歹的人，我们都很厌恶嘛，厌不厌恶？那很厌恶的话，我们表情会怎么样？就是那个欧林招一场啊，有没有？我又50分了，怎么这么快？我们来讲那个经文，稀言自然，这个稀言就是很少的那个话，很少讲，稀言，就很难去听到，很难讲得出来，那个呢就叫稀言，那么底下呢，老子就讲说，自然，所以我们要知道说这个自然，自然的呈现，是很不容易我们去了解到它的真，我们都是有为啦。各位先生，有为自不自然？有为就不是自然所以那个自然我们就是要了解到说，它是始于天地之间的一种定律，固定的不变的道理自然。自然是一种道理，很不容易听到它奥妙的地方，所以叫稀言。稀就是很少能够听到，能够知道。稀言呢，自然。那底下他就讲用那个标风不终朝呢，骤雨不终日来讲那个状态。那个呢，飙风就是刮起很大的风，突然来的刮起很大的风，它呢不终朝，就是不会时间久。假如说我们有那个台风的，它会不会很久？都有这个时间线的，一两天就过去两三天就过它都不会久那么这个骤雨就是突然间下的很大的雨跟上面那个飙风雨一样，就是是正常的现象。那这一些呢不中路，它不会整天也就很短的时间它就停止了。所以要了解说那个飙风骤雨就是天地之间在发泄他的怒气，只要这一些天地的怒气发泄完了就没了，就又恢复到平常。所以就是要了解到为什么会有那个飙风跟骤雨，就是因为我们众生那个业共业形成整个天地气不正不顺才会有这个不一样的那个天象呈现。所以这个呢就跟我们讲说呢，这个它始于不是自然的这方面的呈现的事情，这样了解意思吗？所以那个自然呢就是很平常很平凡很平淡很平实，那个呢叫做自然。所以自然呢就是道，道就是自然，不符合于这个道的那个都是不会久，都是很短暂。我们这个追求那个神通，那个也一样，不适宜这个自然。所以神通追求的话，它是可以达到，可是不会久，它会消失。
不像呢我们那活性功能作用，我们假如说已经进入我们自己不生不灭的活性本体，那我们深入到自己的法性之后，我们把我们的活性本体发挥以后，那个神通，我们就是要了解，六通是很粗浅的，很简单的，真正的到达奥妙，它是游戏神通。就像那个维摩诘经或者不是讲它的那个室内只有6坪，1坪有6尺4方6尺4方1白啦，有6白，它的那个寝室伊咧困的迄个房间有6白，6白是不是细细安尼对不对？可是它可以装3万人内底伊迄个6坪内底你3万人去坐坐得落去，而且每一个人的椅子都很高很宽广，大家坐用咱的身躯爬起安尼有悬无？椅足大只，足悬的，迄个程度无够的，拢甲维摩诘讲。我爬袂起你要坐对，然后维摩诘跟他讲说，你称那个佛号，你就坐起你伊佛号一个念的，人就伫咧椅仔里，那个是不是游戏神通？那个真的就是游戏神通。为什么能够到那个状态？就是已经深入法性，就是进入你活性本体。所以才有那一些不可思议的现象产生，然后又可以把整个一个佛世界就托在一个手掌心给它搬从那个琉璃世界给搬来咱娑婆世界，用手掌心来刷来。是不是游戏神通？所以我们看到那一些经文，我们就想说，我们这个身体是不可能的，身体现象是不可能的，那个都是要活性本体，是在我们那个含藏在活性本体里面的那一些功能作用，它才有办法做到。那我要想做到，你就是要进入活性本体。那我们现在的凡人被凡尘的假象迷惑，所以都追求凡尘的假象，追求物质的享受，这个都是我们认为比较现实的。所以一讲到修道，这个社会人士就会笑我们说。那样讲有后袂样养性，各位先生，想看我修道讲不讲？所以这个又是观念问题了，对不对？我们要知道说醉生梦死那一种生活我们是不去沾的。不去呢，过那一种那个日子。那我们所追求的，就是要真正的回归到本位，都是佛，每一位众生呢都是佛。希望呢所有众生都能够成佛。成佛了以后，是不是就不会有勾心斗角？成佛还会不会勾心斗角？都不会了。都是很祥和。那个常乐性呈现，那个才是值得我们追求。而且我们命又这么短，短短的不过100年，又不像那个北济泸州它平均人民的寿命有1000岁1000岁咱现在讲娑婆世界，在我们这个地球有一个人1000岁
伊会使唔免去上班趁钱啦，伊转去一间咧房间内底外口收钱。你入去看迄个1000岁生做啥款？一票免坐10块多，会好样的。一定大家讲好来看嘛，哪有迄个1000岁？现在100多岁的就难得啊，对吧？我们看到100多岁的人怎么样？或许导师时常听到有100多岁的那个相片一登出来，很多人都说我才不爱安尼。为什么？老默默。所以我们要了解到那个北地泸州人已经到1000岁还很健康。最重要的我们在凡尘就是身体要健康咱的身躯都要健康。你搁较济财产无健康拢无好，对不对？所以健康最重要。我们身体要健康第一个心理要先健康。心理不能不健康。所以心理健康吗？要有信心健康才可以心理健康的身体就健康。那我们就把它放下这个呢都不关紧要再怎么健康，我们再怎么保养都100年加互咱活1辈200岁200，嘛才200年都不值得羡慕无互咱加10倍，1000、2000、2000岁，好啊无？也没有什么好了以这个完成这种生活的话，你活个几万岁你也不会感到很幸福快乐，都不值得我们追求。那值得我们追求的，真的就是要成仙做佛做好不好？好。假如说要我们去坐在工作上，好不好？太辛苦了。所以我们要了解到我们能够回归本位那个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六道轮回。那我们在六道轮回各位就可以想，我们从出生一直到这个死亡这个过程我们不要说我们往后的日子怎么过了，我们就想说我搁为出世到现在的生活搁互我搁过一摆，你好不？从我出生开始到现在看看几岁一样的经过再来一次，好不好？不是我们可以想象说我搁一盖时我也在那改变，有没有这样想？很多我们在催生之中有一些决定是错误的，假如说重来一次的话那个错误就可以改过去，有没有这样想？我们根本就没有机会重来一次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这个时间都不等人的那我们要进入真正没有时间跟空间的限制，唯有佛性本体才没有时间跟空间的限制。那我们落入现象都被时间空间把我们约束了你看时间201011我减一年2011，然后呢这个空间在台南或者是在基隆被这个时空间局限。那佛性没有，佛性呢它超越时间跟空间时间空间的那个约束，没有时间空间的控制，没有很自由的，而我们都不知道要研究，让我们的佛性能够超出所有空间时间一超出以后
最重要的就是思想都不一样，我们的念头我们在这个时间空间固定的现象之下，有一些念头它会产生，这些念头呢都不正确。那我们假如说没有时间空间的那个障碍那个出来就非常宽广。很宽广的时候我们才可以体会那个真理世界的那个如如不动。真正的体会了为什么释迦牟尼佛会讲说他从入胎一直到涅槃，不是经过80年嘛？释迦牟尼佛是不是经过80年？他说不动分毫，分毫那个毫那是足细呢，敢若咧讲咱几几分几厘，迄算金安尼足幼足细，很小。就是在讲如如动。那我们就要了解说，我们的佛性本来就如如不动，有没有动啊？所以佛学才用那个照相机的原理来讲，说我们那个照相，玩过相机你按快门的一刹那，镜头不要晃动，一晃动那个相片会模糊些。所以要都是点点才会清楚嘛。你看我们现在我们的佛性看万象，清不清楚？有没有？然后是不是佛性都如如不动，这样法都让人看得清清楚楚？对，所以这个是真理。咱都要为真理立咱的佛性就是如如不动，看什么拢看得足清楚。咱拢唔知伊如如不动，知道吗？知道他如如不动吗？怎么知道的？所以我们假如能够深入去研究的话，自己都会产生那种追求真理的心。只要能够追求真理，不是追求名利，追求真理跟追求名利是不一样的。角度差很多那个追求名利到头来一场空了，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可是你追求真理你可以走入真理世界。一走入到真理世界以后，你再回头来看凡事，虚幻不实，不值得自己去参与。所以那个整个心胸都开阔。很宽广的，也不会计较的。我们生活中跟不跟人计较？我那没一个回答，那个要回答说不计较才怪。所以知道说我们的那个度量到底有多狭窄。然后我们会了解说，修正者的讲话为什么讲得那么深入？就是他真正的体会到真理世界的那个状态。那我们也可以进入圣贤是人，我们也是人我们跟圣贤并没有两样所以圣人，我们不要想说那个是孔老夫子，孔老夫子是人他视线也是一样也要吃饭，也要睡觉。可是呢，他可以走入真理世界，那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所以他循循善诱，希望我们都走入。才讲说那个小的地方小的村庄，一定都有跟孔老夫子一样的那个遭遇、那个思想都有，差别只在于缺少那个血。欠去学安尼尔所以都要学，要学，你学了都可以进入那个真理的领域有的已经有想，可是缺少恒心毅力。有啦都学一天这个打鱼10点晒网等于个不好那我们众生大概都这样。死情就做大，
开始后很勤劳，结果到后来懈怠了，就懒惰了，这样才一事无成，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这个追求需要不断的那个动力，那个动力的由来就在我们的实践之中。你去实践了以后，实行了以后，你就真的会自己产生那一种追求的心。这个没有自己产生追求，绝对没办法。一定得要自己花心的去追求。所以我们刚有提到说把第六意识转成观察智，那后面3个字不是见为功吗？就是见到非有为功用。你肯观察成的万象万事，你就可以见到佛性本体。那个见非功就是佛性本体我们有没有把那个第六意识这样转成妙观察智？我们从已经我们研究已经1年半，一年不达各位1年半有进步。刚才才长尔刚才才长咧问讲，我们到底要研究多久我都听不懂好像昨天的事很快就1年半18个月了，9月16你看是不是1年半了？快不快？真的很快它绝对是不同的。我们自己心里面的想说，我还没上之前跟上之后绝对不同，没有这样？一定不一样只要你肯用心来听的话，那个时候我第一次就讲我说我用30年时间去领悟，摸到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你用2个小时来听就可以了，6指都不用听就知道。我们用2个小时也可以摸到。不过各位都很客气不只用2个小时，用1年半，还很高兴都能够摸到摸到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这是或许一直从小那个13岁一直到43岁，30年的时间把它摸出来。我想说乍死嘛死嘛死嘛死，我摸出来这么困难，竟然讲好听，不然太可惜了。坐在棺材内底拢无人知影，我拢记那个3、4年去摸索的都是多余的。所以就是要讲，分骨力就不能讲。然后开始讲差不多有100个人听一个人听懂。我讲你若拢嘛袂晓的，嘛会好都拢无人听吧，搁一个听吧，一个人听懂。经过1个礼拜，又1个人来问我说：“你在讲的是不是这个？”我说：“对对对。”所以那个算半个。100个人听1个半听懂，听懂那个佛性的本体，是不是很不容易？因为我们现在末法的众生已经很长的时间没有接触性心法。从我们那个历史可以看那个景德传灯五灯会元那个记载。在西元大概1000年以后，一直到2000年这个中间我们那个道脉没传承，所以从8祖以后，8祖是还在西元800多年，然后到我们9祖的时候，已经19几年了。你看中间是不是有1000年它没有传承？就等于说我们这1000年之中都没有在修道，就是没有那个方法来修道。在西元
那个达摩祖师到我们中国来是西元502年，然后归空呢在520几年归空，那个达摩祖师啊，他从那个时期他还没有到之前，我们中国那个修道的风气啊就已经很盛了，所以那个达摩祖师才把道传来中国，说咱家那拢大家咧修道，印度经就是已经生活环境改善大家拢这样修了，拢不爱修啊，不爱修，一旦是说不能断啊，大脉不能断，所以送到我们中国来，老水还潮，那个时候是502，一直传到800多的时候到第8代祖师，道脉不断。然后到第9代的时候，遥接天命，已经1900多年了，西元9不到几年，或者没有记下来，就是已经经过1000年的，经过1000年了，大部分的都是在这个战争啊，那个朝代啊，大家都在争地盘，大部分都在战争之中，修道的风气就没有很盛。然后我们到现在到老师傅第18代，18代是我们一个研会的最后，无极生态两仪四象八卦，八卦相中相凑，就8864，64代是东方前18代，西方28代，后东方18代，加起来刚好64。所以到我们老师是最末后，所以老师是讲末后一早，各位无啊啦，已经没有到。所以在这个时候，假如说一涅槃，那各位就是要了解，只有欠善，只有累积善，已经没有再传道了。还有单传独守，现在大概普渡，可是，在我们老师师母以后，就没有。所以这个时候最怕涅槃。涅槃了以后啊，你要得道无啊？只有讲累积善根，安尼尔。所以我们要知道那个可贵，现在很可贵。亲朋好友没有求道，一定要度他求道。这个老天时常讲，说你跪着都要跪着请他求道。把你的厝古约请伊求道。我们有没有人这样做？都没了对呀，老天人曾经就是听到一个慈山的那个道亲啊，可能也是有训练过三才。他说他到慈山挨家挨户去人敲门，请人家求道。有过来，大家去人过门叫人求道。这个真的是有够努力的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时期要知道那个道的宝贵我们一般呢都没有研究，不知道它的那个殊胜宝贵在哪里。那现在呢叫我们来讲，我们大概都会有一个轮廓可以讲得出来，对不对？会不会啊？讲给人家听请他来求道，你求道就可以脱离六道轮，可以上天，对不对？这样讲讲个有内容，有没有啊？所以要学，我们都会学到用时啊，方分少。我拢有就拢袂晓，所以固然要应用的时阵就会晓。就会了所以我们要了解说这个道很可贵很难得的没有研究不知道，研究了以后就知道它是非常殊胜可以超越一切现象像我们已经研究年半了殊不殊胜？很殊胜我们越深入就越觉得它是很可贵很难得假如说我们没有说没有传，人能道嘛？不是道来人，对不对？
所以我们人要把它弘扬起来。说这么好的道理怎么不求呢？怎么不修呢？所以尽我们再生的那个能力。生在凡尘的时间很短而且我们有力去度人的时间更不长，对不对？像咱若讲食到7老8老要养乖容不容易度？都不容易了，对不对？所以在还可以有能力的时候尽量赶快自己修，然后度人，因为很重要。人都会互相这个观摩然后学习，看你变化很多，看你改得很善良，看你人做得非常好的时候你去度他容不容易？就容易了。你若拢安尼拢不好，厝的拢甲人过死啊！你去度人家要不要跟你去搞？不要甲你安尼才不爱。所以我们得说，你已经在做了我这个早都那今晚来变安尼知道你改变了，他自然就会跟你来求道了。所以在这个时期我们是最怕说涅槃。因为我们台湾的现象，因为太富裕了啦，大家拢安尼好命，拢修命多，有没有？修过套好命所以因为或许跟老前人曾经到各个那个那个庙寺庙去，一般到今想到老前庙都会办得比较丰盛一点老前都会发飙骂人，修道哪有这样享受？安尼讲10几道菜，摆出来安尼10几道安尼，都太享受了。修道要节俭，较俭的，还要用的那个钱财用到该用的地方，不要呢自己贪图享受。那个口腹之欲我们已经可以清口了，那对那一些就可以，只要能够养生就好了，就不要贪了。可是我们已经变成习惯，习惯了，无好食袂落，各会晒太，各会甜唔食，太好命了。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假如说我们大家都这个太富有，对道又太漠视，不看重它，真的就会怕。所以以我们台湾的现象，都会感觉有没呢办的那个时候都办无人要求道无人，一般的人足多，就变成这个样子。那往后呢，我们可能就是要去求道，要坐飞机去外国，台湾那盘外国还没，你要求道，坐飞机去求，到那个比较那个落后的国家像那个东南亚那边因那种生活较困苦大部分都比较会呢积极来这个求道修道。那地区呢还有涅槃，我们希望说它能够延长一点，让我们所有亲朋好友都能够度他来求道，而且在我们自己本身改变了以后度化更容易。自己假如说没有改变要度人就不容易所以呢，我们讲到那个虚言自然的标风不终朝呢，昼夜不终日，时为时者天地。那个时就是水，什么人使那个标风跟就是天地，天地之间它起大风下大雨，所以呢，我们就是了解到。虽然说天地这个泄露它的那一种气飙风跟骤雨，那个是天地的怒气要把它泄掉发泄
是我们众生的功业引起的啦。众生假如说不造业的话，都是风和日丽，那个天象都很理想。那么天地呢，上不能久，就是天地之间那个不正常的那一种现象都不能够持久了。假如说我们这个做台风不要说这个久了，给我们来个1个月我们会怎么样？1个月都在做台风，那你必然凄惨的，对不对？是很凄惨的。所以要了解说，这个不是正道所以它不会久，时间也不会久，那么何况人乎？天地都不会持久这一种不正常的现象发生。我们人他说有所作为都不符合真理，那个不正常的更没有办法持久。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在凡尘假如说交的都是一些酒肉朋友，交的会久不久。别管顾你的环境一变化，没钱了，你没有办法请他们吃了，他就离你而去了，对不对？所以那个都是不长久了，很短暂。那我们要了解说，我们修道就是要追求那个平常，平淡，平凡，平时，四平，平凡，很平常的、平凡的。这个事它才会持久，所以这边这个同道章的所久，故呢从事以道者我们从事以道者呢，道者同以，我们呢这个从事以道的话，我们都从事以道的话，道者同以道，那个道呢跟我们都呢同在一起，所以各位就是了解到，我们不是每一个人都有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吗？对不对？我们没有把它启发的时候，在不在我们身上？一样在，对不对？我们这个已经启发的那个它呢，有没有特别突出？没有，还是跟我们没有发现之前一样，对不对？都是没有不同的地方，所以呢，这个道它同于道。你都已经认识了、走路了、在修持了，他呢跟你都相同，没有不同的，所以我们就要了解说，为什么叫做常住不迁？为什么叫做无来无去？无来无去是不是常住？是，它就是常住了，所以这个常住才是真的道。所以呢，道者同道，这个时候的道，跟我们已经领悟的道都是相同。那我们既然是本身所具备的，道是本身所具备，但行持就很容易了，容不容易？不过还是要有心因为我们都被丢到人之中的习性改变了，所以真正的呢，要道者同以道，这还真一段时间，才能够真正的我们所作所为跟真理都相应，德同以德，那个德我们就是了解到，从道的本体所发挥出来，所有的一切作为都叫德，所以恒沙妙德。恒沙净等，所以刚开始我们研究《道德经》不是讲道呢就是我们的良心，然后呢我们从良心所受的都叫德，那我们能够维持常而不变，就叫经道德经。我们在日常生活都可以呈现，都可以体会所以这边呢就讲说德者同以德，我们已经发挥出来，
都是佛性这个本体的功能作用。那我们呢就让它发挥。这样呢就是呢德者已经同于德，跟呢上面那个道德通道是一样的。那么底下这个师者同于师这师者就是那一个人不了解到那个道理，不知道真理，那我们也不用去强迫他一定要行道德不用，就是同以跟他同样同以师，他失掉的时候我们呢这个跟他又是就是不排斥他，跟他在一起，也就是和了能够和，能够容纳他的那一些呢不道德的一些事情行为，我们都可以容纳，可是我们不会跟他一样去走了，可是可以容纳，所以这个叫同道跟他这个相同，是相同佛性虽然不同意他的做法，可是他的佛性跟我们是一样的，所以师者同以师，这个倒是比较不容易做，一定要有很大的容量，还要有很大的那个智慧，我们才不会同流合污跟他一样，本来被他溜来再溜到去那么同以道者道义乐得之这个同以道就是已经我们可以回归本位了。那这一些道呢，他就乐得之说，这个怎样堂顿来知道回家了。各位同学，我们知道回家吗？知道。等一下下课就要回家了。这个我们就了解到这个呢道者这个能够呢乐得之，就是道义乐得能够跟呢这个既然你都已经回到本体回来了本身本体很高兴。那么德者同以德同以德者德义乐得之。同以德的话德也很乐意就是从佛性的本体发挥，全部都称为德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德之行持并不是很困难，只是说呢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的话比较会关照到自己，想到自己那想到自己容易起那个私心自私自利的心一有自私自利那个德就消失了德的没去所以我们要德就是要从道本身要从佛性本体发挥出来那个才算。那么同以师者师义乐得之这个倒是比较我就讲说不容易我们有那个容量来这个包容那一些不好的人，所以就要想到天地天地之间不管你再怎么样坏，他都不会把你赶到天地之外，都是给你住容纳，天地在天地会不会赶人？他不会把坏人说你做得太坏了，不给你住都没有那种这个情形所以那个同以师者呢，师义乐得之。那么信不足有信焉那个信不足，就是我们对自己那个佛性本体的信不足，然后不足了以后我们所发挥出来的那所有的一切都力道都不够，因为信不足所以有不信不信的话就没力了要做就没力
所以那个信息很重要。我们呢这个很多现在义工当义工，义工就是做事不领钱的。那你只要说没有那个爱心的话，你做得掉没？做不掉啦。一定就是要有爱心，才能够为人民服务，不求其代价，那个都很不容易啊。所以我们了解说，现在的这个凡尘，尤其在我们台湾来讲，生活上呢，交不起吧，要吃要穿拢有，欠缺的呢，导致一些服务人员。较强啊，因为现在你若讲要请人来给你服务，拢爱纳代价，爱钱呀，那个不用钱的很难得啦，就是不容易所以呢，我们了解到说对自己不生不灭佛性本体的心很重要，所以在日常生活之中呢，要先要体会自己那个佛性的本体。从每万年放下，一念不生。有空闲就做，然后你做到一段时间以后那个要知道那个所有万年都放下，一念不生的时候那个景象的呈现已经是佛性本体了，就已经是了。那或者在讲说那个不痛的，那个是你要拥抱它，这样了解吗？拥抱它实实在在确实是抱住了，抱依了。那你体会到万年放下一生那一种景象那个已经就是佛性本体所以只要你不住相讲安尼就对啊，安尼就住相很微细的。还有20分钟留下来给各位问问题。好，请说。难。或者想问那个，就是说不生用不生不灭的心来修不生不灭的道，或者不太清楚这个不生不灭的心，所以好，你请坐。用不生不灭的心来修不生不灭的道，这个是我们修道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而且一定要强烈的我们去实现不生不灭的心跟不生不灭的道因果一致相同。那什么是生灭的心？什么是不生不灭的心？我们也再详细解说。我们刚才有讲六根对六尘产生六识。那个四心都是生灭，都是生灭。那我们修道呢，就不能用这个心来修道，这个是属于生灭的心。那生灭的心会变化，时过就境迁，我们心就跟着变化。那我们用会变化的心来修道，要修到那个佛的果位不生不灭，那就不会到达。他说一定要找不生不灭的心，他不生不灭的心叫真心，也叫做佛本体那我们刚才一直在讲说那个不痛的那个也就是那个就是不生不灭的心。我们在讲说万念放下一念不生的那个状态，那个也就是不生不灭的真心我们要用这个心来修道，就会成道。这样了解吗？好，请。不是有2只吗？各位老师好，有讲师好，谢谢大家。或许想问一下，就是说万缘放下的景象因为或许有一次总结就是说24分钟做万缘放下，有做到，但是就是说那个景象现象就是如自在，那是一个景，就是献给后学知道的吗？是不是这样子？你起心动灭了啦。后学在那个时候是
就是那种感觉是很喜欢在里面的。对呀、因为你很喜欢，很喜欢是不是心？对，你很喜欢那个叫起心动念啊，你知道景象的那个叫起心动。不是，或许想要知道说，那是有进入到那个境界？没有，你还没有放下，你还在注意境界，还在注意你的心里喜不喜欢。那是在之前，然后那昨天是因为后血压痛，整夜都是这样，然后就想说做万元放下，然后呢就真的就牙不痛就睡着。那是你在催眠。可是没有啊，可是那时候真的不痛，不然的话就是一直痛不能睡觉。所以那个跟你做功夫扯上关系啊。你已经在恢复你的病痛。没有要进入那个万元放下的时候，或者是很用很久啊，就是要进入万元放下或者是很久，然后到时候到了最好是很快就睡着。啊，到现在的话是还怎么讲？没有吃药哦，还是一样啊，就是一点点痛啊这样。所以或许都一直在讲，这个不管你在这个万年放下的所有过程之中啊，有什么景象呈现，起什么心念，这个都不对，那个叫眼呐，有景象给你看也是眼，你有起心动念也是眼，你知道什么也是眼，那个都要放下，那个都叫好。你看到的，你想到的，你知道的，你身体感觉的，那个都叫妄，所以要放下。所以万年放下是什么都不能有，才真的到一念不生。那个李大仙理的不是讲，万年放下一念不生就是成佛啊，有没有？细节都看到了。你执着在你的见解里面，不肯放下。还有，还有15分。好，请说。有一个有先生在问，这个现在是在现场，他在问说，生活借那个教授的身体吧。教授的那个灵魂跑到哪里去？好，请说。谢谢。因为我们要知道，那个仙佛来借我们人的身体呀，就是我们现在讲的三才。那假如说最理想状态，因为以往或许在后天庙也曾经当过最理想的状态就是把那个翘首三才本身那个灵性送到虚空，就是已经不在身体里面，三才的本身的灵性已经不在身体里面，已经在虚空。这个时候的身体全部都是仙佛在用，所以仙佛它发挥的就会很这个深入法性。深入身体的领域所以那一种是在后天庙的话，就是来问事情的人的虔诚度很够，才有说整个把那个翘首的那个灵送到虚空，这个是最理想的状态。那么第二个就是说那个仙佛已经进来身体里面，可是那翘首的灵也在身体里面。它变成相合两个拢做位，这个时候翘首的意念会影响到仙佛的那个讲话跟动作，影响那个比较没有第一个那么理想。那第三个就是因为庙的时候不一定说
像我今天庙说3炷香5颗手啊，佛就到了。他因为不会到，他不会到哦，问代志的人才去吧吼。所以那个主持拢会叫那跳手讲，你给他解答就好，因为他做久了吼会有经验，就变成神棍啦。神棍就是变做伊咧解决代志，那个全部都是假。所以这个是3个情形。最理想就是讲整个灵都不在身上，仙佛在用。那个时候我们就是了解到那个仙佛一退了以后我们不是平常都看到三台就倒了，对不对？它就是灵离开，灵我们的佛性一离开身体身体就是天地的物质，所以没有用的啦。变子要的弄我们在这个时候那个教所本身的灵，它会回来。它一回来了以后回来了以后那个一刹那就是最舒服了。迄灵来身躯的。迄个按久听后，你那个已经入来知已经拢入来好势刚才仙佛在有时候都透支了，拢被用到过头。你平常时你用的迄个力度拢无济，迄仙佛来你用的迄力足济，伊甲你用到你所有身躯的遐能量拢已经超过超过你就讲。那这疼也疼这艰苦也艰苦，就会这样。那个就是3台的情形。还有吗？还有10分钟。好，请说。后学请问你要讲什么？那个后学在多方面上线这个自身的时候就是不管什么时候，当那个就是当静下的时候就一直好像睡觉，好像在打瞌睡这个样子。每次做也是这样，比较就是。好，请说。这个可能跟你平常的工作很有关系，你都是可能会验证着啦，体力已经超过你的负荷，可是你一些事情讲我不做袂使，一定爱做，做到那么超过，超出我们体力所能够负荷。即摆咱伫咧做功夫静落来时阵做万年放下因的不生，就那一种所有束缚已经去掉了。把束缚去掉身体它正要恢复它本来的功能。即摆身体要互伊恢复本来功能我们就是会了解到我们的身体的那个感觉就是会很累遗孤伊本身身体的本身它是要恢复，恢复就要互伊自然的恢复，恢复甲伊拢甲伊的本来拢迄个水平那你那一种要打瞌睡、想睡很累那一种感觉都消失了。这个时候它消失以后，那个身体状态就很理想。这个时候来做功夫了。这个时候来做万年放下，一念不生，最好最理想。所以那个过程我足忝的，足想要困的，足直度久的，迄种活紧可以困。所以你做功夫的时候要困就好困，困互伊饱充足，是有的迄个疲劳拢袂去才开起来才做。那个时候精神饱满，你做出来的功效就很大。所以那个时候万年放下就很容易因为那个意念就很强，不会被那个瞌睡神困醒影响，所以我们要了解说，在做万年放下那边的时候想睡觉就睡，就尽量甲困困到伊呢迄个忝过去就醒醒时阵才开始做，那个时候最好。做的功效最好，这样了解吗？还有没有？好，请说。老师，刚后学有一次可能是礼拜5地震那个时候，我觉得那个灵性的地方很痛，就是很痛，就一直在掉，然后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这个就是我们要知道说，感应那个我们
身体里面呢有四无量心慈悲喜舍。那天地之间有灾难，那个一灾难一到那个死的人类有时候都非常多了。生命我们要了解说人命关天生命足侪人无去无去那时阵我们有感应，就是不忍那个心不忍所以变成我们那个很直接的地方它会显现那也安尼那也听那也特别讲，那个就是感应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平常就是要累积一点我们有本身有一点那个德性，然后也有一点功德，然后也有一点就是本身需要清净，才感应会比较强烈，比较明显。那假如说我们众生平常都是追求名利能够都贪得就没有这个现象。还有问，好，请说。这里，你神不守舍。好，请坐着讲。然后曾经有前所问嘛，那位前显是临近的地方，那或许是什么？那我长辈是说，你讲掉那时候是说，就是你说眼皮跳动的那种现象。眼皮跳动。那个就是有一些是感应那我们最重要就是不要住相。我们培养就是欢喜心甘愿受。所以不管是左眼跳右眼跳，眼皮在跳，你就讲是好事，哪一眼跳都是好事。因为欢喜心甘愿受，没有好没有坏。所以不要住相。我们记得讲是这样在跳，都在跳反而对我们不好。不管左眼跳右眼跳，你告诉自己是好事，是好事，因为你培养欢喜心，什么样的遭遇你很乐意接受，这样最好的生活态度，可以吗？还4分钟。刘讲师这边浅显好像有5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说，若没有启发扩展我们的佛性，一口气不然便没有路可走。可是，一般人断气时，不都是黑白无常，牛头马面将军，手摇脚靠头，所以下的脸轻身体硬吗？如果是善人有福的正神前来迎接带领，而有修道者的世间佛及天上家人前来带领迎接吗？不是吗？好，这个我们也是要了解到，那个福德正神那是咱749天带归阴阳河，就是一般没有求道的他49天以后就会带那个王子王灵经过阴阳，就是去那个河边去洗手。那个王子看到他的手的那个指甲全部都黑了，我死了，那个才知道自己死了。那个49天，那个福德正神才会带起。那我们要了解到说，没有做到那个等于是他的那个灵性的正门没有开，没有开就是要走那个走道旁门，走道旁门呢，从眼睛出去天上飞的啦，从耳朵出去是那个畜生道，耳朵很大的，从鼻子出去就是蟒糖，胃嘴的出去就是鱼的水嘴，巴肚嘴的就是做人，为泥丸讲出去去天做神仙，所以这个叫走道门。那我们要了解说，没有求道的人，他不知道有灵性有正门，而且也没有办法从正门出去，所以求道很重要了。我们那个玄关一打开了以后，跟天地就能够相通，天人合一，很重要。因为他都不修，知道呢，有一条
大路，可以通理天的。虽然说是在当下，可是他走不出去呀，不知道在哪里呀，懵无啊。虽然第一面头前伊在啊，不知道，所以就从他的完成的所作所为，牛头边来练，也去地啦，去受苦，就是这样。一般啦，我们社会人士，所遭遇都是这样。那我们求道就不同了，我们刚才是讲了很多，那要了解说，也都说我们老师真的很辛苦。我们道亲有求道呢，那死的时候结果修大把香108柱，听了邱老师带回去，老师是不是忙啊？就讲公布地我唔是即马拄落来再来咧游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仙佛都是慈悲的啦，只要你一求，他当然就来带只要他不反道拜德，都一样可以归了，可以归到天去。第二条。第二个问题，恩师说立清口如树，不要吃素药，可是佛堂常有些仙丹清心道清治不换素食，所以开班常用素药，甚至佛堂也卖素药给道清学吃素，请问这样做对吗？这个叫方便法门，方便法门呐。因为我们要知道说，引导众生这个走正道非常不容易。所以在还没有适应之前有些虽然它不是很正道，可是它也不偏不偏得很厉害，因为它没有那个杀生，不是用生灵东西的，所以叫方便法门。方便法门是不护而道，可是可以用引进它研究真理了以后，由他自己发心。说不吃那一些东西，可要他自己发心所以我们引进的时候可以第三个问题，以立清口愿若在佛堂、素汤厅或飞机上的素食里有素药，是应该把素药夹起来丢掉，也算是浪费食物吧？还是违背恩师旨把这些素药随意吃掉？这个偶佛老师要考考我们，这个智慧到底够不够？所以我们要知道那个有一个大讲师跟老钱去美国的时候坐飞机，那个时候因为早期飞机上没有素食，没有素食供应都是荤的荤食。然后那个大讲师就一直要看老钱怎么煮，怎么吃，然后拿来了以后老钱一打开就把那一些荤的东西这个堆到那个前面去就吃饭就吃饭，然后吃好以后那一些就是无加一些粗的拢给它放在内底，给它扛起来，收回来了。所以你看活不活泼？就是很活泼了。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说，纵然我们已经都素食清口了，你到外面去这个居都根本没有素食馆，你也不用灰心。为什么？你到餐馆去白饭，你可以在那个干嘛店买一个罐头，有素食的嘛你就可以纵然都无干嘛店，你可以请里面的人说，拜托你给我插一下青菜。这样也可以活泼的所以不极限讲一定要吃清的，吃到足清的人讲多钱哪一个不好？所以心最重要，他心很清净。好，下个礼拜再回答，超过时间下课。三道天师德千千大德。以及感谢对先行给或许对学讲。我们手上是一本这个《道德经》就是这几天这几天就把它赶出来台北先贤很有心，从那个
我们《道德经》讲义里面抄录正确的，因为我们之前看的有字错，有的整句都掉了，没有印，所以我们现在就以这一本为主，那个旧的我们都给回收了，全部呢都看这一本这个新的，很快呢没有几天就把它做成了。今天呢是3月26号，我们开始到今天呢刚好1年半的时间，很快时间过得很快。然后我们都一直有一个问题我们到底要讲多久那因为我们何老师也有暗示说要给我们3年的时间，我们刚好讲一半，1年半，然后往后还有1年半。那1年半呢，我们讲六祖坛经就去掉1年。那这本《道德经》大概也要1年。那接下来本来我们那时候是预计说要讲《金刚经》，可是《金刚经》现在大家都已经有听了，有没有？那我们这一次又寄100套下来，那个 CD MP3 这边还有75套，他说要拿 MP3 或是要拿 CD 都有。这个我们早一点寄的那个60套还在货运行，因为我们装的太大箱了那个货运行搬不动。那个慢一天寄的那个40套的 CD 比较轻，他先送过来，所以我们后面有40套的《金刚经》CD，然后我们呢就拿回去这个听，也赠送给亲朋好友。各位听得怎么样？因为那个以往大部分有一些都是按照讲义讲，那按照讲义很多先生会反映说既然是按照那个里面的写的讲，那我们拿书回去看就好了。所以后来这一次全部都没有看讲义，就是呢直接就讲，那又是比较那一种聊天方式各位有没有感觉？问题他们马上问，或者都还在讲，他们就在问了，所以都是很热络的而且问的问题也都是很深入不会说很粗浅的，我们刚讲清各位有没有感觉？台北县问的有的很深有的问题很深，所以呢或者就鼓励各位拿《金刚经》拿回去听，也送给亲朋好友因为那个都很不容易从那个日常生活之中就已经把这个佛性呈现佛释迦牟尼佛没有我相，没有法相，没有非法相，整个很平常的呈现出来各位有听懂吗？有所以我们就《金刚经》不准备讲，要讲楞严经，有听过吗？楞严经它是属于密教部门，所以我们在显教那个佛教它有2个那个教法，一个呢就是显教一个呢就是密教。密教呢秘密的，就是都是咒语啦，然后有那个这个已经修正的告诉你怎么做，你不能问原因你就直接去做。那在我们这边呢，可以说不适合，我们这个很习惯一听到问以后就问为什么？为什么？那个密教他不能问为什么密教不能问。那显教就是显明就是把理讲得很清楚这个显教那个楞严它那个名称很长，大佛顶如来密印修正了义，知菩萨万行，守楞严经，
经的名称啊这么长，那我们都是习惯用简称啊楞严经。但楞严经它是在全部阐释啊性心法。释迦牟尼佛从头到尾啊都在讲怎么样认识我们啊不生不灭的真心，怎么样认识啊我们那个充塞整个宇宙虚空的佛性，全部经呢都是在讲，而且它又蛮长蛮大本的，或许以前在特别在那个斗南也有讲过了，那这一次呢我们就想说在我们道德经这个研究文的时候啊来讲楞严经，虽然是比较深一点，可是啊到时候我们那个都心境啊都深的，都可以听的，对不对？希不希望研究因为我们假如说有研究过楞严经的话，那自己呀那个笃定啊100%绝对成佛，非常笃定，因为我们虽然现在已经呢已经有一点那个信心啊，佛性的轮廓都呈现了，可是还不很鲜明，所以都还不够。那假如说我们又研究这个楞严经的话，那绝对杂教充足了，就可以。所以或者就准备说我们在道德经讲完以后来讲楞严。我们一般还不是说学功夫都要3年出师嘛到时候我们都出师啊。那假如因为太长了，太长假如说3年我们还讲不完的话，后面还有4个月可以补啊，3年4个月啊，对不？拢出师啊，对不对？对。所以个性就笃定了，3年4个月，我们已经1年半了，过得很快一转眼啊，可能就到说，按那搞呢，3年4个月都已经到了。那我们呢就拍这个24章，道德经24章，不处章呢讲守常章，这个字有没有比较大？比较灵活看起来又比较舒服，可能那个写的人要印的人要考虑到后学的老花眼，说印大字一点我叫缓，不然都没，字小的话呢就要戴眼镜了。我们在讲课的时候戴眼镜起来这个很麻烦，看字的时候戴眼镜看得清楚，可是眼镜这个不拿下来看歌的时候，骨也都蒙蒙。那个老花眼镜就是这个样子，这个不处章说我们呢不处，就是不要，我们呢不处在那一种负面的那一种情绪之下，不处在呢那一种负面的环境之下，就不处，所以我们要了解说这个选择就在我们自己很重要。那讲的时候我们也不处在那一种讲负面话的人，那个呢人家都不欢迎，都是要一些比较积极的勉励各位的那一种话，我们就喜欢讲，那个呢负面的就不要。那么底下呢那个守常，就是守住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那个佛性本体。所以常，我们呢之前研究呢耳根圆通就有讲我们这个佛性是圆通常，还记得吗？圆就是这个十方同时发生的声音呢，我们可以同时听到圆，然后通呢就是有墙壁还可以透过墙壁能够通。
常呢就是常住，不管这个有声音或是没声音呐，我们呢，都是一样听到，常住不迁的，所以我们对这个常就一定要认识，所以守常守住啊，我们啊不生不灭那个佛性，这样呢，我们就不会偏了，就不会造业，不会受苦。那么底下呢，这个经文这个气则不利呀，气就是那个用脚尖着地呀，脚跟着地。咱来用逆卡背啊，各位浅显可以站得久吗？这个我们站有站的一个肠道，我们要按照这个肠道，用那个都是可以持久的，那个肠，我们也就是呢，守常，就是要这个肠道，所以这个气则啊，就不利，在逆卡背啊，徛。你卡要徛徛袂久，印力要停一下小你卡要去地晒，袂使徛久。所以我们假如啊，这个各位可能都还没有这方面的那个尝试，老一辈的在看那个媳妇啊，被在娶新妇，然后他会看他走路啊跟他只要说走路啊脚跟不着地。脚跟不着地啊，拢是用那个脚尖来走。那这个人的寿命啊不会长，所以这个是不一化，知道吗？不知道我这老一辈才知啊，少年辈都唔知。所以你若看人行路伊拢脚跟都不着地，拢无脚踏实地啊，他的命大概10几20岁啊，他就断去啊，就不会长寿了。所以我们要了解那个跟我们这个生活习惯啊，跟我们的寿命有关系。可有没有看过那个走路啊，都是用脚尖在走，脚跟都不着地的？有，因为每一次啊，后学要下来的时候，去台北车站，看到那个。台北西站啊，有一个客运的那个一个小姐，她在那边呢这站入园，她的走路啊就是脚跟都不着地，然后我一直在看，我唔知各位当看偌久，因为那个样子啊，寿命不长，会很短命的，所以我们走路的话要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各位有没有注意自己的走路啊？行的话从来都没有去注意说要怎么走，所以闲置作恶，都有学问啦，那我们是了解说老子就在讲我们呢这个平常之中啊，有一些要去注意到，那个肠道要注意。所以就讲说是不利，你脚跟不着地啊，你一定呢站得不久，然后跨着啊不行，跨呢，我们走路各位浅显，一步大概有多少距离？行一段开外5尺，唔知影。所以那个跨着就是安尼你也有法度下上大步的，就跨这样。那假如说我们踩的我们的脚能够跨的那个程度啊，一步1公尺3尺咱普通的行我们在走的时候啊，大概都尺2尺半，各位都没有去注意啊，等你会记的你看嘛，你看一步到底有偌长的距离，这样我们都会习惯啦，
所以老子说夸得不行，你步拢行1公尺哦，我行偌久，你就算那个对不？所以我们就要了解说，那个夸得有啊，家家大步不袂久。那为什么后学会对这个也注意啊？就是之前不是有讲那个彰化一毛屋的那个2个小姐嘛，被那个魑魅魍魉捉弄，有没有？还记不记得？记得，因为她被那个救难队找到的时候啊，已经这个2天了，2夜3天了，等于是没有吃又那边下午都有那个雷阵雨塞北雨，还有时又冷，再不找到会死掉了。然后他说第一天那个傍晚寻找水源的时候寻找到那个山上去，那个时候就是已经没有办法下山了，搁较水都底下了，走不出来，去互魑魅魍魉甲有耶。各位有没有听过魑魅魍魉？摩西那有没有？我现在可都因为人烟稠密它比较没有出来。像以往民国30年的时候或许那个小孩子的时候那个就很多，魑魅魍魉很多他会把人拉到那个那个蒙阿波坟墓蒙阿波较早拢一寡去遐食草，拢会放屎，然后甲人走去蒙阿波灌牛屎，然后我们问一些那去灌牛屎的人讲，你那牛屎也要食，感觉到真是遐妖。他说他在吃的时候吃到是我们的面大面，可是外人看的话会无善，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那个魑魍魉跟我们人类没有仇恨，可是他很喜欢捉弄我们人。那被他捉弄的一定就是有那个原因啦，就是平常都不行善，拢无做好啦，然后有一些不相信啦，神鬼，就被那个魑魅魍魉捉弄。所以这个要比较能够碰到的话，去那个没有人烟的地方，拢无人的所在啦，你那走了一天都没有几个人，那个地方就会出现魑魅魍魉。像或许在天野佛院的时候那个后山后面的山就有那个魑魅魍魉，因为有一个逃兵跑到后山去出来，就是被魑魅魍魉午夜了，出不来。等到我们那个宪兵他的时候就已经死掉了，就尸体找到尸体，那个就是被魑魅魍魉捉弄。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平常我们培养浩然正气非常重要。你没有浩然正气又不行善，然后应道温较低，那就一定他会捉弄的，一定会想办法整的。可有听过吗？有，这还算番薯会流传所以因为那个时候那2个小姐，跟因为报案的记者记者去采访，问他们2个他说第一天的傍晚这一些大概将近100-200个人在找他们2个，他说距离他们2个跟这么一大票人的距离只有10公尺所以那个时候或许才想来你看嘛，10公尺是偌远，所以才用脚去量一步1公尺都10步了，你跨步的话刚好10步，各位浅浅10步多远？不远对不对？
真呀吼，啊那个记者吼，伊讲啊10步尔你袂行出来，他说我就走不出去啊，我走的时候啊，那一天我怎么会就蹲在这里呀、就走不出去呀、也有魑魅魍魉围掉的都行不出来，连那个声音都出不来。我伫家啦，我伫家啦，你伫家，大家都无听。你看哦，100-200个人都没有听到他们的声音哦，他也没看到他们2个人，可是他们2个人就看到这么多人，不看，他都是行不出来。那个记者说，啊，你安尼讲是要阮安怎写？啊，写迄读者敢要相信？那2个说啊，都真是安尼啊，真的就是这样啊。所以哦，有时候啊。后来这个最近啊，或许看到一个报道，去山顶挂孙啊有没有？难道挂孙挂到出不来了？有那个报道啊，或者还特别把那个报纸剪下来。伊的挂孙啊，伊种的孙啊，伊所在足熟啊，足熟讲啊，坐袂转来啊，走不出来。更较细都是伫咧伊的迄个种孙那所在，就是那么奇怪，那个就是啊，我们说伪装墙，是不是这样？所以完成啊，有一些都不能用现象来讲的，尤其我们讲那个梦游啊，知道吗？梦游，就是晚上你在睡觉。啊，你拢是不自知的啊，从你出去佚佗，然后出去佚佗有那个甲跟踪，看你到底是伫倒，直直行讲行去无阿步了，走那个坟墓的地方去啊，然后他吓死人，为什么？迄心的蒙啊都心白，那个土葬的他把那个土都挖开，用手把那个土挖开，把那个那个棺木的盖把它掀开，那个棺木是用5寸钉钉的竟然有法度把它掀开然后做什么？摕西洋肉来吃，恐不恐？我们现在说这梦游。那个都是魑魍魉，魔心啊。那假如说你是见识绝对这个时候不要叫醒他，你把他叫醒他一定吓死了，全惊死，袂再甲叫，看他怎么样他自己呀去处理就好，那个时候啊，你千万不能叫，不像说。我们的这个，假如说这一个人他已经有被魑魅魍魉捉弄，那往后你看到他的动作又不一样的时候，你赶快很大声的叫他的名字他会这个惊醒，一惊以后魑魅魍魉就离开了，这个都是老一辈的实际呀实际懂。我们知道说就是这个样子，那我们在这个生活中是互相或者说一直说家人就是要互相照顾，一定要和啦。所以你来看整个眼神都不同的，那个时候你就要注意是不是那个魑魅魍魉来的诱来的看，重不重要？很重要所以这个事呢，都是经验谈，有经过才会说，人家讲得出来，对吧？就是有经验。那个时候啊，一步1公尺，所以跨步要怎讲1公尺？这个来也还真的不容易耶。老师嘛，唔知我去量我1公尺，行一步是偌远。我们了解说老子就是要我们呢守住常道，认的道理啊，就是平常很平凡
很偏实，很偏淡，这才是道，才是常道啦。假如说奇奇怪怪那个我们都不用去听，不用去做，没顾了，一下子就不见了，所以那个不是道。那么自见者不明，自见，这个自见者不明，知道意思吗？就是自以为是啦，家己认为家己上对，这个自见。所以我们了解说，凡人大部分多多少少都有那个自见，自己的见解啦。各位先生，自己的见解正不正确？对了，这个回答对，不一定。因为我们这个了解的角度没有很宽广，所以那个自己知道的自己的意见，自己的见不一定正确，可是呢，我们就是要得到深入呢要研究。那以后我们对真理的部分，就是要相信，笃定的相信。那只要是对一些还不很笃定的、不敢肯定的一些就是要去探讨，就是要学，学才会知嘛，对不对？我们呢这个生而知之的大概不多了都是要学而知之，然后呢有一些是要困，受过那个艰难困苦才会知道，学而知之，生而知之，困而知之，及其知者也。等到你知道了以后不管是怎么样知道的都是一样，已经呢可以笃定了，是属于真理的部分。那这方面呢，我们平常就是少用心用心都不多，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呢，就是要加强呢对真理的认识，像我们这个研究心理心法，对真理的认识越来就越强烈，对不对？它也越宽广，对不对？这个就是很好的方向，一个努力方向。因为真理不会变，它经得起考验假如说不是真理的话它很快变的话真正的无用。那真理呢，它不能赶快，所以呢，这个我们就是需要追求。以后我们就不会落入自己的见解啦，那个就会变正知正见。并且我们怎么样呈现正知正见？看看有没有智慧说得出来。或许一直在推广的对啦，你万念都放下，一念不生，这个时候就是正知正见。我感叹我们要用就是在日常生活之中，你把万念都放下，一念都不生，这个时候已经完成的所有那一些知见我们都把它摒除了，都放下了，没有了。没有的时候佛性本体不生不灭的那个觉性就呈现所以正知正见又叫做佛知佛见。会晓袂？会晓做袂？拢无想要做呢，无力。我们要真的在日常生活之中就能够做你万念放下的一念不生，那个正知正见我们用那个来处理完成的万事万物，这样不会造业，不会落入喜欢讨厌。那我们平常在生活之中都是用心意识，那心意识是我们的六根对六尘产生的。那六根对六尘产生的，它一直变化无常。所以我们
一样对待一件事情啊，也一样有时候很喜欢，有时候就很讨厌，有没有？因为呢，凡尘事都在变化之中，所以不一定都是固定的。不固定的话，我们这个情绪会呈现。当我们情呈现的时候那个当时追求的呈现会很高兴。可是假如说时过境迁，已经不追求，而且已经厌恶了，在呈现的时候会怎么样？讨厌啊，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很现实所以是一种我们在完成的这一种新意识那个修正者他就讲，不要拿来修道。我们拿新意识来修道一直心起伏不定，变化无常。那用起伏不定、变化无常的心修成道吗？不会成的啦。所以一定呢，我们要笃定。笃定的话呢，最好的方法就是万缘放下，一念不生。最笃定了。那时候只要我们肯做，时间呢久一点，久一点的时候我们那个灵敏度增加，灵敏度增加以后我们的佛性的般若妙智慧它就会呈现。般若妙智慧呈现那个当你遇到问题你会有答案解决。那个答案不是你学过的，你没有学过，可是你会知道答案。那个就是般若，就是我们的本性具备的妙智慧。那这个是我们落入后天去学，我们去学那个叫聪明，不叫般若。那般若是本性所具备，所以各位一定要知道，你没有放下万缘本性具备的般若，它就绝对不会呈现。那没有般若妙智慧我们就住在两边，不是善恶善恶两边对待。那假如说我们可以万缘放下一生，然后呈现的那个知觉性越来越强，然后呢越宽广，到后来生吃妙智慧，然后呢再一直做万缘放下一念不生，一直在做，到后来我们说五眼六通，那个是想事的，再接着下来有气神通，那个才真的成就了。这样了解吗？哪弄点点？不是一直在这样讲吗？有没有？再讲一段时间都会背的。因为这个就是真理，它不会变的。那我们呢，就是一定要这样修持，这样修才是正确的。那凡尘事变化不要去管了。人吃饱人都要跟咱没关系，对不对？我们都很在意不在意？人吃饱人不都要，人好呀人善那无管真艰苦。所以老一辈就讲，钱话唔白唔钱话拢看到肥老。我们有没有这样？不承认。应该注意的我们都忽略了。不应该注意的我们投入全精神来研究。这样对我们都没有帮助了。所以我们这个要拟定这个志向。各位的志向在哪里很正确，要像六祖一样，唯求成佛，不求一物了。可是我们现在嘴不会这样讲这个我们实际身体做的求不求一物？生活爱吃较好咧，出门较方便咧，有没有？
所以我们要了解到，你看现在这个天灾啊，不断，那个泰国跟缅甸交界又地震了，6.8，啊，是不是6.8？因为报纸登6.8，6.8，你看一个接一个从那个纽西兰什么城啊，基督城，然后日本，然后这泰国、缅甸边交界，这个地震的频繁，不好的消息都很多了，而且那个核能发电厂啊，那个3号机啊，那个炉心说溶解了，那个辐射量啊，已经超过几倍，100倍啊，1万倍啊，吓死人了嘞，影响到整个世界，我们在世界之中啊，受不受影响？也是一样受影响，所以我们在倒一天。不是啊，说我们在倒一天我们没办法生活下去啊，不是报应啊，我们做那么坏的事吗？我们做好事是还救了嘞，那个遭报应应该是成佛啊，所以我们要知道说，要活下来的条件啊，要很多不容易，那要死的条件倒是很容易的，要死真紧，活真恶了，所以我们在凡尘都是学生，各位是学生呢，还是学死啊？我们都是学生是假如说我们跟人家讲，我是学生，人家说你这遐老啊，过来做学生，不然要怎么样？要学死啊？老辈导师他们都会说。无好死无求一个好死，导师有那个观念像那个日本那个那一些遭海啸的那一些活下来的人啊，他们导师有这个观念。他说若海啸船那一落海底那一了就白了，好命啦。即马伫咧也无厝有通啊食，搁寒落雪，搁无通啊教。哇，真的受苦嘞，受苦好还是死好？所以你看我们观念很重要了，我们那个观念，我们能够在凡尘受苦，真的就是在磨练我们心智，然后呢，让我们那整个人性的光明可以发挥，所以尤其在那一种很困难的环境之下，更容易呈现。那人性的那个黑暗面也一样，这个时候也会呈现出来。你是看我们的那修养，就是很重要的。然后要熬不是要受煎熬嘛？熬过一段时间以后。你再遇到这个困难的事啊，都不困难的。然后我们好命观已经习惯了那个接受困难就会受不了。老一辈会觉得像我们这个老一辈的时候那个物质的条件很差，白米都没有了各位可以想象吗？无米通吃呐。我们现在的地瓜很甜，很好吃啦。各位要了解以前的地瓜就是拢袂甜水水，很难吃啦。还有臭香，
那个草香哦，因为我们一收成以后啊，一定要把它搓枪哦，拍好它收起来，哦可能哦会当较久啊，长时间才会当食。你若讲无拍哦，无搓枪拍好它，迄念的就过去啊，过去哦，迄地瓜唔是时时刻刻都会当食，就无通食，哦，那很可怜，所以哦，搓枪嘛。迄草香嘛，甲搓做伙，拍的煮的时阵啊，会来煮。你吃的时候是要吞下去，还是要吐掉？掉的巴肚枵咧迄草香嘛，都甲吞落去。所以那一种生活啊，真的跟现在就不一样。所以后学看到哪里起因啊，那都唔食心里一直在想，后面敢唔知？所以人在福中都不知福然后我们要了解现在的修道环境这是很幸福我们台湾物质都不缺然后呢这个吃美也很方便休息到来应心得手这么好，再不修的话太可惜了所以要努力修持，那困不困难？不是很容易的吗？容不容易？眼望下一念不生，容不容易？很容易的我们要知道说，之所以不容易是我们欲望太多太强，所以修起道来就不容易。那假如说我们对这一些外在的这些物质，我们都好好应用利用，不被物质奴役。咱即马拢去有物质奴役着像讲安尼无厝通食，想要买厝都要努力来趁钱才买厝对无？有去有厝拔起来无？就必须要拔起来假如说想买好一点的会绑入去，然后就束缚伫迄个厝内底，整个都被那个现象奴役，受现象的奴隶啦，奴役知道吗？我们承不承认？不承认是我们在利用物质，不是被物质利用。所以我们要这个怎么样？平常的时候要学习这个走远路，行现在因为交通方便了，车子很多坐车嘛熟熟就懒得去走要倒位就坐车骑就好然后我们这两只脚要做什么？不是要走路嘛就是我们要了解到我们活着就是要动你走路是在运动这样身体会健康然后也培养我们那种那个心就不会说走路就感到自卑，然后开那个进口车就走会不会？各位看到人家开那个进口车羡不羡慕？我们要了解到那个羡慕的背后是什么？所以不要去羡慕，也不要嫉妒，各有因缘我们要了解各有因缘，莫羡，不要羡慕别人各有各的因缘然后我们呢就是要对自己不昧佛的本体要把握，然后要努力的把那个本体恢复的光明，这个最重要了。那剩下的都是凡尘事，完成的事很快都变化，那都不要理只有我们的人生方向就确定了。那确定以后
过的就会有意义很有意义，过的有意思啊。那假如说我们呢，这个跟着潮流在跑这个跟着潮流在跑的话我们绝对这个不踏实啊，很稀饭，人咧流行，咱对人流行，这样好不好？所以我们看一些那个我们整个世界的潮流啊，大家追求的那个方向，都在生活上，在物质上，在精神上那个追求就比较少，都没有在佛性本体方面努力。我们这个看一看，在凡尘对那个那个修道对那个佛性恢复光这一种人多不多？真的不多了。一般呢会觉得说很傻就是很笨加工，是不是这样？是啊。所以一定要培养我们自己的那一种认知对那个根源的那问题一定要切实的能够掌握能够摸到根摸到根成仙做佛，他一定要摸到根，不然在凡尘我们生活这个已经出生在凡尘了一直为了生活在打拼到后来什么也没有，这样白白一生就过了没有意思了。那我们假如说在这一生之中真的能够了解到自己的那个佛性，整个人也都呈现，我们也都实际的去做这样我们就可以一劳永逸，回到我们本位了很重要，不然都是六道轮回。六道轮回好不好？很苦只要落入现象都很苦。所以呢这边呢老有讲说自见者不明，自己有自己的见解对真理就不了解，不明我们就是要了解它是实义已经迷昧了不明，然后也佛性也不会光明了所以呢那个自见者不明明有了解的意思，有光明的意思所以不能自见，不能自以为是的我们平常呢都会落入理想丢那个都自以为是的。那自以为是很容易造业那业是容易来减乱所以呢我们要了解说纵然我们对了，也听一听别人的意见能够角度更宽广这样认知会比较这个应用来好。那么自视者不彰，自视跟那个自见自己的见解自己的见解还是在这个心中，他自以为是那个自视呢就已经把它表现出来了。大部分呢那个自视都有那个骄傲的心就他的学识他的身份地位都比一般人来得高，那种比较容易那个自视，自以为是，自己一定呢坚持他自己的意见那个自视者呢不彰，他呢就没有办法。这个彰呢就是彰显，就是宽广的意思彰显宽广。所以呢自视者不彰。那么自华者无功，那个自华就是自己那个称赞我们了解呢自己称赞自己那你自己称赞自己的话没有人家不会呢
钦佩，不会呢跟你这个见解是一样的，所以这边呢都是以自我为中心，我们要了解说我们在凡尘这个道最重要，第一个就是要去掉我相，把那个我我们身体的我把它能够从根源了解，我们认为你的我，这个我是天地的物质，水火风土众缘际会借我用的，是借我用的，不是我真正的我就是我们呢不生不灭的佛性，我就是如来，我就是佛，我就是圣人，那个才是真正的我，我们一般呢认为的我都是身体，身体是假的，都要还给天地那等到呢我们还给天地100年了，我在哪里？没去对吧？不见了我已经不见了，所以我们在凡尘所争的那个我，虚幻不实在，不要呢去为了身体的我这个投入太多的心神，这样了解是吗？所以或者说一直讲我们没有研究的话，一般真是不会把我们佛性局限在我们身上，就是在身体身体才有佛性，不会呢把那个佛性延伸到整个虚空，所以身体对一般人来讲就很重要，依赖就是身体，他所这个日常生活所看重的也就是身体，所以所有一切都是以身体为重要。那我们呢就是了解到那个虚幻不实，身体是天地的物质，水火风土，各位了解吗？我们呢开始修道的时候先要拼除所有的这个相，因为形象都是一眼即会呈现的，眼即则生眼看则昧，相都是假的。可是当我们已经呢都已经了解佛性了，佛性已经全部都了解，了解以后我们那个佛性叫如来藏，如来含藏万事万象，含藏万事万象所以有性必现象，有没有听过？有没有听过？有性必现象，所以有性它的背后就是有性，所以我们开始的时候先离相为重要，因为住相了解不到呢这一层的道理，那离相了以后我们呢会进佛性，进入佛性了以后再由佛性呢来发挥，那由佛性发挥就变成虚空无相，不拒绝知相发挥。那个虚空无相的虚空就是佛性本体，那不拒绝知相发挥，就是我们佛性本体它不会拒绝所有的形象呈现在凡尘，这样了解。因为我们都没有研究了，所以这方面的会比较欠缺，可能听到以后都不能相信。可是或者要先讲，让各位有一个那个谱就是有欣喜，你会知道说原来相都是由性，我们很容易的可以用那个我们身体来说了。我们身体假如说没有佛性在不在？我们身体没有佛性身体会不会存在？一定要有佛性，身体才会存在，对不对？所以身体的存在就是佛性。
你看跟我们要先离相是不是不一样的？不一样，不一样的所以那个修到后来的时候，就是了解到所有的万象的背后就是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所以道理要我们先前面了解以后呢，再到后面来，才会知道说，原来所有的假象都是真如，所有的假象都是佛性。可以接受吗？有一点困难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要了解真理是不容易都是在家啦，在家。那很多或许会讲开始的时候我们还没了解是不可思议。那不可思议不是不能体会或许都用比喻各位还记得吗？不着有，也不着空，不着亦有亦空，也不着非有非空，请问是什么状态？这个倒是很熟了，这个叫不可思议已经进入不能用头脑来想，到底是有还是没有？有的找有没有的找空，那都唔对嘞亦有亦空唔对，非有非空嘛唔对，到底是安那？则无法度想，嘛无法度讲所以叫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就是什么？对了，它的答案就是我们佛性佛性不可思议就是这样都在离相它的所有相都是佛性，你看是不是不可思议？它都是依照真理不是乱讲的，不是妄言要了解，各位要知道这个都是依据根据真理来说我们呢在凡尘要了解到住相会出很多问题，对不对？所以我们先离相所以释迦牟尼佛就跟我们讲，离相名佛，若离之相得名之佛，有没有？我们连听都没听所以鼓励各位研究那个《金刚经》《金刚经》里面就有这样说若离之相则名之佛。我们之所以没有成佛，就是住相所以住相就成不了佛。那我们离了相，能够离了能够离相以后才能够进入性进入性以后才能够宽广一宽广以后才会了解原来所有的相都是佛性生发出来的，还了解不？所有的万象都是我们佛性的生发，连整个山河大地没有佛性就没有山河大地山河大地也是我们的佛性。所以要修持里面一个法门叫心净一如，我们不会背吗？不换思维，有没有？心净一如不换思维，但不慈善，积之岁月而不心开谓之有也，有没有？没记拢海话。之前我们就一直讲所以你修持的时候你的心跟所有的万境，心跟境一如，就是不要有分别，说是我的心还是万象，万象嘛是我的心心嘛是万象，已经一体了，心境一如一体，不换思维使想，你若想讲那是境，想讲那是心，安尼换思维不换思维不换思维，然后呢但不慈善，就是心跟境的这个跟两做伙不要慈善，莫要散去积岁月，就是不是一天
这个为一年会当成就，就是要长时间呐，积之岁月而不息开。我们心呐，会开，心开呢，就是了解到原来是一体的，整个天地啊就是真如，整个天地呢就是真心佛性的。所以我们在研究的就是很殊胜，对不对？就近的，个唔免急啦。你外面写那个有法值啊，伊告诉你方法，你会当看到天堂，都要拿钱拿钱才要甲你教，那个又不就近，你看到天堂也转掉的，会无去对不？你看到生啦无去啊咩啦，生咩，要不要求？就不要去追求，个都要拿钱。然后我这个最就近、最上升的不用钱，只要你肯努力来做，可以达到。自己可以进入真理世界，可以自己达到。有好无？所以或者说我们要做的这个凳要能够坐得住，要有根基缘分，对不对？一条件不简单我们回想一下，开始在讲的时阵那真是鸟整的就是坐袂掉啊，是咧讲啥？能够熬到今天，自己也会说不简单。终于给我听懂了，有没有？有没有听懂呢？很重要我们也就是要了解到，这个要投入全部的心力去研究，所以后面才讲，我说这个从13岁一直到43岁，才把那个佛性的本体摸出来，30年呢。我说你坐着，我2个小时就给你了解，你就省掉30年的时间了。你看不好啊？有无？都2点钟就出来还不到嘞。大概1个小时的万年的放下应该不可能，对不？还没1个小时佛性的出来，很快，还不用到2个小时。然后我们了解说再过来就欣喜了，欣喜在80田中呢，我们种的都是佛因，要成佛的原因佛因有了，佛的果位就绝对呈现。很重要的，所以做的事很不容易坐条无简单，还直听所以或者都讲，那个台北的前贤他们一听了以后回到那里就反复那个都不出门，连那个阳台不出去，在客厅反复听，一直反复听，这样努不努力我们有没有像他那么努力听100就挺好不过各位要了解到有一些啦，你只要说了解不用反复再听了。那假如说还不很透彻的你一定要深入。所以很多年前跟后姐讲过说这个领悟了以后再来这个听以前所讲的，竟然都是一样的。那以前怎么会听不懂？怎么都没有领悟？领悟以后再来听，那拢同款，奇不奇怪？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熏习的功效。你一熏习了以后，触动的
某一根的神经啊，一窍通哦，就窍不通啊，那一窍不通哦，搁较讲嘛不通，很重要哦，不通就是通，一通了以后知啊，我知啊，可是不要自以为是哦，自是不行哦，自见也不行哦，一定呢是要走入真理。走入真理呢才是正确，那个时候，就笃定了，绝对可以成佛，时间早晚而已。现在各位有没有信心了？绝对可以成佛了，时间早晚而已啦，对不对？所以要到这个程度呢，对真理一定要透彻了解。然后我们了解了以后，去做，实际的来做，知行啊。合一，知道了做了。假如说我们知道不做了，跟不知道还是一样啊。所以知道就要做，做了以后啊，那个心得啊，拢在咱的内心深处有，确实就是这样，笃定的，那个高兴啊，我说这个晚上睡觉盖着棉被都偷笑，各位没有啊？真的有啊，不是让那翻来覆去唉声叹气嘛？习惯才艰苦。所以谁都说假如说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啊，翻来覆去啊，唉声叹气，那就是方法修道的方法错误。一定呢是越修越快乐，越宽广。越不一样，然后人际关系越来越好，处处都通达，道没有阻塞，那太屌的都是跟道不相合，所以都能够通达了，那个就是道，所以我们在这个人际关系之中呢，很和谐，大家都爱干社会，都就很容易，对不对？各位浅浅度人容不容易？那为什么不容易啊？都会说伊的业障足多，所以都袂行。所以我们要了解到，当然有一些那个业障比较大的不容易度的，可是只要我们有那个虔诚的心。不要有一种那个得失啊，我们尽我们的那个心力去做，老师说呢，我们佛老师说啊，事若有成啊，乐其事；事若无成啊，志不烦，对不对？能够度的我们快乐；度不成的，我志向不烦，根本呢平凡都不一样。所以我们在这个生活之中，就是要自我要求。那么至今者不长，至今者那个今就是安尼我们讲的那一种自己扭扭捏捏家己拢安尼很照顾自己的那个羽毛。各位浅浅有没有毛啊？比较所以这个都一直只要起心动念都想到自己的我们有没有这样？这个有也不好承认了这个起心动念的时候都是想到自己，就是比较时以那个自私自利那我们一般呢，都有一个借口，人不自私你看人不自私天诛地灭，他讲的你好像不自私不行所以呢，我们了解说这个凡尘都是相对的
老子这一篇就跟我们讲，那个相对我们不处，然后我们守常，就能守住你这个常道。那么其以道也耶以死罪行。对这个道呢，他认为就是以死，以死就是讲吃饱还叫你去吃啦，会怎么样？吃饱去吃，是不是以死？加对不？都吃饱饱就好啊，你去吃，定就艰苦啊，所以那个就是对道没有这个像说这个那个可以呢。我们喙干要想要啉水对不？真喙干的想要啉，对道的追求假如说是这样，真喙干想要啉，那就很强烈的追求。那假如说是以死罪行，行李都有够用啊，你搁直钱钱足侪行李拢未去用到的，排出门，那个叫以行了解吗？我们有没有做这个动作？我们都会啦，多少都会做这个动作。未用到的物件一定找，以防万一。所以那个移行呢，我们就是比较说一些不必要的一些行为不必要的行为叫移行。那我们要了解到不必要的就不要去做了。那个吃饱了就不要再去吃所以我们呢追求的呢就是很正确的那个方向不会是以死罪行。可是我们现在呢以老子的口气来讲，说我们现在对道不是以死罪行，就是没有把它认为是很重要不像六祖说唯求做佛不求一物所以老子很感叹那么物或恶知这个不要说我们人连那个物都很讨厌以死罪行连物都讨厌故有道者不处有道呢不处在那一种以死罪行。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吗？哇，一个给你麻痹的来对因为我们这个时间下午2点到4点，就是午休时间，是睡午觉的时候。然后我们做着研究最上乘的性理心法，然后开始跟周公打交道。各位都很难得聚精会神，因为这个课程里面或许采用这个互相这个交流的方式各位都在等说我们在被问下，在等说我不知道问什么我要准备怎么回答所以就不会这个打瞌睡了，不会跟这个周公打交道了，很厉害对不对？又可以引导自己走入真理世界，这个是更好的能够真正人生的生为什么生在这个凡尘那个重点所就是要理清，要知道然后努力的方向也要确定所以我们这个课呢对我们帮助都很大。所以这一章呢叫做不处章，不处在那一种负面的那一种情绪之中，然后守常就守住我们常住不迁的那个佛性所以这一章呢就是能够把那个纲要整个都抓得住，抓住了吗？
哇，一个不烂，可以。为了3年4个月要出师，所以袂使去讲，爱去。再有10几分的时间呢，我们再讲25章。这样的话后面总共有81章啊。算一算咱半年才上10几章，那个剩下还要60还将近60章的嘞。60章半年可以讲完吧？唔通3年4个月补塞补啊好。这个25章呢分成章，或呢这个约道章，约道讲它本身讲道的，有物分成先天地真，这个老子在讲那个道德本体啦，说有物分成，有物有东西然后它混合然后呢把这个完成。各位先生，这个时候有物分成的时候都没有形象的，在有物分成的这个时候都没有形象那个物就是我们真空妙有，我们那个不生不灭佛性的真空妙有。老子把它形容说有物混合然后完成。有物分成，先天地生就是还没有天地它就已经生了，就有了。这样体会了吗？有没有？是不是佛性？是。我们佛性还没有天地之前，它就有了。所以这个物，有物分成就是佛性本体，无影响了，没有形象。不要看到有物就是有形象，这个是用文字来描绘，老子用文字来描绘我们的佛性本体的状态，就是这样，有物分成，先天地生，还没有天地它就有了，它就在了，极息料息，它呢，很这个极呢是如如不动，料就是没有那个征兆，所以我们要了解我们那个它是如如不动，然后没有征兆，很妙的一个东西所以不容易讲，因为拢无的物件，我告你会知影全部都没有的东西要形容到你能够了解那个不容易老子是尽量用我们能够接受的那个文字然后把它描绘出来所以呢我们的佛性就是这个样子，然后独立而不改，它是独立的，所以我们那个那个佛性本它没有相对没有说什么去因缘形成，没有它是脱离那个因缘，脱离自然，不施于因缘，不施于自然，是独立的不改变的好不好？所以就是很难去描绘那个不生不灭佛性本体的状态，然后老子把它一直很勉强的把它描绘出来让我们能够可以珍惜周行呢而不殆它呢周行就是周遍整个宇宙空，周行然后不会有危险所以我们要了解说这个呢，老子在讲那个道的那个本体，就是我们佛性那个本体，那么可以为天下，我们那个佛性就是整个天下的一个母亲天下的生就是由这个来。为什么有三河大地为什么有整个天下，就是从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那个佛性本体生发出来，
生化以后才有万象，才有万事。所以这个，这个本体就是所有天下的母亲。这样了解吗？好不好？很难，很难用文字来讲所以我们从老子的这一些描绘之中呢，我们来了解，说我们佛性就是这么不可思议。那么吾不知其名老子说我不知它叫什么名称自之曰道，用一个文字叫道来说。所以各位要了解那个道那个道不是上面两点嘛那个点就是阴阳，阴阳，然后那个一知得一万事毕，那个一就道，然后我们把一把它牵起来，是不是一个圆圈？那个一那个看来改量的，是不是一个圆圈？圆圈就是无极，圆圈就是无极。然后我们把它又恢复它的一，再切等个土地就一嘛一就是道知得一万事毕你所的起头都是一一就是根源所以一。然后自己底下不是一个字吗？在自己的身上一阴一阳之谓道一，然后在自己身上道都是你熟咔咔，有没有？重要熟就是最重要。然后你要去行一个走马边，有没有？所以那个道的本身它就含义就很多了就把我们整个那个运转天地的运转，古也拢在这个道来对，一阴一阳，然后之谓道这个一就是知得一万事毕，自己的身上加起来就是头，头就是最重要，最重要你要去做，要去实行就是一个走马边所以老子说道字之道，用道这个字来代表所以我们讲道是整个全部包含。然后呢，在我们身上来讲是讲性所以性跟道它本来是一体的我们讲了以后性我们会想到我们身上来，那讲道会整个天地宇宙，这样了解吗？角度也角度讲出来不同所以呢知之曰道。那么强之强为之名曰道强为之名，我们勉强来说它名称叫做大。那么大各位浅显，大就是摩诃了摩诃就是整个宇宙虚空大所以我们身体就是四大称大。大就是没有外，大而无外小而无内，它没有外，没有边际，就宽很宽广大所以我们了解我们那个佛性的本体它就是这样非常宽广，大到没有边际，然后小到没有里面小到没有那个里面，是不是整个包含所以整个空间呢都包含在里面，在我们佛性本体里面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我们本来就是已经求具备具备我们整个那个佛性本体在日常生活之中呢也都具备。当我们了解这些道理的时候我们一万年都放下，一念不生宽广，那个宽广度已经充塞整个宇宙虚空，整个全部呢都是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已经全部都是很宽广。这个时候我们来看身体是不是很渺小真的就好像那个海浪一个泡泡
身体呀、就好像大海浪之中的泡泡，对不对？那我们活性好像整个大海，宽不宽广？很宽广。所以我们不研究的话，不知道活性有这么宽广，不知道活性有这么奥妙，对不对？我们研究以后才会了解，原来静下来以后，整个我们那个活性一出来以后，那个灵敏度啊，田姐要了解到很强，那个灵敏度，在你的这个活性之中，都会变相，都会怎么变化，你都会了解，因为整个都在你的性温之中，所以神通啊容不容易？你一静的时候，整个万象都在你的性分，你哪会通？通没？通啊啦！所以你看要追求神通，那太容易了。只要你都一静了以后，都会全部都了解。整个空间啊，它有什么事情，有什么形象，拢在你的性分内底，拢知影。这样了解吗？一点也不奇奇怪怪。那我们假如说不从真理着手，你去追求神通，真的是奇奇怪怪，对不对？那个不实在。我们追求这个才是实在。从根源去了解，说原来啊，佛性本体有物分成，先天地生。就是啊，原来天地还没有的时候，佛性就有了。那佛性呢，可以生发所有天地的万象，万事都从佛性生发，然后生发了以后，它又归回到佛性本体回来，因为落入现象，时间都短暂，一回到呢没有形象，它才是常理。这样了解吗？不容易所以我们了解说一定呢要用心来研究，这个很值得的。因为各位问题多，或许要留半个小时给各位问，所以我们就讲到这边，好不好？越问就越有心得了，越容易进步了。好，请说。这边有要提问就是说。他问的第一个问题说我们可以引入同性恋、智障发、四肢不全、精神病、得重病或癌症末期病人吗？好，我们要了解到我们落入凡尘那个身心是正报，那我们所处的环境是异报。那假如说我们的正报就是都是不健全。那表示我们造的因就是有缺陷，我们在累世之间所做事不符合于真理，所以我们在这一生正报的身心都不健全。尤其或者有讲，我们有一些就是靠神明在吃饭，靠神跟念财，那个再来转世各来凡尘转世，他一定这个自知不全，五官残缺。为什么？因为他用佛家的钱在生活，那个是最严重的。那我们要了解，我们都是要供佛，对不对？不能从佛的身上拿钱来用，对不对？人要敬佛的你给摕来用，这样已经不合真了。所以再来的时候那个正报的身心都不健全。所以这个很重要。我们在凡尘就一定呢要先有这个观念。我们可以这个布施，它可以供佛，不能从佛堂拿东西回来。不能呢从人家佛的那些物质我们拿回来私人用，那个都不可以。所以这个引起的那一些你说盲目阴阳所引起的
那个啊，说你精神啊，有这个毛病，那个都是就是自己的行为啊不端正，然后引起这一生呢，身心的那个果报啊，就不健全，所以以我们呢已经落入现象的那一种那个来讲，我们当然要有灵敏的心呐。一个容易残缺不全，我们不能落井下石，我们就是要可怜他，给他生活上的方便，然后引导他呢，这个思想正确。虽然说现在的身体残缺，精神已经不健全，可是我们可以慢慢的以善的方式来引导，那引导他呢走入正确的认识。正确的那个作为，这样的话呢，这一生过了以后，因为他现在呈现的是果报，那过了以后他以往的那一些会把它了掉。那假如说我们这一生呢没有从这方面去努力，又呢延续那就每况愈下，越来不但残缺的身体没有，就变成了。那个畜生道，或是呢恶鬼道、地狱道了，那就更不理想。所以我们了解说，为什么他的那一种状况跟一般普通人不一样，就是他造的因不一样。所以因重要，因我们造因很重要。在生活之中呢，千万就不要有害人的念头。那个都会有果报的。好，还有吗？第二个问题是，方老师说无有不如我者，应该是无有不及者。那从字面上解释是不要结交比不上的朋友，这样解释是否太狭隘分别心，还是应该解释为不要结交比不上我们真心佛心的朋友，如事情？这个老师很会用心意思。我们要了解到这个不如己者就是每一个人都有他的长处那我们要了解说，每一个人的长处我们没有办法集中在我们一个人的身上。按照意思呢，他的意思就是要学，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他的可以学的地方那我们要去学。所以洪老夫子他比较不会然后直接引用到说这个我们呢这个不如自己的佛性，那样的话会太缥缈太虚幻的不实在。洪老夫子他都是实在在的能够实际的去做。所以那个意思呢，我们就是了解说鼓励说每个人都有他的长处我们都可以学只要我们知道他的短处，我们不要去碰就好都可以学别人的那个长处。那个孔老夫子讲那个道，我们佛经的时候他都是以中来形容中者天下之大本那个中所以接下来就是和为天下之大道。所以他对中和非常注所以在讲佛性的时候都用中和来说。我们守住中的本体，然后呢行为以达到和。那和家和万事兴一和了都全部真理都通了，你不和次次障碍。还有吗？第三个问题，若有朋友不肯求道，还常劝你不要干预，要让孩子吃素之后才营养，这样的朋友是否可以不理他，让他讲话？这个是蛮现实的就是现实生活之中呢，大概都有这一种这个话会呈现。其实有时候就是要了解到，只要呢我们自己本身呢，就是不要炫耀说不要我在我的修德标榜得非常谦高我们要这个那个《了凡四训》里面不是有讲吗这个地之慧者
多生物啊，水之清则啊，常无语，对不对？所以就是了解到，他的意思呢，就是我们能够容纳别的所有那个不好了，含污纳垢，也就是把所有不好的都能够容纳下来。容纳下以后呢，我们要了解人与人之间，那个交往最重要就是诚啊，要有那个诚心。你诚心诚意呀，只要是你好，对人也好，对他也好，虽然他没有一项接受，可是只要他的那个经过，他一经过事情多了以后，他也会一样会反省，也会呢去这个看看哪一个最值得教，哪一个方法值得去学习，他也会慢慢改变。要改变一个人啊，没有那么快啊。我们想我们自己就好了。别人要改变我们啊，快不快？我们要接受新的观念，快不快？绝对不快了，一定慢，要慢。慢缓慢缓慢就很圆满。所以我们在这个对朋友呢讲这方面事的时候啊，这个有时候假如说太极端了，小芭蕉应用了这个我们也不用强辩了，我们要跟他有时候只要他心比较轻，事情比较少，可以跟他分析，说我们不吃肉不吃生灵的东西，是因为不跟他结恶缘，因为他做得不好，才会转世当那一些畜生。我们反之了就是残忍，吃不跟他结恶缘，然后我们也可以引用到说，我们人呐，甘不甘愿给人家吃？都一定是不甘愿，一定会记恨。然后呢，那个禽兽动物一样也记恨。好你给我吃，你给我吃偌济，我才会给你讨偌济，就是这样就没完没了了。所以我们了解说，有时候他会听进去。人家说那个不管你养生养得再怎么样的长寿一定会死的啦，拢会死。无讲迄个食草食肉的人伊袂死，佫活得真久。不见得是这样啦，反而是食草的人毛病较侪，病况较侪。所以有时候他假如说有你讲10摆，伊来听1摆，按就真有价值啦。讲10摆听1摆就好啊。所以我们就不用祈求说效果会很快。可是我们本身态度很重要，就是要诚心，诚心诚意啦，没有那一种那个讽刺人的意思。我在讲那呢暗中的笑人家就好了。还有吗？那是不是节俭要不用的？好，请说。好，您说。就是有那个我们说我们佛堂是神道社教，怎么解释会比较好？这个神道社教这4个字。好。还有就是一个一个来好了啦。不然我等一下都不知道你问哪一个，要回答哪一个。这我们要了解到这个神道社教。那个要引导我们走入那个神的那个界界因为人毕竟呢这个能够知道的那个范围都不很宽广。那神道社教，因为它已经成神的在这个过程以及呢在那个所有的那个修持都能够明确指示一条那个方向很明确了。
所以呢，我们就讲说这个以神道来教，因为我们人道来设教都两边啦，它有那个利啊，就有害，利害呢都会这个连在一起。那神道来设教呢，它只有利益众生没有会危害众生，所以那个负面的就没有，所以我们了解说以神道设教的话，对我们人类就是能够走入幸福，了解吗？好，再问第二个。现在我们马来西亚有一位道器他开斋了，人家跟他讲说你就是吃素没有营养，所以他大概80岁，结果他就失婚了。那这样子他有没有办法弥补？因为老人家他不了解这个问题他就被四周的人这样一说的话，他就真的太难。好，请坐。这个呢，我们要了解说，我们生存的环境那个现实有时候是蛮残酷啦。那这个我们这个要先培养素食呢，要先培养我们自己那个对真理的认识。因为对真理的认识我们素食的就很自然而然。那假如说我是以勉强的那种方式来吃素的话，那个时间就不会久。那假如说是勉强已经开始吃素了，那就赶快认识真理，从那个认识真理的角度来维持那个坚定的心，这个很重要。那假如说年岁都已经也大了要看他听不听得进去啦。那假如说他听得进去跟他说你都已经吃这么久时间了，功德无量了，他现在开斋破戒有一点可惜啦，你可以忏悔一样呢要恢复素食这样呢你那个吃的那一些结构也一样会消失，这样鼓励他，这样事情呢就容易转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一个没有求道的，他去洗肾，结果不管是洗到就不用了，就回去了，就去世了，因为他血压下降，结果那个他的那个死相舌头就吐出来，都不能进去，但是这种大家会去做。是很恐怖。所以我们了解，这从一些现象它也是一种示现的，告诉我们说，在凡尘呢这个时间呢都很短暂。那我们呢这个生活之中呢，要追求有意义的生活，所以呢能够求道修道，能够进入那个真理世界，这个是最理想。不能呢一天过一天啦。假如说一天过一天你不知道哪一天身体会发生状况，真的都没有把握了。哪一个人都没有办法说挂面无白拢袂当安尼。所以那个也是给人一个给人家一个那个警惕，算是说他示现。好像那个921大地震有2400多个人死亡，那个也都是活菩萨来示现，告诉我们说不能依赖大地，不能依赖房子它都会害死人的，要依赖自己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要赶快把它修得光明，那才是可以依赖的，所以我们要了解那个角度我们就是要稍微宽广一点去聊。还有吗？还有10分钟。好，请说。有人认为要把自己修好，不用渡人就可以成佛，因为从世俗看不出颜鬼在渡人，所以如果修道就好了，不用办道，也不用渡人，这样是对的。所以各位先贤，假如说听或者讲心理心法，
再来回复他的问题呀，我们就知道他的分别心很强烈，对不对？他自己看得很重要，他把别人看得很实在存在。那或许不是讲嘛，让知佛同一个法身，没有你有他的分别。既然没有你有他的分别，所有众生在受苦你不要度成佛。所有众生就是你本身你本身就是众生，所以要了解本身我们一个念头就是一个众生，那我们念头要度尽，所有念头都度尽就成佛了，这样了解吗？又有一点悬了咱一个念头就是一个众生然后我们度了我们的念头，念头都没有了，就已经成佛了。那所有我们看到的众生众缘积聚而现的生相，他的佛性没有生，跟我佛性是一样，而且又是同体。你知道不？所以我们度众生那个只是一个正缘，增加向上的因缘。是在度我们自己不是在度别人。可是我们在心相之中感觉度足多人，然后又很辛苦，那个是现象现象虚幻不实在，实在的就是佛性佛性本体。听有无？真的吗？这个很显。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度众生就是度自己，不是在度别人。度众生就是度家己。我家己修好就好，你家己修好，是所有的众生拢度甲成佛然后就家己修好这样知道吗？所以它整个已经都是一体包含在一起的。不是说你是你，我是我，所以以往那个有一阵子不是说遇到的代志，人家一讲什么事情了以后那个都是分别心有分别心绝对就是众生。佛因为他证悟到没有分别心，所以成佛，这样了解吗？又有一点悬了已经都没有分别心，所以佛看我们众生都是菩萨摩诃萨菩萨大菩萨他不是把我们看成众生，因为我们所现的现象都是我们知道的果报，所以不管是这个有钱没钱，有身份地位没有身份地位，在佛的眼光来看都是一样的那个你自己造的果报你自己去接受那个没有分别啦，不会说钱的来改奉求钱的看人袂起，都不会。所以佛的眼光里面没有分别心，众生都是佛确实众生都是佛我们是不是佛还不错还有吗？还有文东他说对入圣结轨的修行过程要从他知道入圣的修行过程，他的所言所行是不是有书可看？或许上个礼拜不是有发给各位一张讲义吗？那个就是颜回所讲的啦。颜回所讲的因为我们平常对颜回的认识都是孔老夫子说的颜回本身所讲的我们很少去研究。那我们要了解到颜回虽然说没有在这个现象度化成，可是他已经给我们那个要怎么样修成佛的方法已经留下典范。得一善，浅浅福音，终身福施
如临这个深渊，如履薄冰。那个对生活上就是不要危害到我们佛性，所以才会那么谨慎。所以早死也是死，晚死也是死啊。他已经给我们典范。所以那个生活上你过得好跟过得不好没关系呀，都会死的。那你把你佛性都培养光明，那个就是成佛了。所以他虽然没有讲我给你来又来那个修德修德，其实他这个就整个已经引导我们所有众生成佛了。那个方法已经告诉我们的，让我们去做去成就。所以那个度化的那一种功德无量边，不是没有度了，我们都从现在在谈。那个要了解到没有语言的啦，尤其各位听那个《金刚经》，或许讲有没有？那个开始释迦牟尼佛不是着衣持钵入社会大乘其实嘛？他讲话可是他把最上乘佛法已经都传授出来了，告诉我们没有我相，然后呢，这个1250个人做的要听，他一句话也没讲，告诉我们没有法相，他没有我，没有法，然后呢，呼作而作，正念不动，就告诉我们不能这个精神外放，没有非法，我空了，法空了，非法空了，出现了佛的状态。佛的状态就是这样了，我简单无我可以做到吗？就是做不到。做不到可不可以学？可以。容不容易啊？很容易。还有3分钟。好，什么样的人才是真的有智慧的？这个，假如说他说他很有智慧，那他就是凡人了。对了，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有智慧要我们自己本身去体会了。有时候我们认为说有智慧，反而没有。我们有时候说最笨，有时候就是最聪明，最有智慧。所以不是像凡尘一样要了解说这个美言不信信言不美。讲出来很好听不要听，那个不能相信。能相信的话，讲出来都不好听，你就可以相信。所以这个不能落入那一种两边，落入边那个都是凡尘事对待的。那我们呢要追求就是没有对待，没有对待是一个绝对，绝对就是佛性本体，各位就是要记得，佛性本体没有对待，绝对，他体会你看我们现在有贤道坤道的形象分别性有吗？没有，佛性没有分别，它是一体的，这样呢我们就了解说。这要追求，追求回到那个觉，你那个觉性不是都存在吗？有形象吗？就是像你实在，那拢看袂到，摸也袂到，对不对？较实在实在，有没有？就是这个啦，容不容易？就是这么容易，还有没有？过几分了？问到下课。你看说还有1分钟，再可以提一个问题，有没有要问的？好，请说。那个释迦牟尼有说4句句是哪4句句？4句句我们一般呢都是把那个经文里面它有4句的它全部都列入了。那个大圣金刚经论释迦牟尼佛有回答那个文殊菩萨，说4句句就是那个身空，然后那个
各位不是都有，有没有？我们这边有没有讲过？大圣金刚经录啊，没有，有看过吗？也没有，哇，大吉祥。大部分他是在讲那个修到一个进阶了，进步的阶梯。先了解到我们真空，所以开始观身不净嘛，然后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然后从呢我们真空，然后受空，然后呢我们性空，然后法空，这四句，释迦牟尼本身回答那个文殊菩萨问，那所以最重要的就是这四个，先知道身体是假的。然后呢，再知道说我的感受是假的，然后再知道呢心变化无常，然后再知道呢，所有的法都能，好像我们生病要吃药一样，这样的话，就回到我们本体回来。谢谢三道天师德老前贤大德，以及感谢各位先贤及或学几位学长，我们讲25章啊，对不对？对哈，我们上次呢讲到强为之名曰，是不是到这里？这个老子呢说这个道本来就没有名称了，没有名称呢，他呢把它字字曰道，用来把它描绘，然后呢觉得说这个道一个字还不能把整个那个道德内涵表现出来，所以用呢强为之名也大。那这个大我们就是要了解意思，大呢梵文来讲叫做摩诃，摩诃就是大，那它的意思呢就是没有外，然后呢没有内。大到无外，小到无内，它整个宇宙虚空全部包含，叫做大。所以我们那个身体的构造，水火风土也叫四大。因为我们身体构造水火风土呢，每一个水也充满整个宇宙虚空，火也充满宇宙虚空，风也充满宇宙虚空，土也一样充满宇宙虚空。叫大四大，各位有没有听得很习惯？我们都讲四大一般呢我们不了解那个里面的那个含义不知道四大是怎么会讲说四大那个来源那或许把它解说说那个大就是大到已经没有外，就是没有边际各位先生没有边际知道吗？无边大到都无边然后小它没有里面，这样知道吗？就是包含整个全部整个虚空全部包含叫大，所以老子把它呢这个形容道就是这样大，就是整个全部都是道，在这个宇宙虚空里面全部都是道。只是我们没有研究，不知道。那我们现在研究了，知道，我们的佛性就是这么的大。那道是一个概类的名词，那性呢，就是我们比较亲切摸索得到，能够感受得到。所以在这个实际的情形来讲，道就是性，就是我们佛性的。那我们讲佛性就只有想到身体，讲道呢就会想到这个天底下整个有事情，就会把它分开。那我们要了解它的含义，它整个是连贯的，只是那个阐释度要了解的角度不同，所以老子又把它呢说这个大道呢就是大，就是呢充在整个宇宙虚空。所以我们现在呢听到讲说呢，我们的佛性充在整个宇宙虚空，已经不会很排斥了，对不对？会不会排斥
已经知道稍微知道一点点哦，我们要虚空的外活性哦，所以虚空之间呢，你看哦，有声响哦，有那个物体哦呈现，那种了了分明对吧？那个就是佛性。看到像那样哦，叫在叫哦，看到哦，那整个景象那也怎样？那个整个都是佛性。所以我们要研究，让我们整个佛性啊，跟整个天地啊，能够融成一体。融成一体了以后啊，安尼好做成道。安尼一样没？有想要成道无？想要成就要努力在生活之中啊，去掉分别心。我们分别心很浓厚，所以我们才当众生。那假如说我们已经不把整个宇宙虚空融成一体呀，心静不犯无为啊，有没有记下来？再接着呢怎么念？对，都蛮熟的。我们就是了解到我们的心跟境啊，它本来是一体的。那因为我们现在落入现象只有着重身体，没有把外面的形象也把它融在我们的心魂里面，所以才有分别心。那分别心一起来以后啊，我们会有喜欢讨厌。那喜欢讨厌呢，我们就有取舍，有取舍呢，我们就造业。因造了业就要受，这样就连带下来。那我们没有分别心就没有喜欢也讨厌，没有喜欢讨厌就没有取舍，不取舍就不会造业，不造业就不受苦。解脱了没有？有了所以这个解脱呢，我们是从真理了解以后根源去解脱。解脱以后，我们就已经可以到达那个佛的果位叫常乐我净，有没有听过？对，那个常就是真常，不会变化。乐快乐，它没有苦，我们凡尘的乐有那个苦相对待。那么佛心里面的乐，它是常乐，永远都快乐。我就是如来，我就是佛。所以我们本身呢，就是佛了。找一定要回光返照，向自己的上来找。那个净已经呢，都清净，都没有那个污垢，没有尘垢。所以我们了解说，老子呢把这个道呢，用一个字又把它代表，叫做那么底下呢，大曰是。各位同学，我们看这个文字的时候就不要置在文字的那个表面意思里面，因为老子把这个每一个字都当成道本体来说了。那个是是也就是我们要了解说是道的一个本体，大道是自然而然，对不对？像说我们这个白天黑夜是不是一直很自然的在运转？那我们现在是白天，那晚上是不是已经是过去了，对不对？然后呢，要了解到我们在这个几个小时以后，是不是又到晚上？那又到晚上的时候，白天又不是不是是？所以它就是告诉我们是一个自然的运转，大道是一个自然的运转。所有的事都会过去，这样了解吗？所以每一个字都把它当成道的本体来看，不能说光字面的意思去了解，光字面的角度狭隘它的含义很宽广。那我们了解说在凡人自然而然的一些事情我们就让它自然。这样子的话就符合道，就是很流通，很通流了，不会阻塞。那假如说我们自然的话呢，就会阻塞，去太掉了，那太掉就没有事就是不会太掉的，都很流通，都很自然。所以大也是，
然后视啊，哦，曰远，远呢就是就呢，哦，大到有几远哦，非常远，哦，不只有说我们的这个太阳系啊，哦，这个地球，哦，月亮，哦，还有太阳，哦，还有五大行星，不只有这样，还有超出我们整个哦那个太阳哦太阳系的这个范围。那超出整个太阳系的范围，还是在我们佛性里面，并不是说我们的佛性只局限在太阳系，这样了解吗？很宽广，对不对？可是我们不研究的话呢，不知道说我们的佛性有这么宽，不知道啦。所以我们会讲说那个无量的佛世界啊，你看我们现在在太阳系里面的世界啊，多不多？太阳系里面的世界多不多？我们要了解到在我们这个太阳系里面我们地球只有一个，然后我们把整个地球收成是一个小世界，然后呢集合1000个小世界成一小天世界然后集合1000个小世界呢变成一个中千世界。然后集合1000个中世界成一个大千世界，所以叫3000，3个千小千中千，3000的大千世界多不多？好，非常多。那我们的佛性充满整个3000大千世界，宽不宽广？所以我们在研究真理的时候我们把我们的心就是扣量。扩充到整个3000大千世界，这样的话小事要不要计较？所以说不必要太小了心这么宽广，你给包一点点嘛所以我们那个认知很重要。只要我们认知到那个宽广的佛性体我们在生活之中呢，真好过日啦。有好过你无？真快迄看拢真快跟人咧相处出事情的时候度量也跟着很宽广。我们现在处理事情都宽不宽广？那唔打语。就表示我们还有努力就是你要自己努力所以老子有讲这个事也远非常的深远，非常的宽广安尼那种远到咱无法度想象无法度想象，那就是道本体就是道的本体也就是这么宽广，这么远所以老子又把那个远来代表道。那么远一环心远到行咱心拢外放，所以呢要返回来到达我们的根源。所以我们根源是什么？无猜讲已经研究1年半，我也不知。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本体就是根源所以呢又回到我们根源回来我们要知道说在怎么宽广的这一些佛性的一个功能作用呈现毕竟呢我们要守住本体你守住的功能作用就无止境永无止境的能够发挥生长。那假如说我们体没有顾好，就好像一棵树，你那个根树根没有照顾那个尾巴会怎么样？没有浇水那个是根都没有水分，那尾巴会怎么样？会干枯了，对不对？所以就是要把那个根源照顾好所以我在落入凡尘有形象的时候就是要从我们呢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照顾起。各位都找到了没有就是呢万念都放下一念不生
这个是一个很究竟的一个法门啊，从众生的身份开始，一直修到成佛，都可以用这个法门。我们在讲生活之中啊，只要有3-5分钟的空闲时间，我们都可以做。开始做，我们就可以把完成的那个妄，那个变化无常的那一些啊，都放下。那下以后啊，我们这一些呢，平常都围绕在我们心中，我们整个心啊，都被这些尘垢完全污染。那现在我们放下这一些尘垢没有了，没有这一些妄了，妄都尽了，真的就显。那个真一显现啊，那个就是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那我们要给一个轮廓已经出来培养要如朴啊。所以或者才说功夫要3-4个月，对不对？那个如朴也是要3年，是要经过3年的时间啊，那个小孩子才会自己走路啊，自己吃饭，他还没有到达那个时候啊，都还没办法自己主张啊，所以你那生个也袂样行袂样讲。那我启发我们佛系了以后啊，他也是一样，跟一个新生儿一样，需要照顾，需要呢这个如朴。所以有时候啊，我们听到那个很大的声响，像说门啊一关起来很大声响，会吓到，有没有？那个就是打扰我们法身。可是了解到那个是一个初步时期啊，开始的时候才会呈现的一种状态。等到呢我们这个已经这个成长了，门咧空你也惊到的，不会的，对不对？那个已经笃定了，那个时候啊，已经长大笃定了，所以就不怕。那我们一定要经过我们培养这个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已经呢出来以后，他培养到他能够自己啊能够主宰，主宰自己已经可以了，那个时候就可以让他呢一直茁壮长大，他茁壮长大以后啊，在我们这个真实生活里面，它显现啊，就是呈现啊般若妙智慧。那般若妙智慧啊，就是从我们佛性本体生发，不是我们有身体以后啊，落入凡尘来学的，那个学的都不是啦，学的都是聪明。我们在凡尘所学的都是对待，都是两边啦。那从佛性本体出来，它是一个绝对的，没对待，它没有对待呢。我们按照那个般若妙智慧来，这个应付啊完成的凡事，那这样呢就没有业，不造业，像地一样的白天黑夜，春夏秋冬，一直自然运转。那我们也一样，自然运转。那自然运转呢，我们在生活之中，要面对凡尘的各种事，各种物，都要去面对。面对我们所采取的态度啊，就是事来则应，然后事去则见。这呢就已经进入到佛性本体的状态。虽然我们说起来跟我们现在的生活没有一样，可是不同的地方啊，在他的内心呐，没有过去、现在、未来，没有三心都没有四相。那我们想一想，现在啊，我们生活之中有没有三心四相？想不想过去式？有没有计划未来？有没有把握现在？所以我们都把三心呈现，或者都一直在强调，说我们有三心就被三世摄受，三世给咱吸起啦。有过去心去有过去式吸起啊，有未来心去有未来事吸起啊，有现在心去有现在事给咱吸起啊。即摆有三世爱轮回也袂
就要走入六道轮回。那我们训练自己，事来则应，事既则进，没有三心。没有三心三思摄受我们不住。要了解我们从现实来讲，过去已经过去了，不管是过去被人家欺负了，还是风光，都已经过去了。你再怎么想都不会回来。那你计划未来，计划未来是我们对象有身体有现象才要用，佛性不要，佛性不要计划，这个佛性我们了解到，我们凡尘现象那个计划也赶不上变化，市场都会这样。可是我们佛性里面没有这样，所以也不用去计划未来。那我们说现在不住，各位姐姐，现在住得来吗？我们说现在是不是已经1秒2秒过去了？我们又说现在是不是又1秒2秒过去了？一段一条的不住，所以就是要了解到这个真理这个过去已经过去，未来现在现在，全部都牵涉束缚不了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真心佛性做不掉。所以我们那个真心佛性它是超越时间，超越空间，受时间空间的束缚。那个真的就是我们要追求的，这样了吗？所以各位听那个《金刚经》的话，或许有解说的蛮详细有没有听？有没有了解到这一段？这个有听没有懂有听是有听没有了解里面的意思。要了解，了解以后呢，那个可以做我们的后盾。因为真理的真理做后盾，我们做起来就有力道，会相信相信我们自己不是不灭的佛性，这很重要我们了解说一生很短，转眼就够了很快一生就过去了，还是要把握再能够主宰我们自己的时候就要赶快来修持，那我们那个佛性出来当家做主。各位先生，现在当家做主的6根强不强？还很强那糟糕了，6根很强的话走入生灭那这个相喜易喜相忧易忧，形象让我们很高兴，我就很高兴形象让我们很忧愁我们就很忧愁那这样的话经经操劳经过无偌久哎呦你哪才老那个就是得失心太浓厚了那我们呢就是把这一些去掉凡尘现象都是变化无常变化所以我们不要太在意凡尘事看起点我们回想一下生活之中是不是都凡尘事？我们是众凡还是众生？哇，这样的要他回答。凡尘事众事众凡然后众凡我们就会轻省所以这个凡尘的事或者都一直讲要这4个字要背成，然后和解，有没有？经典里面一直强调没有？把凡尘事放到背后了，把觉性掏出来，背成和解，你就成仙佛了。可是我们凡人都是背觉，把那个觉看较偏，它合成，跟凡尘相合了，有没有这样？还是回答都有啦，就是那样都是跟凡尘相合跟这个佛性相违背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要自己立定志向就是朝着为求做佛这个方向前进，这样一生才有白来
哦，不然我们这个因缘这么殊胜，哦，能够在这个时候出生，又能在大概土的时候得到，殊胜，很殊胜，这个因缘很殊胜，所以要好好把握，把它修正，成佛成道，我们都可以的，可不可以呀？力道都不太够。所以呢，这个语言呢也返回到呢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那个本体回来，故啊道大这个道啊非常大，然后呢天大这个天啊整个宇宙虚空非常大，地大这个地啊非常宽广，能够这个让万物啊那个生长，然后呢王亦大这个王啊我们就是了解到就是这个道观三界叫做王道这个中间指下来那个一是道，然后三呢就是三界，异界、色界、无色界，然后在三界之中都有道，就叫王，这样了解吗？不是说当国王我们一般看到王都会想到这个国王跟我无关的。那这样王跟我有没有关系？也一样，敢肯定有关系我们才的都一样在。我们在不在异界？我们在不在色界？在不在无色界？对，我们都在三界然后呢，我们都有道，所以我们都叫王。这样了解吗？有个咧想讲这哪都唔捌听到所以我们要知道它的含义它里面讲的含义因为呢这个老师呢的意思就是域中呢有四大我们的领域之中呢有四大，就是呢道大、天大、地大、王大，就是有四大。而王基其于焉，这个王就我们人人在四大里面也占了一环，也包括在里面，这样了解意思吗？是想修了吗？这个呢老子呢就讲说呢，这个我们人也在呢是一大这个里面，道大、天大、地大跟人大这个王呢就是我们人，然后呢底下呢就讲说人法地，我们人孝那个地所以这个蛮重要的因为地它就是持在这个物。然后呢，让万物生长，然后呢，它本身呢，就是这个不去不去掉污秽地之秽者多生物，地那真垃圾用养分够所以那个生物就会长得很茂盛，知道意思吗？所以我们人大部分是会那个这个会水之清者常无鱼，我们都会保持很清净，保持呢很干净，那个污秽就比较讨厌不去接触。这样有没有在孝地？就没有了所以呢，我们就是了解到用我们人来孝就是这不管你是好人，不管你是坏人，在这个地上呢这个践踏他都不会拒绝会不会拒绝？他不会说你做歹人我地唔好你唔好你徛地唔好你行，会不会？都不会所以我们人来效法这个地就是一样心胸要很广就是呢要含污纳垢
哦，唔好嘛都要甲容纳啦。为什么唔好？哦，爱去找那个原因，然后呢帮助他，哦这样，这样才呢这个孝法，哦人法地，然后呢地法天，这个它是连带哦，各位姐，我们看呢这个文章啊，这个人法地然后地法天是人法天，然后再加呢天法道呢就是人法道。然后那个道法自然，这个人呢，本来他就这样看下来所以文字啊，很有意思的。那假如说我们说，我们人来效法地，地呢去效法天，然后天呢效法道，然后道法自然，这样就把它分割了啦。那分割跟原来老子要表达的意思啊就不一样，不赶快啦。所以要连贯下来，说呢人法地，然后呢又人的法天，又人法道，这样连贯下来。那个道法自然，我们就是了解说，道不是要去效法自然的，道本身就是自然，了解意思吗？是不是拢甲那习惯化都无共？因为要了解老子的意思。老子他是要把这个整个道的那一种内容内涵他把它表现出来，因为表现出一些不容易它有一些都还没有呈现现象，那没有呈现现象它的那个因已经在会成，只是时间比较晚一点。那要用什么文字来所以老子就尽量的比较让我们能够接近去体悟的文字来表明。所以这个人效法等于是整个要有效法天地，然后效法道，效法整个自然界自然运转我们就讲说无为。各位先生，有为跟无为分得清吗？就混淆了。这个有为就是有所作为，那有所作为我们就是要了解它是我们的那个人的情绪里面，然后发挥出来，是跟人有关系所以这些我们有为就落入生命变化。那无为就始于自然。那我们的佛性各位同学，我们佛性有为还是无为？这个老师还蛮肯定的无为。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就是要效法无为。效法无为是道法自然道法自然就是效法无为。那我们效法无为就是从佛性本身发挥出来，应对完成万事万物。那这样我们就是了解到，是不是整个已经在道之中，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呢，老子就是要我们进入整个道体之中，所以才用这一些文字来讲，让我们能够了解。这样有没有了解一点所以嘛，或者就讲这一种真真相，你若无安尼反复来听唔知影是什么意思，对不对？你当回去又反复一直听的话你就会补把那个理论出来。各位有没有反复听有。要熏习因为我们信问之中那个佛音不多，咱一直欣喜就表示那个佛音伫进咱的信分内底里。你信分内底拢有的佛音，佛的果位有没有？我们要了解到因果是一致的所以我们已经找到不生不灭那个心真心找到，就已经成佛了虽然都还没有成，还要经过修持可是已经可以肯定。
那假如说没有，我们还是以生灭心来修，不较久嘛，个我行行德，那成不了的啦。那个释迦牟尼佛曾经做比喻啊，咱摕米来煮饭会食的对不？咱摕沙来煮饭，可以吃吗？你煮较久都袂食的啦，对不对？所以我们就一定爱摕米来煮，米较好食。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一定要根源找到然后那个成就就不用你去带了。那假如说我们没有找到呢不生不灭的那个真心那修道真的是很渺茫啊。修了几十年以后他无看人迄个无要修啊，哪会无要修？伊讲我安尼30-40年修来甲我30-40年前无修拢同款，安尼我也再修。对啊，就有那个老道经这样讲啊。我即摆佫落去，佫浸落，佫浸30-40年我哪同款即摆安尼啦？哪要？所以我们就了解到那个重要性那个我们的不生不灭真心的重要性前几天那个高雄有一位亲打电话给我说，说我修道20几年嘛唔知讲有这个道堂修，不知道有心理心法可修了。我今麦就听到讲那安尼我20几年拢了去啊。或者是不认识了，因为他也都是道经辗转拿那个 CD 拿那个讲义给他给他看给他听，然后他呢就一直问那个送他那个东西的人说这一个在讲这一个在哪里呀？很远，太激动。所以或是一直鼓励说一定要找到不生不灭真心佛性不很困难啊，对不对？那也不容易。我以为说很困难，才不会要回应很简单嘛对不对？很简单甚至于你晚上躺在床上做一下子就睡着了。那个不用吃安眠药，一下子睡着了，万年放下就睡着了。明天起来很舒服因为脑筋都很清爽。各位有没有经验？又没有实际做或者不是讲过吗？你可以实验，自己去实验。一天晚上一直想，一直胡思乱想，看看明天早上起来你头会怎么样？你一天全部都不想，全部都不想，看看明天早上起来会怎么样？是不是很大不同？所以以前或许还会教人说你真正的睡不着觉不要数羊数羊还要心外放，你就把那个全身的力道放到床铺上就好了。从枕头开始，从头开始放。头的力道没有了，肩膀力道没有，手力道没有，身体力道没有，那没叮当没叮当的问题那我们睡不着觉，翻来覆去都是他在想对不对？他在想辛苦就在等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做那个万年放下，一念不生了，真的是效果很好。当妄已经下来的时候，真就出来，真出来的时候，咱得办理对不？认识他了没？那个就是成佛的根源那个就是佛那我们不要身外去找佛要身内找
身外没有佛了，咱那个觉的时候，所以一定呢要培养自己的那个觉，当你这个发现了以后，把它如图，然后之后培养让它茁壮长大，你就会感受那个不同，整个开始功夫跟你后来慢慢的进步你实际的去做，都会有那个效果呈现，都不一样的。当你已经发生般若妙智慧的时候你也会很惊讶，你处理事情圆满，人家问你说你安那去学，你安那想的，那是高价，你会不知道原因的。那个是佛性本体的般若妙智慧。那我们就是要用这个般若妙智慧，有这个般若妙智慧，发生事就圆满，不会造业。然后呢，我们要度化众生呢，也可以从般若里面去发挥，它着重在什么样的方向，我们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引导它，也从般若妙智慧出来。那这样的生活呢，就不要说以后佛了，还没成就已经在天堂。所以整个我们完成了说现在要看第一天堂，当然蛮容易的。要看第一的话，到那个大医院的那个加护病房那一些复健室你去看，那个都是地狱的所以我了解说这个呈现凡此都有那一些景象呈现，让我们去看，让我们了解说人完成真的是太短了，命太脆弱了，很没有保了。各位先生，我们性命有没有保障？没有。哪一天那个海啸一来把他们刮到海中去咱外搞袂起来921大地震厝倒咧，甲咱跌咧，咱外拢搞袂起来。所以不要去遭遇这些灾难，我们要事先就能够去修，修到，假如说我们那个时候般若妙智慧都已经有了六祖坛里面不是有增长极灭乐吗？有没有？忘了那个后面讲说急火烧海底风鼓山相击，有没有？那个就是世界末日那个火灾大，完全烧光了，连海水烧干了，大不大的灾难？那个风竟然大到可以让两座山相撞，两座山它吹到会烧焦，那风有大无？咱还可以活没活所以六祖说讲这么大的灾难增长极灭乐没讲，为什么？那佛性没有形象，所以不怕形象再大的灾难。那我们已经修正成了这形象还给大地，那我们佛性呢如如不动，跟整个宇宙虚空合在一起。这个要时常听听得久了力就来了然后我们的那个自然而然心胸就培养很宽广然后呢这个做人处事都会很圆满。会过人原来没？不会了对，所以人与人之间和为贵一定要和事情一定要通融，不能阻塞袂使去给咧给咧就表示有事情一定要通流所以这个25章这个分成章或是呢这个约道章就是老子在讲道德的内涵，道德根源，道德它整个状态，有没有了解意思？所以跟文字有一点不太一样而我们就是了解到老子尽量呢用比较我们接近了解的那个文字去描绘
所以我们人呢，就能够得到那个实际的那个好处。那我们呢，接着呢看26，翻过来，辎重章，这个辎重啊，就是那个军队在这个行军打仗的时候它有那个粮食跟弹药，那一些呢就叫辎重。军队他去这个打仗的时候要不要弹药？要不要吃饭？要不要粮食？都要，对不对？所以那个军队人在前面上，后面的补给一定要充沛，他才有办法跟敌人对抗所以呢叫做辎重，辎重章，这个重为亲根，那敬为少君，那个重，我们就是了解这个重，我们的凡尘所看重的这个重呢，为亲根，就是亲的根，所以这个老祖在讲呢，就是让我了解说，这个不要呢，这个从很那个重的那个目标下手，你从轻的方面去努力的话，这样的重整会达到，所以重为基根，轻的根源，了解这个意思吗？因为以我们凡尘的事来讲，那个困难的事困难的事做起来很不容易成功。那假如说我们从容易的事下手去做，然后一直累积到那个很困难都能够完成，这样是不是很容易？所以呢，或许对这个体会导致比较那个看了那个所有工程的一些进行，这个因为各位住在南部不像说住在那个北部现在在拓宽那个五股到杨梅的那个高速公路两边的那个山那个在拓宽当这个马路那个困难度这是很陡峭的山壁要盖路好不好盖？一定很不好盖，对不对？所以或许这个三不五时都会坐车位过，然后就会看他们怎么样去进行这个工程，然后他们为了要先呢再做一条便道，让那个钢筋水泥可以再运进去，光那一条便道就很费工了，就很要用智慧头脑，先把那个很长的那个 H 钢打到那个底下去，然后打到整片，然后呢两边，然后中间才铺成一条便道，是不是很困难？可是我们去看他之后他那个打那个 H 钢，一支拍，一支拍，是不是很简单？了不了解这个意思？你把它分解了它每一个动作都很简单，可是你把它集合在一起你是要让它走，很困难，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说，当它的那个拓宽的桥梁、桥墩都已经做好了，它这一些都要拆掉的，对不对？这些便道迄拢无路用爱撇掉对无？伊要拆掉的物件都这样做嘛，所以我们假如说没有从这个简单的这一些线的话，它那个桥墩桥梁无法度做起来无法度做起来都未成对无？工程就没有办法完成所以就是了解到就是这个呢，就是一个经过事情的一个经过了。各位有没有去注意这一些那个过程？大概咧，心肝咧想讲，这无你遐用的。
这个呢，就是说给我们在凡尘做事啊一个参考。再困难的事啊，只要你能够呢这个静下心来想出方法，他都会很轻易的去完成。像说有一位他写了很多的文章，结果那一些文章就是不小心就被已经这个弄湿了他拢抖啊拢看无了，他就已经很灰心了，讲黑暗就是心结才下来，竟然安尼规个拢全报废啊，付诸水流，然后就出去散心啦。去看人较早咧起厝去贴砖啊，各位有看过那个工作的情形吗？就是他看那个水泥工他即马咧他们都扣落一块一块安尼甲垮落，即马搁起来搁一站，起来搁一站，对不？他看了以后对他就有一个启发。伊个厝要起起来，嘛是一块一块你直直合起来，贴来再比一间厝，对不？想讲我等下一粒一粒下，一粒一粒下就敢若伊个一块砖一块砖咧贴。你看，又是一个启发，就把那个灰心丧志的心又找回来了，所以重点都在我们心，对不对？就是我们的心，看怎么去应对了。我们用负面的话那事情绝对不会好。那我们用正面的话就很容易所以呢，这个老祖就告诉我们呢，说我们表面的军人打仗，后面一定要有粮食跟弹药，就是我们需要依赖的。各位先生，我们需要依赖什么？咱今麦上什么课？道德啦。我们不是在上道德经吗？我们需要依赖道德啦，依不依赖？依赖。对，就是要依赖道德。道德呢，当我们的注重，当然的袄壳啦。你有这个袄壳这个粮食弹药你就会当冲锋陷阵啦。这样了解意思吗？所以老祖就是在讲我们就要培养我们那个德性德性重不重要？重要。所以我们各位先生，我们在凡尘生活假如说有德性的话人人都喜欢跟相处，对不对？假如说我们自私自利当然啦，虽然表面不怎么样背后会很讨厌，对不对？所以我们都是要自己本身建立这个从道发挥就是德，这个德呢一定要让它能够这个发扬光大，不是讲干那一点点就是能够培养在生活之中全部都呈现，到达那个静默而雷声。我们不是讲过有没有？好像很陌生那个司机而龙现淹没而雷声，神动而天水，有没有？不印象这么快呢都全部还给我了那个司机而龙现就是我们在家里面居住没有出门，龙现的时候，外面的事物全部都了解了。所以我们做那个往下一念不生就会达到这个状态。人伫厝内底外口什么代志拢知，那叫司机而龙现，龙呈现。做到后来
你人伫出来底做万年放下念不生，外口什么代志你拢知影。不是在假的哦，是真的哦。所以各位假如说哦，做了一段时间，你那个第六感特别敏锐。第六感啊，就是哦，代志拢未来，你有先有征兆，那个第六感很敏锐哦。你今日要拄到什么人，有什么代志，拢还未搞，你的祖先拢会知影。那个时候你功夫已经深了。不是讲假的哦，是真的哦。好像很怀疑的那个眼光，不骗人的哦，这个是真的哦。因为呢，我们要了解说，那个整个宇宙整个空间整个形象、整个事情，是都在我们新闻里面。你都静下来，你哪不知？会不会知道？所以不奇怪怪哦。是正确的哦，只是说咱今嘛拢去咱的那个私心蒙